为了刷出最完美的初始属性，他已经彻底魔怔了。在这个全靠运气的破游戏里，属性就是一切，哪怕只有一点不满意，他也要强行断开连接，重新开始。新闻上说，这种疯狂重开的行为甚至会有生命危险，但他根本没当回事，毕竟这种倒霉事怎么可能轮到他呢？这种玩命的重开操作，他已经干了上万次，朋友骂他简直是疯了，万一哪次真死在里面怎么办？但他根本不在乎，只要能刷出最强的攻击属性，哪怕是萌妹子角色，他也照样选。毕竟在这个世界里，只要拳头够硬，其他的都不重要。这下真的完大了，重开程序突然失控，一个神秘的声音告诉他，机会已经给过他了。就在他以为自己死定了的时候，睁开眼居然看到了久违的阳光。虽然捡回一条命，但情况好像有点不对劲，这双手怎么缩水成小女孩的样了？这难道就是重开上万次的代价吗？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新手教程竟然直接弹了出来，说是他那个便宜老爹给他寄了一份入学礼物。看着镜子里这张可爱的脸，他终于敢确定自己真的转生成了游戏里的萌妹子。可当他拆开礼物，看到信上写的名字时，整个人都愣住了。奥克诺蒂，这名字听起来怎么这么耳熟？奥克诺蒂，这名字翻译过来不就是绝对死不了吗？哪有正经人会起这种名字？难道这就是他沉迷烂游戏最后得到的报应？不过仔细想想，这地方总比那些只靠蛮力的无脑游戏要强。既然已经成了死不了大小姐，那接下来的剧情可就由不得这破系统说了算了。在这个游戏里，体力、脑子、运气这三样必须得平衡才能通关，尤其是运气，那简直就是老玩家的噩梦。他之前疯狂重开，就是为了把运气值刷高那么一点点，可现在他居然直接成了游戏里的人。他不信邪的试了所有指令，保存、强制退出、打开面板，结果呢，一点反应都没有。看来这回是真的死心了，这里不是什么虚拟世界，而是他必须活下去的真实战场。说真的，既然非要让他转生，好歹给他个肌肉猛男的角色啊！现在这副弱不禁风的样子，除了堆攻击力还能怎么办？他看着手里的这袋钱，突然想起一件更恐怖的事。在这个游戏里，第一个大坑就是拼点。主线剧情虽然一样，但玩家父亲的职业竟然是随机抽奖决定的，这下真的要命了。万一抽到一个没用的职业，他这辈子恐怕还没开始就要交代了。说白了，老爹的身份就是你的后台，直接决定了你能活到第几集。万一开局就被赶出家门，那这辈子基本上就直接凉了。所以他现在要求真的不高，只要别让他当孤儿就行。他颤抖着手打开那个钱袋，这沉甸甸的分量，难道说满眼全是金灿灿的钱？这哪是钱袋啊，这简直就是他的免死金牌。看来他那个素未谋面的老爹身份绝对不简单，整整100个金币。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这回投了个好胎，妥妥的贵族大小姐开局啊！这下稳了，手里攥着这袋钱，简直就是拿到了通往完美结局的门票。他倒要看看这屋里还有什么宝贝。结果打开盒子一看，他整个人都傻了。项链、皇冠、耳环，全是亮瞎眼的顶级珠宝。在游戏里，这种带宝石的玩意儿，极大概率是神级道具，就算不是，那也是能保命的极品装备。不愧是贵族人家，这初始物资简直是降维打击。就在他美滋滋的清点家底时，突然发现事情好像有点不对劲。除了这袋金币，里面竟然还塞了一封信。他拆开一看，原来是学院入学考试的通知，这可是接下来的主线任务啊！但他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这信写的也太冷淡了吧，公事公办的语气，哪有一点当爹的样子？简直就像是在给下属发通知，完全感受不到半点父爱。不过转念一想，这对他来说反而是件好事，只要钱给够了，没感情就没感情吧。这种互不干涉的关系，反而让他觉得更轻松。他随手把信往后一扔，只要有这袋金币在手，接下来的日子那还不是横着走？其实这种疏远的父女关系对他来说刚刚好，虽然贵族专属的剧情会少点，但起码能避开那些要命的宅斗麻烦。既然身份和家底都确认了，那接下来就该试试刚才拿到的宝贝了。这玩意儿在游戏里可是爆率极低的神级道具，少说也是个 S 级起步，只要把它激活，就能召唤出一个专属 NPC， 不仅能自动提供生活必需品，还能帮他把战利品全部自动变现。这哪是道具啊，这简直就是随身带了个全能型的开挂管家。随着一阵耀眼的光芒，沉重的大门缓缓开启，一个沉稳的声音从阴影里传来：“您在召唤我吗，我的大小姐？”原来这个哨子的真实功能是召唤一位专属管家，只要他需要，他随时随地都会出现在他面前。看着眼前这位专业的管家，他心里最后一点顾虑也没了。既然万事俱备，那接下来就让这帮土著见识一下什么叫做顶级睾丸的真正实力。马克思恭敬地问：“小姐，您找我吗？”奥克诺蒂看着眼前的男人，虽然穿着一身管家服，但这长相怎么看都像是黑手党的大佬。他自我介绍说：“我叫马克思·丹杰。”这名字一出来，奥克诺蒂彻底无语了，极度危险。这游戏的起名水平真是一如既往的烂啊！马克思看他有点焦虑，问要不要吃点药。奥克诺蒂赶紧摆手，说只要拿面镜子就行。他盯着管家的背影，总觉得这名字不太对劲，叫什么不好，偏偏叫超级危险。难道这是那种管家最后会干掉主角的离谱剧情？就在马克思伸手入怀的一刻，奥克诺蒂吓得直接闭上了眼。结果人家只是掏出了一面亮闪闪的镜子，这下尴尬了。原来是自己想太多，这管家办事还真是挺靠谱的。奥克诺蒂对着镜子一瞧，这长相确实没得挑，就是年纪看着还太小。马克思突然开口说：“老爷已经下令了，要送他去学院上学。”奥克诺蒂听得一愣一愣的：“老爷？
那不就是自己老爸吗？这称呼听着可真别扭。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马克思又补了一刀，为了让他能考上，老爸甚至还准备了特训。这下好日子彻底到头了，看来接下来的生活绝对没那么简单。奥克诺蒂环顾四周，觉得这房间实在太寒酸了，乃像个贵族小姐住的地方。结果马克思在旁边，眼神突然变得特别复杂。还没等奥克诺蒂开口，他就一脸沉重的打断了。他说：“小姐，您别说了，我全明白了。从今往后，我马克思一定肝脑涂地，全心全意支持您。”奥克诺蒂整个人都傻了，这家伙绝对是误会了什么，他竟然在同情我。我只是嫌房子破，内心可是个顶级睾丸啊！这下解释不清楚了，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在那自我感动。别以为这是游戏策划发慈悲，想让你轻松升级，这地方到处都是新手坑，不特训就等着拿失败通知单吧。奥克诺蒂想起以前90%的新手都会在第一关挂掉，想靠运气毕业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更离谱的是，这游戏还有个垃圾系统， NPC 队友随时可能背叛你。他甚至经历过全员反水，那场面真是让人心态大崩。马克思指着前面的训练场，一脸自豪的介绍说：“这是老爷专门准备的好地方。”奥克诺蒂看着眼前的设施，心里反倒踏实了。比起被队友背后捅刀子，这种程度的特训简直就是白给的福利。奥克诺蒂随口问了一句，结果马克思那副严肃的表情把气氛搞得特别尴尬，吓得他赶紧转移话题，问镜子到底在哪。马克思指了指旁边的房间，奥克诺蒂这才松了一口气。刚才那眼神也太吓人了，简直像个正在执行任务的冷酷杀手，而自己就是那个倒霉的猎物。等他终于站到镜子面前，整个人又一次沉默了，这感觉也太真实了。虽然长得确实漂亮，但这细胳膊细腿的，完全就是个纯纯的弱鸡啊！就这副身体素质，别说去学院特训了，估计连个重一点的包都拎不动。这下麻烦真的大了。奥克诺蒂对着镜子比划了一下，发现这脸蛋长得真不赖，又小又精致，简直就是顶级建模水平。结果马克思在旁边悠悠的来了一句：“小姐，这应该是你第一次照镜子吧？”奥克诺蒂赶紧反驳说：“才不是呢。”可马克思根本不信，还一脸严肃的劝他别装了。他说：“看你刚才那副样子，恨不得整个人都贴在镜子上，那眼神分明就是第一次见到自己的长相。”这下好了，马克思肯定又在脑补他以前过的是什么非人的生活，连照个镜子都能看呆，这误会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奥克诺蒂在心里疯狂吐槽，他盯着镜子看，纯粹是因为第一次用这个角色模型，还没看习惯呢。马克思看气氛不对，赶紧提议先去吃饭。一听到有吃的，奥克诺蒂整个人都精神了。看着他蹦蹦跳跳的背影，马克思又开始脑补了，觉得这可怜的孩子以前肯定连顿像样的饭都没吃过。其实奥克诺蒂想的是另一回事，这游戏里有个图鉴系统，只要吃掉特定的高级料理，就能永久增加属性和掉宝率。这种白嫖 buff 的好机会，身为睾丸怎么可能错过？既然管家要大献殷勤，那他就准备好大吃一顿，把属性条彻底刷爆。在奥克诺蒂这种睾丸眼里，入学前的每一秒钟那都是真金白银。这种干地游戏如果不提前刷级，后期绝对会被虐得怀疑人生。于是他开始在屋里疯狂卡 bug， 钻桌底、藏钟表、躲窗帘，只要在没去过的地方待够1分钟，前行经验值就能蹭蹭往上涨。奥克诺蒂心里算盘打得响，只要现在把等级练上去，以后就算遇到终极 BOSS， 自己也能原地消失，让他们连根毛都摸不着。正当他躲在角落里美滋滋地刷级，马克思突然幽灵般的出现在身后，问他到底在折腾什么。这下尴尬了，奥克诺蒂只能硬着头皮解释，说自己只是在测试家里哪些地方比较好藏人。奥克诺蒂正嘿咻的往木桶里钻，结果一抬头正好撞上马克思那复杂的眼神，这下真是大型社死现场。他赶紧尴尬的解释，说自己真不是什么奇怪的人。马克思一脸无奈，虽然嘴上没说，但心里估计已经把他当成怪胎了。好在马克思及时宣布开饭，看着满桌子冒着金光的高级料理，奥克诺蒂瞬间把尴尬抛到了脑后。这哪是吃饭啊，这分明是满地的经验包和属性点。他兴奋地搓了搓手大，喊一声开饭，接着就开启了风卷残云模式。毕竟在顶级睾丸眼里，干饭的速度直接决定了变强的进度。对奥克诺蒂这种效率党来说，吃饭根本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刷图鉴奖励。只要吃够110种不同的菜，就能拿到永久的属性加成。既然快吃慢吃给的奖励都一样，那当然是直接开启倍速模式，味道什么的根本不重要。看着奥克诺蒂这副饿虎扑食的架势，马克思在旁边整个人都石化了。他这辈子都没见过哪个名门千金是这么干饭的。可奥克诺蒂心里想的全是数据，觉得照这个速度下去，烹饪图鉴很快就能填满。他嘴里还塞着面包，就含糊不清地追问马克思，等这顿饭扫荡完了，下一个刷级任务又是什么？马克思清了清嗓子，宣布体能训练正式开始。奥克诺蒂心里咯噔一下，等了这么久，主线任务终于触发了。在他看来，这种名门望族的私人特训，那可是氪金大佬才有的专属福利，普通玩家想碰都碰不到。他随手擦掉嘴边的碎屑，眼神里全是势在必得，直接催促马克思赶紧带路。毕竟这可是游戏里的第一个正式训练任务，只要能顺利通关，他的属性绝对要迎来一波大爆发。马克思一脸严肃的交代，速度不重要，跑到体力耗尽为止就行。奥克诺蒂嘴上答应的痛快，心里早就乐开了花，正好试试这副身体的极限在哪。
可还没等他迈开腿，脑袋里突然像炸开了一样，这下麻烦大了。马克思赶紧上前询问，他只能随便找个借口糊弄过去，毕竟这种事没法解释。谁能想到这根本不是什么意外，而是第一个训练任务正式开启了。系统提示突然弹了出来，原来这种高级训练竟然是专门给有钱人准备的付费项目。奥克诺蒂想起之前辛苦打工的经历，虽然心疼，还是老老实实把钱袋递了过去。马克思却一脸疑惑地推开了，他说自己是管家，不是私教，根本不需要额外付钱。这下可把奥克诺蒂乐坏了，白捡了一个顶级教练，这波简直赚翻了。既然不用花钱，那还等什么？他整个人动力全开，直接冲向了训练场。看着奥克诺蒂拼命奔跑的背影，马克思心里五味杂陈。难道他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种白给的好处吗？奥克诺蒂可没心思乱想，在这个没有系统外挂的世界，每一分实力都得靠汗水去换。好在这副身体的底子比预想中强得多，整整30圈跑下来，系统提示直接刷屏，体力训练效率瞬间翻了3倍，这种变强的感觉简直太爽了。马克思赶紧叫停了训练，他由衷的感叹这体力简直好的离谱。奥克诺蒂随口回了一句，毕竟逃命的时候，体力就是唯一的本钱。马克思听完直接愣住了，他本想说的是狩猎魔物，可奥克诺蒂这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让他心里莫名有些发毛。马克思宣布开启下一项训练，带他来到了武器库，让他选一件最趁手的兵器。谁能想到奥克诺蒂根本不打算做选择，长剑、长弓、法杖，他竟然打算全都要。马克思赶紧出声提醒，那根发光的可不是普通棍子，那是极其罕见的模具。奥克诺蒂一脸淡定的反问，这不就是法杖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马克思这下彻底坐不住了，普通人连见都没见过这种宝贝，他不仅认识，甚至还说自己以前经常用。看着马克思怀疑人生的样子，奥克诺蒂反而笑得更灿烂了。怎么？难道是被我的天赋吓到了吗？马克思的脸色突然变得很难看，他严肃地质问奥克诺蒂，是不是在城里接过什么危险委托，比如卖血或者试药之类的玩命活儿？奥克诺蒂被问的心里发虚，毕竟为了攒下第一桶金，他确实干过不少这种离谱的兼职，甚至还差点把命搭进去。马克思显然是误会了，他担心奥克诺蒂接触了什么邪门歪道，毕竟野路子法师教的东西随时可能让人丢了性命。为了不让管家继续追查下去，奥克诺蒂随口编了个理由，说自己的本事都是在正规学院学的。可他心里很清楚，所谓的学院其实就是那个满身肌肉的怪大叔教给他的生存野路子。这下谎话是圆过去了，但接下来的训练恐怕没那么容易糊弄了。马克思冷冷地回了一句知道了，他随手扯了扯手套，那副架势简直像是要去跟人拼命。他吩咐奥克诺蒂留在家里自己练，接着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大门，看着杀气腾腾的样子，显然是去找那个野路子法师算账了。奥克诺蒂站在原地愣了半天，只能在心里给那位法师默哀。看来今天就是那家伙的忌日了。不过转念一想，当初那家伙也没少用毒药坑自己，这下正好，两人的恩怨算是彻底清算了。深夜里，马克思正对着烛火写例行汇报，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温文尔雅的管家，竟然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马克思这个名字只是个代号，为了现在的身份，他早就把以前那个满手血腥的自己彻底埋葬在了过去。老板的眼光果然毒辣，奥克诺蒂的表现已经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这种美貌和体力根本不像是贫民窟能养出来的，更别提他在武器和魔法上的天赋，简直就是个怪物级别的天才。虽然现在的他还像一块璞玉，没有经过真正的打磨，但只要给他时间，这股力量绝对会震惊所有人。不过即便奥克诺蒂的天赋再完美，马克思的眼神里却透出了一丝难以捉摸的深意。奥克诺蒂这姑娘确实有点不一般，为了找个地方躲清静，她能钻进老式钟表里，甚至还能徒手爬上几米高的吊灯。马克思在木桶里发现她的时候，整个人都无语了，他实在想不通这姑娘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奥克诺蒂只能尴尬的解释，自己只是想找个地方猫一会儿。可马克思心里很清楚，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种奇葩。更麻烦的是，他似乎已经把当初签的合同忘得一干二净了。深夜的走廊里突然传来一阵动静，马克思瞬间警觉起来，他没有任何犹豫，直接亮出了腰间的长剑。作为曾经的顶尖杀手，他的直觉告诉自己，家里绝对闯进了不速之客。可就在他准备动手的一瞬间，看清对方影子的马克思整个人都愣住了。原来在走廊里鬼祟祟跑着的，竟然是奥克诺蒂。这大半夜的他到底在折腾什么？奥克诺蒂大半夜不睡觉，一个人在外面鬼祟祟。马克思越看越觉得不对劲，他嘴里一直念叨着什么，终于在地上翻出一块发光的石头。马克思还以为他只是小孩子心性，喜欢收集漂亮亮的小玩意，结果下一秒，奥克诺蒂竟然直接把石头塞进嘴里。这下马克思整个人都傻了，这哪是收集石头，这分明是精神出问题了。他必须立刻把这件事汇报上去。马克思急得直接冲上去，想把奥克诺蒂嘴里的石头抠出来，这玩意儿哪能乱吃啊？可他哪里知道，这根本不是普通的石头，而是能提升属性的宝贝，晚一秒可能就消失了。面对马克思的质问，奥克诺蒂根本没法解释，总不能说自己有系统吧？看着马克思那怀疑人生的眼神，奥克诺蒂知道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在他眼里，自己已经成了个半夜偷吃石头的疯子，既然解释不通，那就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为了能继续吃石头加属性，奥克诺蒂直接开启影后模式，一脸认真的胡说八道，说自己
要是不吃这些石头就会死。马克思哪见过这阵仗，整个人都被唬住了，还以为是自己平时没让大小姐吃饱，愧疚的当场表示以后加餐。奥克诺蒂表面上乖巧答应，心里却在盘算着，等管家不在的时候再偷偷出来吃。可他还是太天真了。马克思已经在心里定好了计划，既然精力这么旺盛，那就把训练量翻倍，看你晚上还有没有力气出来乱跑。马克思看着奥克诺蒂的背影，越看越觉得他是块当刺客的料，前行和平衡感简直无敌。可惜就是脑子不太好使，连正常社交都困难。他一边感叹小姐命苦，一边在心里暗暗发狠，既然有这种天赋，那就要请最顶尖的刺客来教，每天被练得精疲力竭，连吃顿饭都没力气。奥克诺蒂刚想抱怨两句，结果手上一使劲，咔嚓一声，叉子直接把盘子戳了个大窟窿。看着碎掉的餐具，奥克诺蒂彻底沉默了。看着碎掉的盘子，奥克诺蒂还在这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现在力大无穷，简直就是个肌肉猛男。结果马克思一开口，直接就是降维打击。他说奥克诺蒂现在虚弱的离谱，连拿个叉子都能把盘子戳碎，说明他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这评价让奥克诺蒂当场石化，本以为是满级大佬，结果在管家眼里，自己居然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弱鸡。还没等他从打击中缓过神来，马克思已经端起了盘子，甚至还贴心的卷好了面条，让他乖乖张嘴。这下奥克诺蒂彻底懵了，堂堂大小姐居然要被管家当成小宝宝喂饭吃。既然反抗不了，奥克诺蒂干脆开启了真香模式，心安理得的当起了废柴美少女，反正有人喂饭不吃白不吃。可这温馨的气氛还没维持多久，家里突然冒出来一个新面孔，一个叫利普莱夫的女仆，恭恭敬敬地站在面前，说是从今天起专门负责伺候她。奥克诺蒂听完直接愣住了，倒不是因为新女仆长得漂亮，而是这名字槽点实在太多，听起来简直就像是某种植物的代号。马克思还以为他有什么不满，赶紧在一旁小心询问。奥克诺蒂只能强行挽尊，摆出一副高冷的样子说没事，其实心里早就炸开了锅。这家里的人怎么一个比一个奇怪？利普莱夫虽然穿着一身标准的围裙装，但那眼神冷得让人发毛，盯着奥克诺蒂吃饭的样子，简直像是在看一个死人。马克思把他带到训练场，并不是为了让他打扫卫生，而是要让他成为奥克诺蒂的影子保镖。说白了，这就是个随时准备见血的杀手。是老板从死人堆里把他捡了回来，还给了他一个全新的名字。这个名字背后的含义可不是什么美好的祝愿，而是要让他用这双手替老板铲除掉所有的敌人。利普莱夫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明明已经隐藏了杀气，奥克诺蒂是怎么发现他的？难道这大小姐天生就是当杀手的料？他转头告诉马克思，光有直觉可远远不够。马克思听完冷笑一声，我就把评估交给你自己判断，看来你很自信，光看一眼就知道，像你这种级别的高手，为什么要屈尊来当个管家？还没等马克思反应过来，利普莱夫直接甩出了重磅炸弹。他提到了那个危险的传闻，有人想要彻底清除大小姐。这句话瞬间点燃了火药桶，马克思当场就要翻脸。他警告利普莱夫说话注意点，在这里必须认清谁才是真正的主人。马克思一字一句地警告他，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份，你的监视目标是大小姐，而不是我。要是再敢找错对手，后果绝对不是他能承担的。刚才还一副要拼命的样子，转眼间这杀手女仆就乖乖低头认怂了。奥克诺蒂在旁边看得一头雾水，还以为这两个人在吵架。利普莱夫嘴上答应的好好的，心里却在不停的打鼓。他盯着马克思的背影，终于意识到这个男人到底有多危险。虽然大小姐确实是个天才，但这种过度的保护在杀手眼里简直就是浪费时间。不过利普莱夫现在没得选，组织的任务就像一把刀悬在脖子上，他们可不会容忍第二次失败。利普莱夫盯着篮子问，你在干什么？奥克诺蒂尴尬的笑了笑，说这儿待着挺舒服，虽然前行失败了，但只要能躲过这个女仆，经验值就能蹭蹭往上涨。不过最近头疼的不止这一件事，连一向完美的执事马克思竟然也开始掉链子了。奥克诺蒂尝了一口菜，这味道简直一言难尽。马克思赶紧道歉，要把盘子撤走。他自己也纳闷，这种低级错误以前从来没犯过。奥克诺蒂却伸手拦住了他，毕竟是辛苦做的，没必要浪费。马克思愣了一下，看着眼前的小姐，眼神里多了一些复杂的情绪。奥克诺蒂还没反应过来，系统提示音就响了。这顿饭不仅难吃，竟然还让他刷出了毒素抗性，这哪是吃饭，这分明是在服毒。就在奥克诺蒂快顶不住的时候，利普莱夫出手了，又是草莓糖又是小饼干，这一套甜点组合全下来，直接把奥克诺蒂哄得找不着北，连连点头说好。他甚至没意识到他的工资是在资助我的烹饪法典。马克思在旁边冷冷地问了一句，这小姐的天赋到底怎么样？令人印象深刻。奥克诺蒂对毒药的适应速度简直快得离谱，哪怕明知道饭菜里有毒，他也能面不改色的全部吃光。这说明他以前肯定无数次在鬼门关走过，才练就了这一身抗毒的本事。马克思心里这股火一下子就压不住了，这镇上的垃圾实在太多，竟然还有别的组织敢在暗地里对小姐动手，这分明是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利普莱夫低声问了一句，是不是该清理门户了？马克思冷哼一声，今晚的目标变了，既然有人敢动他们的人，那就要做好消失的准备。要是真让他抓到那些杂碎，后果可就不只是死那么简单了。马克思的一声令下，今晚注定是个流血的日子。而此时的奥克诺蒂正猫着腰偷偷溜出房门，
他还纳闷呢，平时盯得那么紧，今天怎么一个跟屁虫都没有？看来是这帮人太粗心了，竟然敢对他这种硬核玩家掉以轻心。奥克诺蒂心里盘算的挺美，打算去镇上触发个随机事件，顺手端掉那个犯罪集团，还能顺点战利品回来当私房钱。可等他兴冲冲地赶到地方，整个人直接傻眼了，这哪还需要他动手啊？满地横七竖八躺着的全是那个组织的成员。就在他发呆的这会儿功夫，有人已经替他把活儿全干完了。看着满地的狼藉，奥克诺蒂发现这帮人根本不是为了求财，那一箱箱金条摆在面前，竟然连动都没动过。这下事情可真闹大了，剧情竟然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自己就开始往前跑了，这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奥克诺蒂越想越后怕，这种浑水还是少碰为妙。他赶紧一路小跑溜回家，想趁着没人发现赶紧钻进被窝。可谁能想到他刚推开家门，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被利普莱夫堵了个正着。这大半夜的，利普莱夫竟然就守在门口等他。奥克诺蒂这下彻底懵了，这该怎么解释自己刚从死人堆里回来？利普莱夫这一开口，奥克诺蒂魂儿都快吓飞了。他支支吾吾的想蒙混过关，说自己只是出门散个步。可利普莱夫的鼻子比狗还灵，凑近一闻，直接点破了他身上的血腥味。这下奥克诺蒂彻底破防了，他急得连连摆手，大喊着人不是他杀的。等他赶到的时候，那帮黑帮早就凉透了。可奇怪的是，利普莱夫听完只是微微一笑。利普莱夫温柔的守在床边，轻声安慰说他只是做了个噩梦。这感觉太诡异了，刚才发生的到底是现实，还是有人故意让他断片了？奥克诺蒂感觉脑袋沉得厉害，就像是吸入了什么迷魂烟。他还以为刚才那一切只是个噩梦，可实际上他早就已经着了利普莱夫的道。看着陷入昏睡的奥克诺蒂，利普莱夫心里也是翻江倒海。他这种老江湖竟然会被一个养尊处优的大小姐甩掉，这简直是职业生涯的耻辱。看来马克思说的没错，这孩子天生就是当刺客的料，如果不经过专门的训练，那真是白瞎了这份天赋。随着马克思和利普莱夫碰头，这场所谓的观察期正式宣告结束。奥克诺蒂还以为自己逃过一劫，其实他真正的苦日子才刚刚拉开序幕。整整1个月的魔鬼训练终于结束了，系统提示音在耳边响起，所有的训练加成正式回归正常。这意味着奥克诺蒂已经完成了第1阶段的蜕变。虽然这段日子过得确实辛苦，但看着自己这双充满力量的手，奥克诺蒂心里别提多美了。他觉得自己现在简直强得可怕，不管是玩剑还是射箭，他都有信心不输给任何人。这种脱胎换骨的感觉让他甚至有点飘飘然了。就在他自我陶醉的时候，马克思突然在背后叫住了他，这一声小姐直接把他拉回了现实。马克思提到的这所学院，可是全世界天才都想挤进去的顶级学府，只要你没满20岁，就有机会参加每年的入学选拔。奥克诺蒂听得直翻白眼，这些规矩他比谁都清楚，毕竟为了攒够考试的报名费和培训费，他之前可是砸锅卖铁，甚至不惜去干那些见不得光的脏活。马克思摊开地图，指出了3个考官的位置，其中2个初级考官手里只有几张入场券，而那个高级考官手里可是攥着几10张票的肥差。马克思问他想去见哪一个，奥克诺蒂嘿嘿一笑，眼神里全是势在必得的野心。既然要玩，那肯定要玩票大的。他毫不犹豫地指向了那个最难搞的高级考官。马克思显然没见过这种阵仗，他忍不住提醒：这考试难度你问都不问，是不是有点太自信了？奥克诺蒂可不是在开玩笑，对他这种满级大佬来说，按部就班地拿普通票效率太低，只有搞定高级考官才能拿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他直接问考官在哪，马克思报出了一个惊人的位置，海拔12000多米的众神花园。谁知道他听完不仅没被吓到，反而觉得这地方还挺近，看来这趟差事注定要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了。这段时间的特训效果拔群，在马克思和利普莱夫的调教下，奥克诺蒂现在的身手已经跟之前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了。不过出发前，马克思还是泼了盆冷水，在正式入学之前，他的法杖魔法会被彻底封印，这等于是一上来就给大佬套了个虚弱。奥克诺蒂倒是一点不慌，既然考官不是随机分配的，那接下来的面试肯定会变得非常有意思。看着他两手空空准备出发，马克思都看傻了，问他是不是真的不打算带行李，甚至还吐槽他没带最喜欢的玩偶。利普莱夫倒是很看好自家小姐，觉得她这身打扮帅气极了。既然准备好了，马克思也不再啰嗦，直接宣布正式出发。这一路上可把奥克诺蒂累坏了，以前在游戏里这种赶路的过程点点鼠标就能跳过，现在倒好，只能老老实实坐马车硬扛。好不容易到了休息站，他正想下车活动活动筋骨，结果马克思突然把他叫住，还一脸严肃地伸出了手。奥克诺蒂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谁知道马克思居然说，为了给家里那位老爷子交差，他得现场给大小姐拍张照片。这突如其来的营业要求，直接把奥克诺蒂给整不会了。奥克诺蒂第一反应竟然是嫌贵，在这个科技落后的世界，用这种昂贵的魔法相机拍照，简直就是在烧钱。他觉得还不如找人画张相省心。结果马克思根本没接这茬，他轻咳一声，直接放出了终极大招，一套粉粉嫩嫩的蕾丝裙子。奥克诺蒂当场就傻眼了。利普莱夫也在旁边帮腔，双手合十不停的求情，说就穿这一次，求大小姐成全。没办法，奥克诺蒂最后还是妥协了，换上这身粉嘟嘟的行头。他感觉这辈子的脸都在今天丢光了。推开照相馆的大门，店员一看到这3位的组合，眼睛都亮了，还以为是哪家的大贵族带着家眷来拍全家福。马克思听了这话，尴尬的咳嗽了一声，赶紧纠正说
是要拍张照片，而且还得用最快的速度搞定。店员倒是爽快，立马就开始张罗起来。照片总算是拍完了，虽然奥克诺蒂觉得那是妥妥的黑历史，但好歹能继续赶路了。可刚坐上马车没多久，他就觉得这气氛有点不对劲。就在这时，突然响起了琴声，一个戴着大帽子的吟游诗人正对着奥克诺蒂深情款款地拨弄琴弦。这家伙也是个自来熟，直接宣布下一首歌要送给在座最可爱的那位小姐，甚至还当众报出了歌名，叫什么白皙的女孩。这明摆着就是在撩妹啊！诗人还自以为很帅的眨了眨眼。马克思和利普莱夫瞬间就变了脸色，那眼神恨不得当场把这诗人给生吞活剥了。奥克诺蒂被夹在中间，感觉这马车里的温度一下子降到了冰点。马车终于停了下来，目的地众神花园到了。放眼望去全是人，要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几乎全都挤到这儿来参加考试了。奥克诺蒂看着这人山人海的场面，心里直犯嘀咕，这竞争压力也太离谱了。结果那个吟游诗人还在旁边说风凉话，感叹这考试人气真旺。奥克诺蒂斜了他一眼，没好气地问他：“你一个成年人跑来凑什么热闹？”诗人倒是一脸淡定，说自己只是过来长长见识。可还没等奥克诺蒂反应过来，这家伙突然单膝跪地，摆出一副要表白的架势，把奥克诺蒂吓得连连后退。他神秘地开口说：“其实我的真实身份是……”这诗人真是把作死发挥到了极致，当着人家保镖的面，还敢在那儿深情告白，说要为最美丽的参赛者加油。话音刚落，马克思和利普莱夫的杀气就藏不住了，那场面简直是黑云压顶。紧接着就是一阵噼里啪啦的动静，诗人直接被揍飞了出去。等他再爬起来的时候，已经喜提了一对熊猫眼，但他倒也识趣，知道再待下去命都要没了，赶紧一边喊着祝福的话，一边脚底抹油溜之大吉。奥克诺蒂看着他逃跑的背影，心想这人虽然不靠谱，但确实让这沉闷的考试变得有趣多了。可还没等他笑出来，身边的利普莱夫突然转身就走，那神情冷得让人发毛。奥克诺蒂赶紧追问他要去哪，总觉得这女仆也要搞出什么大动静了。诗人虽然被赶跑了，但利普莱夫显然还没消气，他冷冰冰地丢下一句有事要办，转身就要去追那个倒霉蛋。奥克诺蒂被这股杀气吓得够呛，赶紧伸手拽住他的衣角，求他别在这个时候搞事情。利普莱夫沉默了半天，才阴沉沉地嘟囔了一句：“那家伙还真是命大。”好不容易安抚好了女仆，马克思又凑了过来，他一脸严肃地提醒奥克诺蒂，以后离那些乱七八糟的歌手远点，千万别被他们的花言巧语给骗了。奥克诺蒂刚想开口解释，马克思就自顾自地感叹起来，说自家小姐实在是太善良了，才会对那种轻浮的人心软。这下奥克诺蒂是彻底没话说了，明明是你们两个太护犊子，怎么到头来全成我的锅了？奥克诺蒂实在是受不了马克思的唠叨，忍不住吐槽他管得太宽，还随口补了一句最扎心的话：“反正你也不可能一辈子守着我。”这句话简直是致命暴击，刚才还威风凛凛的管家，瞬间像被雷劈了一样定在原地，整个人都陷入了自我怀疑。奥克诺蒂一看情况不对，赶紧找个借口溜之大吉。可等他跑到入学考试的候考区，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傻眼了。这哪是考试，简直是大型春运现场，排队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马克思总算拿到了牌号，但这队长的简直离谱。利普莱夫还在纠结要不要等，结果马克思语出惊人，让奥克诺蒂先去玩上1周，他一个人在这儿死磕，在这儿白耗掉7天。奥克诺蒂可没这个耐心，看他这副表情，肯定是憋出了什么坏主意。这下有好戏看了。既然不想排队，奥克诺蒂干脆现场攒了个局，直接拿出1枚金币当赌注，只要谁的牌号比他靠前，就能上台跟他扳手腕赢奖金。这下人群彻底炸锅了，大家看她是个弱女子，都觉得这金币跟白捡的一样，疯了一样往前挤。谁能想到这群人眼里的送财童子，其实是个惹不起的大麻烦。奥克诺蒂盯着系统面板，发现这买卖稳赚不赔，要不输就没损失，还能顺便刷刷名气。第一个送死的很快就跳了出来，盯着那枚金币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觉得这小姑娘就是个提款机。比赛正式开始，这块头差的也太远了，壮汉使出了全身的力气，结果奥克诺蒂连动都没动一下，他甚至还有心思走个神，仿佛对面坐着的只是个空气。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胜负就在一瞬间分出了。壮汉的手被死死按在桌上，全场瞬间变得鸦雀无声。谁能想到这小姑娘力气这么大？奥克诺蒂拍了拍手，已经在等下一个送上门的了。奥克诺蒂直接开启了清场模式，一个接一个的挑战者被秒杀，现场只剩下手掌撞击桌子的声音和他那句听起来像催命符一样的下一个。这群大老爷们儿彻底怀疑人生了，谁也没看清他是怎么出手的，只觉得这小姑娘身体里肯定藏着什么怪物。奥克诺蒂倒是一脸淡定，甚至觉得这群人有点太弱了，毕竟为了刷满系统成就，他以前可是把训练场都给练废了。看着手里这一大叠牌号，这下终于不用再浪费时间排队了。别看奥克诺蒂现在赢得轻松，这1个月他可是玩了命地在干，剑术、射箭，甚至近身格斗，要能加属性的训练他一个都没放过。木头桩子打碎了不知道多少个，连沙袋都被他给踢爆了。现在的力量值直接飙到了29，这在新手区简直就是纯属欺负人。他心里很清楚，除非对面也是个不睡觉的疯子，否则这群菜鸟根本没机会赢他。底下的围观群众已经看傻了，都在猜这小姑娘到底什么来头，甚至怀疑她练了什么禁忌的秘术。奥克诺蒂听着这些议论，只觉得好笑，
哪有什么秘术，全靠自己这一身硬功夫。趁着奥克诺蒂在台上大杀四方，台下的庄家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金币哗啦啦的往口袋里掉。这帮赌徒还在疯狂加码。庄家看着这一大袋子钱，嘴都要笑歪了，以为今天能神不知鬼不觉，发笔横财。结果奥克诺蒂突然出现在他身后，他开门见山的说了句：“大叔，咱俩5-5开吧。”庄家这下彻底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小姑娘不仅拳头硬，算盘打得比他还响。奥克诺蒂直接摊牌了，如果不分钱，就以非法赌博的名义送庄家去见官。这招反客为主，直接把对方吓瘫了。庄家哪见过这阵仗，只能乖乖认栽。就在奥克诺蒂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系统突然跳出了一个奇怪的提示：到底是谁在暗处盯着自己？这个问号背后的人又是谁？奥克诺蒂甩了甩头，管他是谁，先把眼前的比赛搞定再说。到了第二天，奥克诺蒂在台子上等的都快睡熟了，结果半天连个挑战者的影子都没见着，这下他可坐不住了。马克思在一旁冷冷地补了一刀：“这都怪您昨天表现得太高调，把那些想拿奖金的人全给吓跑了。”奥克诺蒂被对得哑口无言。就在他以为今天又要白跑一趟的时候，人群里突然传出一阵骚动，大家纷纷往两边退开，好像有什么不得了的怪物过来了。一个体型像座小山一样的巨型兽人大摇大摆地走到了台前，他盯着奥克诺蒂露出一口白牙，问他敢不敢跟自己也练练。这压迫感跟昨天的菜鸟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看来真正的硬骨头终于射得露面了。面对这个像山一样的对手，奥克诺蒂竟然当众耍起了无赖，他死死捂住耳朵大喊听不见，摆明了就是想赖掉这场比赛。围观的人群也跟着起哄，说这小姑娘简直是个怪力少女，谁跟她比试那才是真的疯了。兽人看着她那细胳膊细腿，心里却在盘算这姑娘的力量到底有多恐怖。关键时刻，马克思直接挡在了两人中间，他一脸淡定地表示，这场比赛没法打，因为双方的个头差的实在是太远了。这话一出，兽人挑战者当场就石化了。他心想，昨天这小姑娘虐菜的时候，可没见你们嫌弃过体型差距，这护短的理由找的也太离谱了，简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兽人眼看软的不行，干脆掏出金币想直接砸钱买个位置，结果马克思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冷冰冰地问他入场券在哪。这管家也是个狠角色，直接回了一句我不差钱，当众把兽人的面子给扫了个精光。奥克诺蒂躲在后面看得一愣一愣的，本以为这大块头会知难而退，谁知道他冷哼一声，转头就冲进了围观的人群里。大家伙都懵了，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见他摊开手掌，亮出那枚闪瞎眼的纯金币，随后让观众猜测金币在哪个手里。奥克诺蒂眼睛都亮了，心想原来还能这么玩。他二话不说，直接冲进人群，现学现卖，准备也抓个幸运儿。结果路人一看到他过来，吓得魂儿都飞了，一边跑一边喊着绝对不跟这个女魔头扳手腕。看来昨天的阴影还没散干净。奥克诺蒂赶紧把人拦住，笑眯眯的解释自己不是要打架，而是想玩把大的。只见他随手翻出一枚金币，在阳光下晃得人眼花。路人还在那儿认真分析，结果奥克诺蒂反手就是一个惊喜，直接把金币亮了出来。远处的吉塞尔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还忍不住夸了一句这小姑娘有点意思。旁边的人都急坏了，问吉塞尔怎么还有心思看戏，毕竟他的号码牌都被抢了。结果吉塞尔一脸无所谓，原来他根本不是来参加比赛的，他只是个想倒卖门票的黄牛。这猿人壮汉突然叫住奥克诺蒂，本以为要找麻烦，结果他嘿嘿一笑，夸这小姑娘不仅手头硬，脑子也转得够快。奥克诺蒂也是个懂人情的，立马笑着回了一句还是您老人家更胜一筹。就在这时，守卫在那边大喊下一组5个人赶紧进场。马克思和利普莱夫早就等在门口，谁能想到原本要排长队的差事，硬是被奥克诺蒂2天就搞定了，这效率简直是开了挂。奥克诺蒂这会儿正埋头苦干，对着一碗燕麦粥吃的那叫一个香。马克思在旁边都看无语了，忍不住问他怎么每次来都点这个。奥克诺蒂理直气壮地说，这可是这里的限定款，别处根本吃不着。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了过来，原来是那位吟游诗人。他笑眯眯地跟奥克诺蒂打招呼，说没想到在这儿也能碰上。奥克诺蒂也是一脸意外，赶紧打听他是什么时候到的。诗人倒是挺淡定，说自己昨天刚落脚，这世界还真是小的离谱，走哪儿都能遇上熟人。这位诗人倒也坦诚，说自己这次来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专门来卖艺的。奥克诺蒂看着他拨弄琴弦，心里还嘀咕呢，以前总觉得诗人这职业没啥用，现在看来好像还真有点门道。马克思在旁边一眼看穿，直接打断了奥克诺蒂的胡思乱想。诗人也没卖关子，直接问他们是不是为了考试来的，还顺手送了一个大情报。原来考官每小时都会下楼一趟，只要留心听他和店主的对话，就能找到通关的关键。这简直就是保姆级的攻略。奥克诺蒂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迈克尔和店主才是破局的核心。可转念一想，这事儿不对劲啊，这种核心机密连资深玩家都不一定知道，他一个昨天刚到的诗人是从哪儿打听到的？奥克诺蒂刚想开口质问，结果这诗人比兔子跑得还快，打个哈哈转身就溜了。这下更可疑了，他到底是什么来头？迈克尔溜走，卸下伪装，他嘴角带着一丝玩味的笑，自言自语说这次运气不错，竟然发现了一块很有意思的原石，看来奥克诺蒂早就被他盯上了。迈克尔大摇大摆地走到柜台前，一脸嫌弃地翻着菜单，抱怨这穷乡僻壤的地方连顿像样的饭都吃不上。他开口就要蜂蜜酒和极光刨冰，结果店主一脸为难说蜂蜜断货了，冰块也要等上1周才有。
马克思在旁边低声提醒奥克诺蒂，看样子考官已经把题目摆在台面上了。这场名为迈克尔的入场券考试，现在正式拉开序幕。迈克尔和店主的这段对话，就像是坏掉的 NPC 在循环播放，每隔1小时就来这么一出。奥克诺蒂盯着他们，已经把通关线索摸得透透的了。马克思在旁边有点等不及了，问他是不是打算一直坐着看戏。奥克诺蒂道是稳如泰山，说自己心里有数，这可不是在发呆，而是在脑子里跑地图呢。根据刚才的情报，蜂蜜在2000米的高处，冰块则分布在更危险的深层。普通人为了稳妥，大多会组队去2、3层碰碰运气，但奥克诺蒂可不想把事情搞复杂，他正琢磨着最省力的法子。就在这时，旁边突然冒出一个红毛兽人，这家伙倒是挺自来熟，直接凑过来提议说，如果他能带回第4层的树枝，能不能顺便也给他做一份？店主倒是爽快，只要食材给够，什么要求都能答应。那个红毛兽人听完，二话不说就冲了出去，连个队友都不带，周围的人都看傻了。那可是第4层啊，一个人去简直就是送死，大家都在小声嘀咕，这哥们儿怕是回不来了。这时吉塞尔凑过来问奥克诺蒂打算去哪一层，奥克诺蒂慢悠悠的回答，还没想好呢。这态度把吉塞尔给整懵了，以为他这是打算直接弃考。奥克诺蒂微微一笑，反问了一句，通关的方法难道只有一种吗？这话一出，吉塞尔看他的眼神立马变了，他感慨说，你果然和那些缩在旅馆里只敢等死的人不一样，看来奥克诺蒂心里早就憋着一个大招了。吉塞尔还在替奥克诺蒂担心，觉得她一个女孩子肯定搞不定那些稀有食材。奥克诺蒂却只是神秘的笑了笑，说他早就安排好了。转眼到了2天后，酒馆门口突然传来了动静，一辆装得满满当当的马车稳稳地停在了路边。男人一脸轻松，说你要的东西全在这儿了。周围的邻居也开始指指点点，都在好奇这车里装的是什么宝贝。就在这时，有人终于认出了那个拉货的男人，他就是最近镇上名声大噪的万事通吉塞尔，只要给够钱，就没他办不成的事。吉塞尔把厚厚的一叠清单直接拍在了店主面前，要求兑换所有食材对应的菜品。店主低头一看，整个人都僵住了。就在这时，迈克尔推门走了出来，他一边揉着太阳穴，一边感叹自己在这儿干了整整5年，还是头一回见到这种场面。有人竟然在第1次考试里就一口气集齐了20种菜单，整整33张兑换券，从巧克力球到昂贵的蜂蜜酒，清单上的物资多到离谱。迈克尔翻看着手里的记录，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哪是来参加考试的，这分明是来进货的。吉塞尔凑了过来，神秘秘的掏出几张票，问他有没有兴趣买几张。奥克诺蒂随口问了句价格，好家伙，一张铜票竟然要100金币，这价格简直是在抢钱。奥克诺蒂心里立马反应过来，这家伙原来是个黑市票贩子，这种套路他在游戏里见多了，以前根本没放在心上，结果现在居然主动找上门了。奥克诺蒂二话不说，直接掏出1大袋金币递了过去。吉塞尔这下也有点懵，心想这小姑娘也太好骗了，还特意确认了一遍，是不是只要1张铜票就行？谁知道奥克诺蒂微微一笑，说他买的根本就不是票。他凑到吉塞尔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对方的表情瞬间就变了。一转眼5天过去了，吉塞尔一直在旁边偷偷观察，想看看这位大小姐到底打算怎么拿到入场券。可看来看去，她好像每天除了跑步还是跑步。就在这时，马克思突然停下脚步，语气变得严肃起来。他说，以奥克诺蒂现在的身体素质，普通的体能训练已经没意义了，必须得来点真格的。话音刚落，马克思手里寒光一闪，竟然直接亮出了武器。他打算在跑动中进行攻击，让奥克诺蒂练习实战闪避，这训练强度瞬间就拉满了。为了不让奥克诺蒂真的受伤，马克思会提前预告攻击的位置，但即便如此，这种高压下的反应练习也绝不是闹着玩的。奥克诺蒂没有退缩，大声回应了一句明白了。马克思轻轻推了一下单片眼镜，眼神里透出一股冷峻，真正的魔鬼训练现在才刚刚开始。马克思这回是真下死手了，一边高速移动，一边精准的投掷武器，嘴里还不停喊着攻击的位置，右臂、右耳、左腿，每一招都直奔奥克诺蒂的要害。奥克诺蒂在密集的寒光中拼命闪躲，看着眼前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吉塞尔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这种强度的训练真的不打算报警告他虐待吗？谁能想到奥克诺蒂竟然盯上了吉塞尔的奖励，那可是整整32道顶级美食，普通人平时连见都见不到。吉塞尔笑着提了个建议，咱们干脆打个赌，只要你能用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拿到票，这些吃的就全归你，可要是你输了，就要花100金币买1张银票，这明摆着是个坑。结果这姑娘满脑子全是吃的，看着自家小姐这副没出息的样子，马克思在旁边都看无语了，这哪还有半点贵族大小姐的样，简直是把家族的脸都丢光了。奥克诺蒂还在这儿美呢，觉得白捡了一顿大餐。吉塞尔在旁边看得直叹气，这姑娘的自信到底哪来的？不过等他仔细观察，才发现这宅子里的人全都不对劲，这哪是伺候人的仆人，简直是一群索命的阎王。那个叫利普莱夫的女仆面不改色的往汤里下毒，管家马克思更离谱，平时练手竟然是朝自家小姐飞刀子。吉塞尔整个人都看傻了，这事儿要是传出去，这俩人早该被抓起来了。结果奥克诺蒂竟然还活得好好的。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奥克诺蒂已经吃完起身，正好撞上了躲在暗处的吉塞尔，这下气氛突然变得有点尴尬。吉塞尔这几天看下来，觉得奥克诺蒂过得简直不是人日子，天天被投毒还被飞刀炸，他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他一脸真诚地凑过去，说：“要是哪天你在这儿混不下去了，尽管来找我，我保证让你吃香的喝辣的有房住。”这明摆着是要挖墙脚啊！话音刚落，马克思就鬼魅般的出现了，那眼神冷得能掉冰渣子。他直接替自家小姐拒绝了，说：“我们小姐以后是要去学院深造的，绝对不可能去当什么商人。”这火药味一下子就上来了，两个大佬谁也不让谁，气场撞在一起都要冒火星子了。他这才发现，周围坐着的竟然全是吉塞尔的人，这要是真打起来，后果简直不敢想象。奥克诺蒂夹在中间，尴尬的要命，赶紧站出来打圆场。吉塞尔觉得话说到这份上就够了，他只是想给这孩子留个念想，万一以后真遇到了什么难关，至少他知道还有人能帮一把。镜头一转，酒馆这边却出了意外，两个冒险者辛辛苦苦送材料过来，结果店主却说东西早就有人送到了。这下两人直接傻眼，谁动作这么快，竟然能截胡？就在这时，一个大块头把沉甸甸的袋子往桌上一砸，说这是最顶级的荆棘兽之夜。店主赶忙上前检查，这可是难得一见的稀罕货，做一道顶级料理绝对绰绰有余。周围的人全都被这阵仗吸引了。而在角落里，迈克尔正一言不发地坐着，那眼神冷得让人不敢靠近，仿佛周围的热闹都跟他没关系。那个大块头还没打算收手，转头就开始嘲讽奥克诺蒂，说：“你这小不点怎么还没走？看来接下来的麻烦是躲不掉了。”谁能想到大块头竟然真的把材料凑齐了。迈克尔直接甩出一张黄金入场券，说：“你现在已经拿到了保送名额，根本不用看那帮考官的脸色。”迈克尔还没反应过来，这大块头突然话锋一转，指着他的鼻子就开始挑衅：“黑哥们，要不要趁现在跟我切磋一下？”这下正中迈克尔下怀，他露出一抹危险的笑：“既然你这么想找不痛快，那就当是饭前的热身运动了。”两人二话不说，直接换地方开打。酒馆里瞬间空出了一大片地方，一直在旁边观察的奥克诺蒂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大佬们都跑出去打架了，剩下的烂摊子正好给了他大显身手的机会。这可不是靠运气，而是奥克诺蒂真正的硬核操作。他直接甩出一份特别精选菜单，这东西厉害就厉害在他能强制生成你想要的任务。迈克尔本来还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结果等他翻开那份菜单，整个人瞬间就定住了，那眼神里写满了不可思议。他死死盯着菜单上的内容，半天没挪开眼，显然上面的东西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奥克诺蒂在旁边自信心爆棚，甚至还摆出了一个闪亮的姿势，心里疯狂呐喊：“快点啊，快对这份完美的菜单说点什么！”结果迈克尔只是沉默地拖着下巴，一句话也不说。迈克尔终于开口了，一句不错，说明奥克诺蒂这次是真的稳了。他之前就觉得这小姑娘不简单，身边跟着两个狠角色，自己肯定也是个隐藏的宝贝。这种大胆的想法确实够吸引人。迈克尔在夕阳下慢悠悠地走过去，甚至还开起了玩笑，问那个深夜限定的剑术对决是不是已经卖断货了。看着奥克诺蒂那副自信满满的样子，迈克尔反而觉得挺有意思。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粗鲁劲儿，在他眼里居然成了一种难得的才能。不过他也没忘了损两句，说：“你这菜单里写着深夜条件，结果自己每天晚上准时睡觉，真是个守规矩的好孩子。”谁能想到像他这样的大佬，竟然会为了一个菜单等上整整5天。迈克尔随手拎起木剑，语气冷得让人发抖。既然让他等了整整5天，那接下来的测试他可绝对不会放水。但这正是奥克诺蒂想要的，这5天的等待其实是他秘密计划里最关键的一环，因为根据迈克尔定下的规矩，拖到第5天，难度就会直接飙升到地狱级别。迈克尔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看着眼前这个小姑娘，眼神里满是怀疑，连那个强悍的兽人都只敢挑战4级，你一上来就选最高难度，是不是有点狂的没边了？奥克诺蒂没有废话，直接用行动给出了回应。他稳稳地握住剑柄，眼神里没有半点退缩的意思。就在这一瞬间，两柄木剑狠狠地撞在一起。奥克诺蒂主动打破了沉默，他说：“只要这一剑挥下去，到底有没有真本事立马就能见分晓。”迈克尔听完直接冷笑一声，周身的气场瞬间变得极其恐怖，显然他已经被彻底激起了斗志，准备要动真格的了。他死死盯着眼前的女孩，语气里满是危险的信号。既然你非要挑战极限，那现在想后悔可已经没有后悔药吃了。迈克尔这下是真的动真格了，他本以为这一剑就能结束战斗，谁知道奥克诺蒂不仅硬生生接了下来，还顺势找出了他的破绽。这身法简直快得离谱，迈克尔势在必得的一击竟然落空了，局面一下子变得扑朔迷离。看来这场对决才刚刚进入最精彩的部分。迈克尔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这女孩走路没声音，连衣服摩擦声都听不到，简直就像个天生的顶级刺客。他心里很清楚，这身手已经完全超出了测试标准，于是他直接收手宣布：“你通过了。”奥克诺蒂还没打过瘾，正打算展示一下压箱底的魔法，结果迈克尔反手掏出一张发光的卡片，谁能想到他竟然把最珍贵的白金入场券直接交到了这个女孩手里。力量、技巧、分析能力、创造力和剑术你全都过了，你的特别菜单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迈克尔嘴上说着表现不错，手里的白金票刚要递出去，结果就在奥克诺蒂伸手接的一下子，他竟然故意把手举高了。这男人露出一副老狐狸的笑脸，说要给奥克诺蒂一个发财的机会，只要把这张白金票换成10张金票，转手一卖就能赚翻了。要知道市面上大多都是破铜烂铁，金票的价值简直高得离谱，这诱惑换了谁恐怕都得心动。
可奥克诺蒂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这哪是什么发财的机会？这家伙分明是在拿钱当诱饵，故意在这儿试探他的底线呢。奥克诺蒂根本没把那点钱放在眼里，毕竟他最不缺的就是银子。迈克尔看他态度这么坚决，终于收起了那副试探的嘴脸。他递过来一张15号票，还特意交代这里面的水深着呢，号码越小代表背后的身份越不一般。看来这张票的含金量比想象中还要高得多。就在奥克诺蒂拿了票准备走人的时候，迈克尔突然在身后叫住了他。他显然是对这个女孩产生了兴趣，想打听一下她到底叫什么名字。奥克诺蒂停下脚步，回头露出了一个自信的笑脸，轻声报出了那个名字：奥克诺蒂。看着奥克诺蒂离开的背影，迈克尔整个人就像变了回事情。他嘴里念叨着那个名字，心里却在盘算一个疯狂的计划。他希望这女孩能快点长大，最好在10年后变成一个值得让他亲手解决的对手。这种危险的期待，光是想想就让人脊背发凉。另一边，奥克诺蒂已经回到了管家马克思身边，马克思正忙着安排住宿，利普莱夫也准备去收拾行李，一切看起来都恢复了平静。可就在奥克诺蒂落单的一瞬间，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夸他刚才的表现实在太精彩了。奥克诺蒂回头一看，这下麻烦了，盯上他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在黑市倒卖货物的吉塞尔。奥克诺蒂晃了晃手里的票，问吉塞尔是不是该愿赌服输了。吉塞尔倒也干脆，直接举手认栽。他一边科普考试的规则，一边在心里打起了小算盘。看这小姑娘的气质和手里的票，多半是哪个名门望族培养出来的精英。毕竟为了把孩子送进顶尖学院，那些大家族什么招都使得出来，甚至不惜把孩子当成工具来使唤。吉塞尔越想越觉得这女孩背景深厚，干脆凑过去套近乎，打听她到底是哪家的千金。结果奥克诺蒂一开口，场面一度非常尴尬。他说自己根本不知道是哪家的。这下轮到吉塞尔傻眼了，这种离谱的回答到底是真糊涂还是在装傻？吉塞尔试探着问他，平时参不参加名媛舞会或者茶话会？结果奥克诺蒂一脸淡定，说那种地方能管饱吗？这话一出，吉塞尔在心里彻底脑补出了一场大戏。他觉得这女孩肯定不是普通贵族，而是被家里人当成工具，从小就只知道训练和牺牲的可怜虫。看着眼前这个懂事的小姑娘，吉塞尔的热血一下子就上头了。他猛地拍着胸脯宣布，自己也要参加这次入学考试，一定要去护着她。奥克诺蒂听完直接翻了个白眼，问他是不是打算虚报年龄去装嫩，毕竟这大叔的脸怎么看都不像个学生。不过奥克诺蒂心里也犯嘀咕，这剧情在游戏里根本没出现过，看来自己是撞了大运，触发了那只有1/1000概率的隐藏剧情。奥克诺蒂看着吉塞尔那副热血的样子，忍不住开启了毒舌模式，调侃他这是打算焕发大叔的第二春，还祝他这个梦想能早日成真。吉塞尔一听这话，整个人都不好了。他原本是想当个正义的护花使者，结果被这小姑娘一搅和，反倒显得自己像个图谋不轨的怪叔叔。他站在原地，越想越气，觉得自己真是脑子抽了，才会想去保护这个牙尖嘴利的小鬼。这下倒好，人还没帮上自己，先被气个半死。可就在这时，奥克诺蒂盯着手里的票，整个人突然定住了。他像是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原本他以为这手里拿的不过是张普通的票，要么坐马车，要么就是坐那种慢悠悠的木船。可马克思推了推单片眼镜，语气严肃地纠正了他，这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船票，而是极其罕见的飞艇登机证。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奥克诺蒂整个人都愣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飞船？马克思一脸严肃地确认，你真的要陪大小姐去参加考试？吉塞尔笑着点头，事情就是这么定的。不过有个坏消息，马克思推了推单片眼镜，最后一张飞船票已经被他提前买断了。本以为这下彻底没戏了，结果吉塞尔爽快地掏了钱，直接把票接了过去。可就在准备登机的时候，奥克诺蒂突然发现了不对劲，明明说是最后一张票，为什么他手里拿的是2张？谁能想到这辈子竟然能见到真的飞船？奥克诺蒂整个人都看呆了，这场面却实够震撼。他随口问了一句票价，结果马克思的回答差点让他当场跳起来，一张票竟然要10个金币，这哪里是坐船，这简直是在烧钱。马克思却一脸淡定，直言这是老爷给他的奖励。奥克诺蒂心里很清楚，能随手甩出这种天价的家族，背景绝对不简单。奥克诺蒂趁机想套个话，问他父亲到底叫什么名字，结果马克思头也不回，只留下一句以后你自然会知道。就在这时，奥克诺蒂在人群中突然看到了一个老熟人，那只强壮的红毛猩猩阿比柱竟然也在这里。原来这家伙也没闲着，他跟吉塞尔私下达成了交易，用当保镖作为交换，才换到了这张珍贵的飞船票。这支临时凑起来的队伍，每个人似乎都揣着自己的秘密，接下来的旅程恐怕没那么太平了。随手就能送出昂贵的飞船票，这雇主确实够大方的。阿比柱对这份新差事相当满意，吉塞尔也顺势介绍了这位强力保镖。奥克诺蒂在一旁看得真切，这种级别的票说给就给，看来这位行商大叔比表面上要有钱得多。可马克思和利普莱夫却始终冷着脸，那负巨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让周围的气氛降到了冰点。奥克诺蒂这下彻底看不下去了，他猛地站出来大声抗议，觉得这2个人实在是太没礼貌了。在他眼里，吉塞尔可是个热心肠的好人，不仅帮过他的忙，还是个活到老学到老的榜样。谁要是对他不客气，他第一个不答应。奥克诺蒂这姑娘心是真大，还在那儿拍着胸脯保证说绝对没什么好担心的。结果马克思和利普莱夫直接被他整沉默了。
另一边阿比柱倒是挺高兴，一边大笑一边重重拍着吉塞尔，夸他这嘴是真能说。可怜的吉塞尔，这身子骨哪受得了这种折腾，差点没被当场拍散架。随着巨大的飞船平稳升空，外面的喧嚣总算告一段落，蓝天白云就在窗外，这才是真正的云端旅行。马克思不失时机的提议，既然都上船了，不如带大小姐去参观一下。奥克诺蒂一听就来了兴致，正好去看看这天价飞船里到底有什么好东西能开开眼界。一听说要去参观，奥克诺蒂立马暴露了吃货本色，吵着闹着非要先去餐厅不可，这让马克思和利普莱夫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利普莱夫忍不住吐槽，自家这位大小姐对美食真是一点抵抗力都没有。可谁也没想到，奥克诺蒂这么急着去干饭，其实是为了完成他的秘密任务。在过去的这个半月里，他一直在疯狂收集各种情报，只要吃过见过的东西，都会被他记在随身的小本本上。虽然没有系统面板，有点不方便，但靠着这种勤能补拙的办法，奥克诺蒂的实力正在这些不起眼的细节中悄悄地发生着质变。这可不是普通的日记，而是一本实打实的百科全书，上面密密麻麻记录了上百种菜肴，每达成一个收集目标，竟然还能获得额外的属性加成。奥克诺蒂自以为藏得挺好，觉得反正笔记是用日语写的，这帮土著肯定看不懂。可他那富贵鬼祟祟的样子，早就让马克思满头问号了。不过一进餐厅，他就把什么秘密都抛到了脑后。看着满桌子琳琅满目的美食，这姑娘眼睛都直了，直呼这里简直就是天堂。她现在完全进入了干饭人模式，两只手抓着饼干左右开弓，塞得嘴巴鼓鼓囊囊的。马克思在旁边都看愣了，忍不住提醒他要不要换个口味试试别的菜。奥克诺蒂嘴上答应的痛快，心里却还在打着小算盘，他得趁这个机会把这里的标准分量都摸清楚，好给他的百科全书增加数据。就在他吃得正欢的时候，阿比柱这只大猩猩手里抓着一大把烤肉走了过来，一边大笑一边嘲笑奥克诺蒂，说他这种吃法根本就不入流，真正的吃货马上就要给他上一课了。阿比柱端着一大盘肉，大大咧咧的给奥克诺蒂做示范，说这才是真正的干饭姿势。可他哪知道，奥克诺蒂这会儿正忙着刷经验呢。就在刚才，他脑子里突然叮的一声，巧克力饼干的条目正式解锁，这让他瞬间抓住了窍门。原来根本不需要吃太多，只要达到标准分量，就能成功激活百科奖励。这下奥克诺蒂可彻底放开了，他露出一副计划通的笑容，开始在餐厅里横扫千军，蘑菇汤、卷寿司、三文鱼，要是桌上摆着的，通通逃不过他的嘴。系统提示音在脑子里响个不停，甜瓜、寿司接连入账。看着奥克诺蒂这副饿虎扑食的架势，马克思端着盘子站在旁边，整个人都看傻了。唯独阿比柱还在那儿没心没肺的大笑，夸着小姑娘胃口真不错。看着奥克诺蒂优雅的吃相，马克思表面上在夸他懂礼貌，心里却在盘算着是不是因为今天的训练量太小了，甚至还想给餐具增重2公斤。这魔鬼教练的本性真是藏都藏不住。紧接着，马克思突然开启了煽情模式，一脸严肃地说：“奥克诺蒂就是他最大的骄傲。”这突如其来的表白，把正在干饭的奥克诺蒂都给整懵了。在马克思眼里，自家大小姐简直完美，不挑食，不抱怨，比同龄的孩子勤奋了不知道多少倍。他甚至开始给奥克诺蒂画大饼，坚信家主总有一天会认可他的努力。可听到这话，奥克诺蒂不仅没感动，反而露出了嫌弃的表情。在他心里，那位所谓的父亲最好这辈子都别见面，躲毒还来不及呢。马克思突然拿出一颗发光的紫色方块，递到了奥克诺蒂面前。他说只要坚持训练，总有一天能亲手打开这个秘密。刚才还想躲着训练的他，现在恨不得马上冲进练功房。看着大小姐这副干劲十足的样子，马克思在旁边露出了满意的微笑。阿比柱在一旁看着，觉得这主仆情深的画面挺温馨。可坐在一边吃肉的吉塞尔却冷不丁地泼了一盆冷水。他盯着那个方块，语气里透着一股寒意。在他看来，眼见未必是实，这温馨的表象背后肯定还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算计。一声凄厉的惨叫直接划破了飞船上空的宁静。奥克诺蒂这下是真的心态崩了，他抱着头疯狂抓狂，嘴里还在控诉太残忍了。谁能想到这飞船上的自助餐竟然5点就关门了？这对吃货奥克诺蒂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奥克诺蒂哀嚎着：“我的晚餐就这么没了，这也太残忍了吧！”好在利普莱夫靠谱，转头就找了一家深夜餐厅，这才把大小姐从崩溃边缘拉回来。奥克诺蒂瞬间满血复活，拉着利普莱夫就要去大吃一顿。可真到了餐厅，看着手里的菜单，奥克诺蒂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除了自助餐和训练场，他对这些高雅的地方真是一点兴趣都没有。这顿饭他真的能吃得开心吗？一看菜单，奥克诺蒂直接傻眼，这哪是吃饭，这简直是在吞金啊！一顿饭竟然要1个金币。马克思倒是淡定，直言这钱由主人报销，算是给大小姐的奖励，还顺带提了一句主人非常期待她的成长。奥克诺蒂听完却动了心思，他半开玩笑地问：“如果我以后不进步了，你还会留在我的身边吗？”马克思沉默了半晌，语气变得异常冰冷。他说：“主人手下从不养闲人，没有才华的人根本不值得被关注。”这话听着真让人心凉。奥克诺蒂盯着马克思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追问：“那你的想法呢，马克思？你也会离开我吗？”面对这个送命题，马克思竟然沉默了，心里憋起火，没处发泄。奥克诺蒂大半夜跑到训练场，对着木桩就是一顿疯狂输出，好像要把所有的委屈都砍断。利普莱夫悄无声息地出现，一眼就看穿了真相，直接问大小姐是不是和管家吵架了。
奥克诺蒂嘴硬说没有，可心里早就乱成了一团麻。他开始后悔问出那个幼稚的问题，明明好几天没见了，结果一见面就闹成这样。他停下动作，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他说自己只是觉得很难过。其实奥克诺蒂心里很清楚，他根本不在乎什么才华和价值，他只是想听马克思亲口说一句，哪怕是骗他的也好，说他会永远留在他身边。这种患得患失的感觉，到底是因为依赖，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呢？奥克诺蒂转头看向利普莱夫，问他是不是也一样，只要主人一句话，就会立刻消失在他的世界里。利普莱夫没有否认，他说自己也是听命行事，如果主宅那边有召唤，他必须得回去。奥克诺蒂自嘲地笑了笑，果然这世上没人会永远陪着他，所有的相遇最后都逃不过分开的结局。可就在这时，利普莱夫突然掏出一大罐糖果，他说只要这罐糖没吃完，他就绝对不会离开。奥克诺蒂还是不放心，万一主人下死命令让你回去呢？利普莱夫一脸淡定地回答，那我就假装没收到消息。听到这个离谱又暖心的回答，奥克诺蒂嘴上骂着他是骗子，却一头扎进了利普莱夫的怀里。这罐糖到底能吃多久，谁也不知道，但至少在这一刻，他不再是孤身一人了。奥克诺蒂紧抱着利普莱夫，感慨有这样的女仆真好。利普莱夫也温柔的回应，能侍奉大小姐是他的荣幸。刚才还煽情的不行，结果奥克诺蒂下一秒就变脸，他大手一挥宣布，看在利普莱夫这么忠心的份上，这次就先原谅他了。紧接着他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计划，既然没钱请马克思吃饭，那就去赌场捞一笔。利普莱夫带路去赌场，结果利普莱夫确实带路了，但奥克诺蒂抬头一看，直接傻眼，这哪是赌场，这分明是身高1.4米以下的儿童区。利普莱夫一脸淡定的补刀，赌场有硬性规定，未满15岁或者身高不到1.5米，通通不准进。奥克诺蒂气得直跳脚，大骂利普莱夫是个腹黑女仆，但他可没打算就这么放弃。既然赌博行不通，那就用压箱底的绝招。他决定利用炼金术去搞钱，只要赚够了金币，就能风风光光的请马克思吃大餐，到时候看他还有什么话说。利普莱夫再次扎心提醒，因为身高只有1.53米，奥克诺蒂会被赌场保安无情拦截。不过利普莱夫可没打算放弃，他让奥克诺蒂先在安全的地方待着，自己转身就去钻规则的漏洞。结果所谓的安全地方，竟然是个满是滑梯和长颈鹿的游乐场。奥克诺蒂气得直跺脚，这地方安全是安全，但对他这个年纪来说也太幼稚了。可转念一想，以前玩硬核游戏的时候，他从来没踏进过这种新手村，身为顶级玩家的好奇心突然就这么燃起来了。他大喊一声冲进球池，结果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系统竟然弹出提示，在球池里躲藏超过1分钟，居然能额外增加前行经验值。只要经验刷得够快，在哪待着不是待呢？奥克诺蒂躲在球池里美滋滋，觉得这种刷经验的方法简直绝了，既能躲开那群小屁孩，还能白嫖前行值，这波操作稳赚不赔。耳边突然传来一阵议论声，马上就要参加学院入学考试了，以现在的水平，能不能考上还是个未知数。旁边长椅上的路人正对着一个小孩赞不绝口，直夸他是难得一见的天才。奥克诺蒂敏锐地捕捉到了关键词：学院、天才。谁能想到这两个小家伙居然在这儿苦？哈哈，地带娃。杰西一脸不耐烦，马克思更是被口水弄得没脾气。两人正聊着学院里那些天才的传闻，杰西还在幻想会不会有他们这个年纪就能入学的神人。结果马克思一盆冷水扣下来，觉得他纯粹是听多了八卦。就在这时，一堆彩球突然炸开，奥克诺蒂就这么大摇大摆的出现了。这出场方式直接把两人给看傻了。奥克诺蒂倒是一点不认生，上来就打听两人的关系。杰西赶紧撇清，说两家只是邻居，根本算不上什么朋友。奥克诺蒂随口一问，直接把杰西和马克思给问懵了。这小姑娘居然也要参加考试，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奥克诺蒂赶紧转移话题，主动帮他们带起了孩子。杰西还在感叹，这女孩看着年纪不大，做事倒是挺成熟。奥克诺蒂心里暗笑，毕竟自己壳子里住着个成年人。就在这时，他盯上了孩子手里那颗绿球，这玩意儿沉得不正常。奥克诺蒂越看越觉得，这肯定是某种稀有的强化石。为了搞清楚这宝贝的来头，他居然打算直接上嘴尝尝。结果这一口下去，事情彻底失控了。谁能想到这根本不是什么强化石？奥克诺蒂整个人瞬间烧了起来。杰西和马克思彻底吓傻了，谁能想到这姑娘真敢把那玩意儿吞下去？马克思赶紧跑去找大人帮忙，杰西更是一把拽住奥克诺蒂，非要拉着他去医务室。奥克诺蒂本来想拒绝，可稍微一试探，发现杰西这力气还真不小，要是强行挣脱，恐怕这小姑娘的当场受伤。为了不惹麻烦，奥克诺蒂只能任由他拽着跑。可他还没意识到，真正的麻烦已经追上来了。利普莱夫正慢悠悠地找人，对他来说，这更像是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他很清楚，自家小姐绝不会躲在普通的地方。看着眼前这片彩球池，利普莱夫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看来这场捉迷藏马上就要分出胜负了。利普莱夫还在球池里翻天覆地的找人，可奥克诺蒂这边却出了个天大的意外。检测老师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这小姑娘快10岁了，居然在系统里查不到任何登记信息，简直就是个黑户。老师只能尴尬的打圆场，觉得肯定是机器出了故障，毕竟哪有父母会这么心大，连身份登记都不给孩子办。杰西听完悄悄凑过来打听情况。奥克诺蒂道：
也坦诚，直说根本没人教过他这些。就在这时，广播里传来了寻人启事，描述的每一个特征都精准对上了奥克诺蒂。杰西这下彻底误会了，他觉得奥克诺蒂的父母肯定不正常，甚至可能是在虐待孩子。看着奥克诺蒂那副淡定的样子，杰西心里全是同情，他决定要帮这个可怜的女孩逃离那个不正常的家。可他哪知道奥克诺蒂背后的身份远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杰西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哪有亲爹会给10岁的女儿安排剑术和射击活物的训练？在杰西的脑补里，奥克诺蒂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一把抓住奥克诺蒂的手，一脸严肃地提议要带他私奔。奥克诺蒂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杰西拽着一路狂奔，直到被2名护士拦了下来。护士本想拿几颗糖果安抚一下这2个乱跑的小姑娘，奥克诺蒂甚至还在好奇这糖到底是什么味道。可下一秒，杰西的举动让全场都静止了，他竟然直接掏出一把枪，黑漆漆的枪口死死对准了护士。这下事情彻底闹大了，杰西一边大喊着让开，一边拽着奥克诺蒂冲了出去。奥克诺蒂整个人都傻了，他只是想来参加个考试，怎么莫名其妙就变成亡命天涯了？杰西带着奥克诺蒂一路狂奔，还真让他找到了一个紧急逃生口，只要穿过这道光，他们就能彻底逃离这里。奥克诺蒂倒是一点不慌，他觉得自己只是顺着剧情演了演，结果系统提示刷个不停，前行和欺骗的经验值直接拉满了。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一个低沉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管家马克思像座大山一样挡住了所有的退路。他冷冷地问了一句：“小姐，您还没玩够吗？”杰西哪见过这种阵仗，在他眼里，马克思现在的样子简直就是个要把孩子抓回去的恶魔。他死死护在奥克诺蒂身前，大喊着让奥克诺蒂快跑，还控诉马克思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才故意隐藏奥克诺蒂的身份。看着杰西为了保护自己连命都不要的样子，奥克诺蒂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被触动了。他轻轻拉住杰西的手，真诚地说了声谢谢，毕竟长这么大，他还是头一回交到这么小的朋友。既然对方都这么掏心掏肺了，奥克诺蒂也决定不再隐瞒，他要跟杰西彻底摊牌。他一字一句地告诉杰西，自己一定要进入这所学院。奥克诺蒂已经下定决心，只要能顺利从学院毕业，家族的危机就能迎刃而解。他轻声和杰西告别，头也不回地走向远方，因为接下来的路只能他一个人走。马克思在旁边沉默了很久，终于忍不住开口问：“既然知道这次机会这么难得，为什么还要闹出这么大动静？”这一老一少心里都清楚，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刚刚开始。奥克诺蒂一脸轻松地说：“刚才只是闹着玩，谁能想到那些守卫竟然这么不经打。”马克思没再多说什么，牵起他的手转身离开。躲在角落里的杰西默默看着他们走远，直到同伴急匆匆地跑来问他到底在磨蹭什么。这一刻，杰西终于想好了，他不能坐视不管那个叫奥克诺蒂的孩子，他就定了。就在杰西商量对策时，一个陌生的男人突然出现，自称是奥克诺蒂的朋友，行商吉塞尔。他看着这2个涉世未深的孩子，出了个主意，让他们给家里的兄姐写信，只要家族肯出手，事情就好办了。杰西和伙伴信以为真，兴冲冲地跑去准备纸笔，以为终于找到了救人的办法。可吉塞尔看着他们的背影，脸上的笑意却渐渐消失。这2个孩子背后的势力确实是最好的垫脚石，但想要救下那个女孩，光靠这些还远远不够。在吉塞尔眼里，杰西那股子天真的勇气反而是个好用的棋子，只要利用得当计划，就能更进一步。与此同时，飞空艇的旅程已经结束，奥克诺蒂一行人终于抵达了目的地。随着舱门缓缓开启，第2轮入学考试的现场正式出现在众人面前。这里的气氛和之前完全不一样，到处都是摩拳擦掌的考生，谁都不知道这场特殊的考试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刚进考场，利普莱夫就发现了不对劲，那些拿着金票的考生竟然被单独带往了另一个方向。看来这次考试的规则远比想象中要复杂。奥克诺蒂嘴角微微上扬，他已经看穿了这场考试背后的花招。就在这时，马克思停下了脚步，神情严肃地叮嘱道：“考试一旦开始，他就不能再陪在身边了，不管结果如何，最重要的是别让自己受伤。”看着马克思认真的样子，奥克诺蒂轻轻点了点头，接下来的路就要靠他自己去闯了。临行前，利普莱夫递上一袋糖果，语气里满是信任，他相信一定能顺利通过。看着奥克诺蒂跑向考场的背影，利普莱夫却有些担心，他觉得自家小姐心肠太软，容易被亲近的人拖累。马克思却表现得非常淡定，原来他早就在考场里安插了能够保护小姐的人。利普莱夫这才反应过来，难怪马克思之前没对那些人下死手，原来全是留给小姐的保镖。但马克思也提醒道，考场里那些拿奖学金的学生为了上位，肯定会想方设法阻碍奥克诺蒂。就在奥克诺蒂观察四周时，一个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黑小个子，看来麻烦已经找上门了。”阿比柱看着一脸淡定的奥克诺蒂，忍不住调侃道：“没带保镖，你倒是挺沉得住气。”奥克诺蒂冷哼一声，对付这帮杂鱼根本不需要紧张。可吉塞尔却提醒他，现在的局面可不乐观，周围的竞争对手已经把他们当成眼中钉了。果然，那些自诩高贵的考生正对着奥克诺蒂指指点点，觉得他和兽人混在一起简直太掉价了，甚至有人觉得他穿得像个廉价雇佣兵，根本不值得同情。听着这些刺耳的嘲讽，奥克诺蒂心里火大得很。以前自己是肌肉壮汉的时候，这帮人可不是这种态度。就在他快要爆发的时候，阿比柱低声劝了一句：“要是每个人的废话都去理会，那还没开考就要累死。”奥克诺蒂沉默了一会儿，
终于冷静了下来。他笑了笑，接受了这个实在的建议。一声惨叫突然划破长空，奥克诺蒂和阿比柱猛地回头，只见不远处的考场中心已经乱成了一锅粥。那个黑发少年冷冷的开口说对方踢到了硬石头，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他已经收剑入鞘。谁能想到他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直接废掉了另一名考生的手臂，下手之狠让周围的人都看傻了。奥克诺蒂一眼就认出了他，那是来自东部帝国的参，一个极其危险的人物。只要踏入他周身的那个圆圈，就等同于踏进了鬼门关。更让奥克诺蒂在意的是，系统面板竟然弹出了提示，这家伙可是游戏里的主角团成员，如果不选他当主角，他就是最强的辅助。看来这次考试真正的怪物已经现身了。看着远处的参，奥克诺蒂心里很清楚，这家伙虽然是战力天花板，但也是出了名的难搞。刚露面就搞出这么大动静，要是跟他扯上关系，麻烦肯定少不了。就在这时，系统突然弹出了奖励提示，因为奥克诺蒂提前了15个小时到达，直接拿到了5万多积分。这笔巨款要是放在平时，能换不少顶级装备。可现在这种压抑的氛围下，他连看一眼的心情都没有。随着时间1分1秒过去，考场的气氛越来越凝重。就在这时，一个神秘的身影出现在高处，真正的考验终于要开始了。考官站在高台上，对着台下黑压压的考生大声宣布，从这一刻起，考场大门彻底锁死。这意味着所有人都已经没有了退路，要么通过，要么卷铺盖回家。阿比柱和吉塞尔对视一眼，脸上写满了自信。这种场面他们早就等不及了。奥克诺蒂更是双手抱胸，嘴角微微上扬，眼神里全是志在必得的劲头。大家伙都到齐了，台上这老和尚叫妙高，看着慈眉善目的，其实是学院专门请来对付脏东西的高手。阿比柱一眼就看出来，这老头绝对不简单。这次的考试内容居然是让大家去叠石塔，谁叠得多谁就赢，听着挺容易是吧？老和尚紧接着放了狠话，只要石塔一到，不管你之前叠了多少，通通直接卷铺盖走人。奥克诺蒂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哪是在考叠石头的技术，真正的麻烦是那些会来拆塔的巨魔。这根本不是什么手工课，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大混战。为了防止出人命，老和尚给每人发了个手环，说是只要受了重伤，这玩意儿就会自动求救，相当于一张保命符。但奥克诺蒂心里很清楚，这东西也不是万能的，要是手断了或者直接没命，求救信号根本发不出去。说白了，这还是场玩命的考试。不过老和尚也说了，表现好的能拿白金票，直接去参加最终面试；表现一般的拿张金票，也能混个低级考试资格。奥克诺蒂对比了一下，这规则比他玩游戏时细多了，只要不乱杀人，基本不会被扣分出局。他现在信心爆棚，只要自己不掉链子，这关绝对稳操胜券。随着老和尚一声令下，第一阶段的生存游戏正式开始了。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周围的温度突然降到冰点，一个狠角色登场了，她就是北境公爵的女儿艾琳。这女人可不是好惹的，从小就在北境战场上摸爬滚打，是个实打实的战场老兵。她随手一挥，漫天的冰晶魔法就砸了下来。阿比柱被冻得直打哆嗦，要不是吉塞尔提前准备了防寒斗篷，这几个人怕是当场就要变成冰雕。奥克诺蒂躲在暗处，看着这满屏的冰霜特效，心里也开始犯嘀咕，跟这种级别的怪物硬碰硬，简直就是自讨苦吃。阿比柱正满世界找人呢，奥克诺蒂突然从草丛里钻了出来，原来他刚才用了潜行技能，还顺便刷了一波经验。这大小姐淡定得很，说自己平时经常练习怎么躲避魔法轰炸和杀手偷袭，听得阿比柱和吉塞尔一愣一愣的，这到底是什么地狱级别的日常训练？不过现在可没时间吐槽了，真正的狠角色已经露面，除了刚才那个玩冰的艾琳，还有圣骑士杰达斯以及南方军阀的儿子赫克托，这3个人聚在一起，简直就是神仙打架，谁碰上谁倒霉。在这种级别的混战里，普通人连站稳都难。可谁能想到，奥克诺蒂不仅没打算跑，反而一脸轻松地拍胸脯，说接下来的事全都交给他来搞定。奥克诺蒂指着地上的碎石说，山脚下全是这种破烂玩意儿，想靠这个叠石塔根本不可能，要想通过考试，咱们必须往山上爬。阿比柱心里直打鼓，看着奥克诺蒂这父兄有成竹的样子，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其实奥克诺蒂心里早就有数，按照他掌握的剧本，考试结束前1小时，这地方会发生大规模山体滑坡，到时候山上的人全都要倒霉。可现在的考场上一片混乱，这帮考生不仅没意识到危险，反而还在为了抢地盘窝里斗。有人辛苦叠好的石塔，转头就被别人给推倒了。看着这群人还在互相算计，奥克诺蒂无奈地叹了口气。就在这时，他感觉到一阵剧烈的震动，真正的麻烦终于要来了。现在的考场已经乱成一锅粥了，艾琳带着主力守在山脚，半山腰那帮人正打得不可开交，谁都想把竞争对手先踢出局。奥克诺蒂倒是聪明，带着阿比柱和吉塞尔闷头往山上爬，不仅避开了大部队的混战，还顺便刷了不少耐力和警觉经验。这波操作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爬山爬累了，吉塞尔赶紧递上一块高级肉干，奥克诺蒂咬了一口才发现，这玩意儿居然还附带烹饪指南，看来跟这有钱的商人混，伙食待遇确实不一样。就在奥克诺蒂美滋滋开小灶的时候，他突然察觉到身后有动静，本以为已经把所有人都甩掉了，谁知道这帮人竟然阴魂不散。一群追击者从树林里钻了出来，个个累得够呛，但眼神里全是杀气。看来这场爬山比赛马上就要变成遭遇战了。阿比柱扛着大木棍，一脸坏笑地看着他们，问这帮人是不是还没被打够，打算过来单挑。
就在这时，对方带头的女人站了出来，说他们是什么冒险团的，还指着奥克诺蒂的鼻子破口大骂，说是因为这帮小孩和兽人才害得他们损失惨重。奥克诺蒂听得一脸懵，这锅甩的也太莫名其妙了，明明是你们自己没本事，怎么还赖到别人头上了？可对方根本不讲道理，直接拔出长剑，说今天要彻底清算这笔账。看来这顿打他们是铁了心要挨到底了。阿比柱根本不想掺和，直截了当的说冤有头债有主，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可这群士兵已经疯了，罪魁祸首跑了，他们满腔怒火没处撒，非要找个替罪羊不可。奥克诺蒂在一旁冷眼看着，这群18岁的年轻人真是幼稚到了极点，被愤怒冲昏头脑，连最基本的判断力都没了。既然讲道理没用，那就只能动手了。奥克诺蒂随手甩出一道绳索，动作快到让人看不清。这下所有人都愣在原地，还没等反应过来，局面就已经被彻底掌控。谁能想到这天说变就变，山体滑坡突然爆发，系统提示直接刷屏，现在保命才是第一优先级。刚才还在叫嚣的士兵，这下全成了软脚虾。面对崩塌的大地，除了尖叫什么也做不了。关键时刻还得看奥克诺蒂的，他死死拽住手中的绳索，这根绳子现在成了所有人的救命稻草。这一拽直接把这群人给一锅端了，虽然暂时没掉下去，但全员掉在半空的场面实在是有点滑稽。刚才还不可一世的士兵，现在只能眼睁睁看着奥克诺蒂拼尽全力死死拽住那根救命的绳索。随着山石崩塌声渐渐平息，这群人总算捡回一条命。阿比柱在后头看着，显然也没想到奥克诺蒂会真出手。那个带头的女兵想不通，明明刚才还在恶语相向，为什么这个女孩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救他们？奥克诺蒂心里想的却很现实，这种有特殊背景的家伙，要是现在让他们考试失败，以后100%会黑化成反派。与其以后给自己找麻烦，不如现在顺手救了，省得这群人以后再跳出来整什么幺蛾子。奥克诺蒂心里清楚，要是说出救人的真实目的，这帮人肯定不会相信，索性摆出一副潇洒的样子，直说救人根本不需要理由。这句话一出，对面的士兵彻底愣住了，这种不求回报的纯粹善意，让他们瞬间想起了那位已经过世的老队长。老队长曾经说过，真正的冒险者就该像精灵一样自由自在，不受任何世俗的束缚，活得坦坦荡荡。看着奥克诺蒂那副无所谓的表情，士兵们心里那点骄傲一下子全碎了。这哪里是救命之恩，这简直是降维打击。带头的女兵苦笑着摇头，承认这次是彻底输了。不管是作为考生还是成年人，在奥克诺蒂面前，他们都输得心服口服。谁也没想到，这群士兵竟然集体决定不干了。他们坦白说自己根本没打算进学院，留下来只是怕伊莎贝尔出事。原来这帮人一直都在陪跑，现在既然伊莎贝尔安全了，他们也该功成身退了。临走前还不忘嘱咐他，要带着所有人的份努力下去。这群大老爷们儿转头就向奥克诺蒂低头认错，请求他原谅自家的队长，还一个劲儿的夸伊莎贝尔有本事，绝对能帮上奥克诺蒂的大忙。奥克诺蒂站在原地没说话，显然还在消化这突如其来的转折。吉塞尔倒是看得很开，他提醒奥克诺蒂，人是你救回来的，要不要带上他全看你一句话。阿比柱也懒得操心，直接把决定权交给了奥克诺蒂。奥克诺蒂盯着对方看了半天，突然冒出一个谁也没想到的问题，问他到底会不会做饭。伊莎贝尔先是一愣，随即拍着胸脯保证，野外生存可是他的拿手好戏，做饭这种小事根本不在话下，绝对能照顾好大家的胃口。一听说对方是个灵魂厨师，奥克诺蒂立马变了脸，笑嘻嘻地握住人家的手，大声宣布你合格了。刚才还打得不可开交，现在却因为一顿饭握手言和。伊莎贝尔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轻声说了句谢谢。这一刻他是真的放下了成见。远处的妙高和尚看着这一幕，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感慨这种纯洁的灵魂，总能在失败中找到新的方向。看来这支冒险团的未来确实值得期待。第一关考试正式结算，系统提示音在耳边响起。奥克诺蒂不仅顺利通过了滑坡考验，还顺手白捡了一个厨师盟友，这运气简直好到没谁了。看着奥克诺蒂在那儿偷着乐，旁边的伊莎贝尔一脸无奈，显然还没适应这个新身份。不过奥克诺蒂可不管这些，他正为接下来的伙食水平暗自得意。可台上的妙高和尚一开口，气氛瞬间就变了。500个考生里，竟然有300多人被淘汰，这通过率高得有点吓人。剩下的100多号人，个个灰头土脸的站在台下。妙高的话掷地有声，他说：“真正的强者绝不能指望那点虚无缥缈的运气。这场考试从头到尾就不是为了看谁会堆石头，而是要筛选出那些能够独立生存的狠角色。真正的挑战现在才刚刚拉开序幕。”妙高和尚话锋一转，说：“虽然大家都要继续闯关，但人群里出了个例外。这个叫奥克诺蒂的小姑娘，不仅年纪最小，表现更是惊艳了所有人。她不仅提前预判了山体滑坡，还在危急时刻救了竞争对手。老头当众宣布，她就是第一关的第1名。这下可好，奥克诺蒂瞬间成了全场焦点。周围那些顶尖高手全都齐刷刷地盯着他看，有的好奇，有的甚至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这阵仗换谁压力都大。奥克诺蒂哪见过这种场面，当场就有点社恐发作。他扯着嗓子大喊：“别看我！”解释说自己只是想减少点损失，根本没想过要出风头。
可妙高和尚根本不听他解释，直接当众放了大招。由于表现实在太出色，奥克诺蒂被特批免试，直接拿到了入学名额。同伴们都在真心祝贺，觉得奥克诺蒂拿这个保送名额完全是实至名归。可谁也没想到，这姑娘竟然当众说出我拒绝，直接把到手的机会给推了。妙高和尚当场就愣住了。奥克诺蒂想得很清楚，如果自己现在走了，那不就等于把同伴丢下了吗？他大声宣布，自己绝对不会抛弃任何一个队友，哪怕有一天是同伴先转身离开，他也绝对要做留下的那一个。这番话讲的是义薄云天，把旁边的吉塞尔和阿比柱听得一愣一愣的。吉塞尔无奈的笑了笑，反问他为什么要抛弃大小姐。大家既然是一起出来的，就没打算过要各奔东西。这话听得奥克诺蒂心里一颤，他低着头没说话，因为在他的记忆里，被抛弃似乎才是人生的常态。可看着眼前这群人，他第一次意识到这次遇到的伙伴好像真的不太一样。奥克诺蒂之所以这么怕被抛弃，是因为以前的队友太扎心，那些人不仅嫌弃他肌肉多，还把所有失误都怪在他头上。这段被霸凌的往事，到现在想起来都让他难受。妙高和尚见他态度坚决，也不再勉强，直接宣布开启第2关考试。奥克诺蒂心里直打鼓，不停地在心里祈祷，说去哪儿考试都行，千万别去那个恐怖的猎人之森。可老天爷就像在开玩笑，怕什么就偏偏来什么。第2关的考场竟然真的设在了猎人之森，这地方不仅环境恶劣，更要命的是，森林深处已经有人盯上他们了。那个戴着眼罩的神秘家伙正躲在暗处冷笑，看这架势，接下来的考试恐怕不只是通关那么简单了。大部队已经集结完毕，奥克诺蒂看着眼前的阵仗，心里总觉得预感不太妙。旁边的阿比柱倒是一脸淡定。就在这时，第2轮考试的考官现身了。这个叫米涅瓦的女人一开口就镇住了全场，周围的人都在犯花痴，觉得这考官又帅又有型。可奥克诺蒂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个女人正是他最讨厌的对象。这次的考试内容不仅要搜集积分，还得进行超长距离的体力考验。看来接下来的森林之行注定要鸡飞狗跳了。考官米涅瓦当众宣布，积分不到50的直接淘汰，而且弄丢计时器概不负责。这女人是出了名的女魔头，手段简直冷酷到了极点。更过分的是，她居然鼓励考生互相抢夺，只要弄坏别人的计时器，积分就能归自己所有。这下考试彻底变成了大乱斗。奥克诺蒂现在后悔也晚了，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冲。可谁也没想到，米涅瓦刚喊完开始，整个人就跟离弦的箭一样，瞬间消失在视线尽头。大部队在后面拼命追赶，阿比柱跑的倒是挺轻松，还调侃要不要背着奥克诺蒂，结果被他一口回绝。吉塞尔一边跑一边发愁，这考试简直是个死循环，停下来做任务就会跟丢考官，可要是拿了积分，又会变成其他考生的活靶子。现在的局面非常残酷，所有人都在心里打算盘，是该老老实实自己攒分，还是干脆当个猎人去抢别人的？每一步选择都关乎生死。就在气氛紧张到极点的时候，奥克诺蒂突然开口了，他一脸认真地问伊莎贝尔身上有没有带驱虫喷雾。这话一出，伊莎贝尔直接听傻了，大家都在拼命保命，你居然在担心林子里的蚊子，这脑回路真是没谁了。奥克诺蒂还真不是开玩笑，他拿着驱虫喷雾一顿狂喷，还热情地招呼大家一起用。虽然这举动看着挺离谱，但他解释说这可是为了生存。结果话还没说完，他又从兜里掏出一大袋果子，问大家要不要吃点零食。阿比柱倒是不客气，抓起果子就开始大口嚼。阿比柱刚把果子吞下去，突然反应过来，万一这玩意有毒怎么办？结果奥克诺蒂一脸淡定，说自己吃了半天也没事。旁边2个同伴不信邪，也凑过来想尝尝鲜，结果刚嚼了2口，整个人直接吐成了彩虹色，这味道显然不是一般人能顶住的。奥克诺蒂这下彻底炸毛了，这可是家里女仆给他的最后一点压箱底的宝贝，居然被这2个家伙给糟蹋了。他气得头也不回的往前冲，谁劝都不好使。暗处那帮家伙已经盯上奥克诺蒂了，阿比柱甚至想直接动手，但吉塞尔却摆了摆手，在他眼里这几个小喽啰根本不算什么，他们真正需要处理的是家庭本身。原本他们还想抢走那袋糖，结果旁边的伊莎贝尔赶紧拦住，他说那孩子简直是个怪物，那些糖里全是剧毒，普通人吃1颗就没命了。可奥克诺蒂居然当零食嚼了一路，这么小的年纪就百毒不侵，这天赋实在太恐怖。就在这帮人疑神疑鬼的时候，奥克诺蒂还乐呵呵的回头打招呼，他提议大家赶紧分开行动。阿比柱一听要做任务，立马兴奋地跟了上去。吉塞尔一边跑一边担心，问奥克诺蒂怕不怕被猎人盯上。结果这小姑娘头也不回，反倒问他是不是没信心。这一句话直接把吉塞尔给问住了。紧接着奥克诺蒂就开始秀操作，在林子里闪转腾挪，动作快得像道闪电。吉塞尔这才看明白，这位大小姐可不只是百毒不侵，分明是个练家子。他忍不住自嘲地笑了笑，看来自己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这种程度的考试，对奥克诺蒂来说简直就是小儿科。既然底牌都亮出来了，那也没什么好顾虑的。奥克诺蒂带头一个加速，全员直接开启冲刺模式。接下来的任务看来是要被他们横扫了。任务内容终于揭晓了，奥克诺蒂盯着任务板，心里已经开始盘算，这种任务最适合那些心眼子多的人发挥了。教官在前面大声宣布，前100个赶到营地的才有分，而且还得带回一只白尾獴。这下场面瞬间紧张起来，大家都在抢时间。可问题是这白尾獴到底是个什么玩意？旁边的伊莎贝尔本想问问阿比柱，觉得他一个兽人肯定懂行，结果阿比柱两手一摊，说自己老家根本没这东西，
原来这玩意长得像鼬像鼠，平时成群结队的躲着，尤其是这种白尾巴的，更是难得一见的稀罕货。想在林子里把它揪出来，简直比登天还难。奥克诺蒂还在那拍马屁，觉得还得是专业人士，靠谱。就在这时，旁边突然有人兴奋的大喊，说任务目标已经抓到了。那哥们儿得意坏了，觉得这考试也没什么难度。可大家凑近一看，全傻眼了，这哪是什么稀罕的白尾獴，分明就是织满大街都是的大陆货。那人一看白忙活一场，骂骂咧咧的就把小萌给扔了，觉得这玩意儿一点用都没有。可谁也没想到，奥克诺蒂竟然一个箭步冲上去，稳稳当当地把小家伙接在了怀里。旁边的人都看懵了，这种时候大家都在争分夺秒，他居然还有心思管这种闲事。可奥克诺蒂接下来的举动却让所有人都沉默了。作为学校里的首席学生，奥克诺蒂现在压力山大，周围全是盯着他的眼睛，这种被当成猴看的感觉让他觉得糟糕透了。偏偏这时候阿比柱还来凑热闹，一边摸着他的头一边大笑，说这小萌正长身体呢，肉质肯定特别鲜美。旁边的吉塞尔听得脸都绿了，赶紧问奥克诺蒂，你该不会真打算把他们吃了吧？结果奥克诺蒂抱着小萌若有所思地停顿了一下，他说本来是没这个打算的，但仔细一想，这主意听起来还挺带劲。既然这样，那就先抓他个8只再说。做饭倒是没问题，可一下子抓这么多，到底是要干什么？奥克诺蒂淡定地说，一半拿来吃，另一半要当成作业交上去。这下可把旁边的人听懵了，既然没有现成的目标，那就自己动手造一个。他指着眼前的树，让阿比柱直接在上面开个洞，这操作简直把大家看傻了。谁能想到他竟然打算用这种方式作弊？不得不说，这小姑娘脑子转的确实快，这种损招都能想得出来。这下考核稳了，这下连守卫都看傻了。这种离谱的操作，他们根本拿不定主意，只能请出2号考官米涅瓦。谁能想到这位考官偏偏就吃这一套，在他眼里，这种随机应变也是本事。结果不但全员通过，还额外加了10分。奥克诺蒂这下算是彻底出名了。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麻烦就找上门了。周围那些没抓到目标地考生已经把火气全撒在了他身上，既然抓不到猎物，那就直接抢现成的。想偷袭这支队伍简直是自寻死路。还没等对方靠近，阿比柱一棍子就让所有人清醒了。吉塞尔在一旁感叹，这高价雇来的保镖确实花得值。阿比柱倒是挺得意，直言给再多钱他都接得住。正说着呢，他随手掏出了那个酒葫芦，奥克诺蒂整个人都傻了。原来这里面装的根本不是水，全是货真价实的好酒。看着这个嗜酒如命的大块头，奥克诺蒂突然想起个熟人，以前那个叫西亚的女人，也是个不折不扣的酒鬼。不过阿比柱可没打算分他一口，直接把葫芦收了起来。毕竟这种大人的东西，小屁孩还是少碰为妙。为了能把那壶酒收进图鉴，奥克诺蒂这回是彻底豁出去了，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他也非要弄到手不可。阿比柱看他这副拼命的样子，还担心这小短腿会跟丢，结果一转眼大部队早就跑得没影了。不过奥克诺蒂一点都不慌，地上的蛛丝马迹在他眼里全是现成的导航，这追踪前置确实让人意外。阿比柱忍不住调侃，问他是不是以前经常抓兔子，才练出这么一身本事。这话一出，奥克诺蒂当场就炸毛了，他一脸认真的反驳，自己不仅杀过魔物，甚至连人都没有放过过。奥克诺蒂刚才那句杀过人，直接把全场给干沉默了。阿比柱在旁边听得一愣一愣的，他赶紧摆手解释是在开玩笑，可这误会似乎已经闹大了。旁边的伊莎贝尔听完，眼神里全是心疼，他温柔地拍了拍奥克诺蒂，直言以后这种脏活累活再也不用这孩子亲自动手了。这下轮到奥克诺蒂懵了，对方显然是脑补过度，把他当成了什么受过创伤的可怜虫，甚至还要他管自己叫姐姐。奥克诺蒂顺感爬得也快，一脸真诚地说，要是姐姐受伤了他会心疼的。这一句话直接把伊莎贝尔感动得一塌糊涂。可谁能想到，奥克诺蒂心里想的却是，万一这保姆兼厨师受了伤，以后谁来给他做饭吃？为了这口吃的，他这戏演的也是没谁了。看着伊莎贝尔沉默不语，奥克诺蒂还以为自己把人给惹哭了，可他哪知道对方已经在脑子里给他编排了一出悲惨身世的大戏。在伊莎贝尔看来，这孩子小年纪就精通追踪和暗杀，肯定是受过什么非人的折磨。这种杀手特训光是想想都让人觉得心疼。可现实中的奥克诺蒂压根没想那么多，一听说晚上要吃肉，整个人兴奋的都要跳起来了。这反差确实有点大。伊莎贝尔看着他这副样子，心里更加坚定了要保护他的念头。他特意把吉塞尔拉到一边，想确认对方是不是也存了同样的心思。结果两人一拍即合，吉塞尔早就看穿了这一切。既然大家都想帮这孩子一把，那接下来的路可就有的聊了。伊莎贝尔这回是认真的，她说自己本就是死过一次的人，哪怕奥克诺蒂背后的人再恐怖，她也想尽自己所能帮那孩子一把。吉塞尔看他这副样子，知道再劝也是白搭，既然拦不住，那索性就把话全摊开来说。他叹了口气，决定把之前遇到的那伙人原本地告诉伊莎贝尔，毕竟那群家伙的身份可没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随着吉塞尔的讲述，奥克诺蒂背后的真正势力终于要浮出水面了，那可是一群足以让任何人感到胆寒的存在。谁能想到这小家伙竟然敢坐飞艇偷溜进来？吉塞尔看向身旁忙碌的伊莎贝尔，看来你也经历了不少。伊莎贝尔熟练地处理着食材，她今年刚满18岁，为了不拖后腿，这一身生存本领全是自学的。两人互相摊牌了过去的身份，一个是自学成才的战士，一个是曾经卖票的行商。
聊到最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次是真的遇到了一个不得了的小家伙。局面似乎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躲在草丛里的奥克诺蒂看着两人聊得火热，还以为自己撞见了什么约会现场，正打算拉着阿比柱悄悄溜走，再去多捡点柴火。结果吉塞尔头也不回地喊了一句：“别在那下琢磨了，赶紧把柴火拿过来！”这下偷听被当场抓包，气氛瞬间变得有点尴尬。这顿烤肉吃得正香，奥克诺蒂满脸都是幸福，伊莎贝尔在一旁看着，心里也总算踏实了点。可这种温馨的气氛很快就被打破了，来的人可真不少。阿比柱盯着远处的黑影，估计是这火光太扎眼，把附近的人全引过来了。看这身打扮，全是西方贵族联盟的人。吉塞尔语气里满是戒备，这大半夜的找上门，到底想干什么？阿比柱也把手搭在了武器上，说话前最好先过脑子。眼看阿比柱都要暴走了，对面那帮人赶紧摆手，说自己根本不是来打架的。结果憋了半天，竟然冒出一句：“能不能教教我们怎么生活？”闹了半天，这帮养尊处优的贵族是闻着肉香肠坏了。奥克诺蒂盯着领头的那个男人，一眼就认出了他的身份，这家伙竟然也在这。安东尼也被称为精神病。安东尼求人帮忙，态度竟然还这么嚣张，一边显摆自己的头衔，一边还骂奥克诺蒂是卑微的平民，觉得帮他们生活是理所应当。奥克诺蒂可不惯着这种臭脾气，直接冷冷地回了一句：“请你们马上离开。”这下轮到这帮人傻眼了。阿比柱在旁边听得直乐，既然你们觉得平民的东西低贱，那这火你们也别用了。他深吸一口气，直接把火堆给吹灭了。这下四周漆黑一片，阿比柱还不忘补上一刀，说这是为了保护贵族的自尊心，省得让他们用了平民生的火。这招简直是杀人诛心，这帮贵族顿时乱成一团。领头的安东尼气得当场发飙，非要揪出那个嘴欠的家伙，结果倒霉的男人被推了出来，不仅要道歉，连家族的节日参加全都丢了。看着这帮人内讧，奥克诺蒂无奈地叹了口气，把这帮家伙弄哭，自己心里竟然还有点过意不去。就在场面乱成一团的时候，一个威严的声音打断了所有人。西方贵族联盟的第一名安德森终于站了出来，作为顶级公爵家的次子，他一开口就压住了全场。他冷冷地看着女人，直言贵族如果不能为言论负责，就不配拥有权力。这番话下的对方当场认怂，一边抹着眼泪，一边不停地道歉。奥克诺蒂看准时机，也凑了上去，摆出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教训对方刚才的行为有多丢人，还强调进了学院大家就都平等了。这派头拿捏得死死的，可谁能想到他话锋一转，竟然说只要交出一份食物就可以原谅对方的无礼。男人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赶紧掏出了家族秘制的应急口粮，那是又香又脆的炸面包。看着这金灿灿的战利品，奥克诺蒂刚才的正义感瞬间全无。在这个奇怪的世界里，贵族竟然流行用食物来命名家族。奥克诺蒂一边啃着刚骗来的炸面包，一边在心里犯嘀咕，那他那个所谓的奥克诺蒂家族到底代表着什么食物？想了半天他才反应过来，这个世界根本没这个词，这名字多半是他随口胡编的。看着手里的炸面包，系统竟然还自动收录了新食谱，这下误打误撞，他成了这个世界的厨艺先驱。更离谱的是，吉塞尔和阿比柱这帮人居然被他分享食物的行为感动了，一个个夸他心肠好。奥克诺蒂被夸得有点飘飘然，心想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我，那就再多装几天乖孩子吧。本来打算待1周，现在决定干脆多留半个月，反正有吃有喝，还有人捧着。可就在大家准备休息的时候，寂静的森林里突然传出一声凄厉的尖叫，森林深处传来的尖叫声让所有人都警觉了起来。吉塞尔意识到下一场试炼就在附近，阿比柱一听有热闹可凑，立马兴奋地想要冲过去。伊莎贝尔却有些担心，毕竟那尖叫声听着就不对劲，他觉得还是先搞清楚规则比较稳妥。可奥克诺蒂却非常冷静，他心里清楚现在的积分还远远不够，想要通过考核就不能退缩。安德森也准备带人动身了，两边的人马就此别过。但在临走前，安德森特意看了奥克诺蒂一眼，他在心里默念着那个家族名。显然这个叫奥克诺蒂的女孩已经彻底引起了他的注意。安德森带队率先出发，作为最有力的竞争者，他的一举一动都带着压迫感。奥克诺蒂转头询问伊莎贝尔，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小队也立刻跟了上去。等到了地方，考官早已在高处等着他们了。这次的规则简单又粗暴，谁能抢到场地中间的金球，谁就能拿到整整40分。但这机会只有一次，一旦被推出去，就彻底玩完。看着那颗闪闪发光的金球，奥克诺蒂停顿了一下，他知道这不只是体力的较量，更是一场心理战。毕竟每次只能进去6个人，谁先动手，谁就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吉塞尔摸着下巴分析局势，这种大乱斗的场面，人越多胜算就越大。奥克诺蒂突然提议，这次咱们干脆直接收手。阿比柱这下不乐意了，觉得对手全是些弱鸡，自己一个人就能全收拾了。但奥克诺蒂一句话就让他没火气了，毕竟之前的考试，这小姑娘的眼光确实比本能还准。阿比柱虽然嘴上妥协了，但他觉得对方顶多也就是人多点，根本没什么好怕的。可奥克诺蒂心里清楚，这帮人聚在一起，绝对不只是组队这么简单。奥克诺蒂之所以敢直接收手，是因为他早就去危险区踩过点，为了这点分数去玩命根本不划算。结果他刚退出来，林子里就传来了惨叫声，那些想组队阴人的考生全被藤蔓捆成了粽子。这帮人到死都没明白自己的小算盘是怎么被看穿的，甚至还想开口求饶。可戴面具的家伙根本不听，既然都送上门了，那就一个也别想跑。面具人下手极其干脆，一转眼就把这帮考生全踢出局了，还嘲讽他们
只配去跟差生作伴。随着一阵惨叫，大把的积分直接被他抢到手，总分轻轻松松就破了50。这家伙看着手里的战利品，突然想起了一个人，嘴里还念叨着那是谁来着？第一门的最高得分者，那个善良、乐于助人的女孩。面具人还在琢磨，奥克诺蒂明明从来没人能识破他的伪装，可那个看起来挺和善的投名少女，竟然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真本事。这家伙甚至开始怀疑奥克诺蒂是不是跟他一样的刺客，打算下次见面一定要问个清楚，顺便再请教一下怎么防蚊子。就在这时，第3场挑战的集合哨吹响了，这次的项目竟然是捉迷藏。看着考场里密密麻麻的人头，吉塞尔和阿比柱都看傻了，这么多人扎堆在一起，接下来的场面怕是要失控了。现在的局面已经到了分水岭，谁都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坑。那些积分不够的考生，这回全把身家性命押上了。教官宣布了捉迷藏的规则，简单来说就是抓人的每分钟扣分，逃跑的每分钟加分，而且一旦被抓，手里的积分还会被对方抢走。这一套复杂的加减法，直接把阿比柱给听懵了。这哪是捉迷藏，这简直是在玩命。奥克诺蒂倒是淡定的很，他告诉阿比柱，只要记住怎么弃权和怎么出门就行，要是实在记不住也没关系，直接跟着他混，保证能稳稳通关。这考场里的守卫简直是个奸商，嘴上说着吃喝住行样样都有，其实就是盯着考生手里的积分。阿比柱听得直心疼，刚才随随便便就花了10个积分，这下感觉手里的分越来越不值钱了。大家都在犹豫要不要继续当冤大头，奥克诺蒂却表现得非常淡定，他觉得既然有地方能花钱，那就说明赚分的机会也快来了。他直接大步走向那个守卫，不仅没打算省钱，反而一副要谈大生意的样子。看着守卫那副见钱眼开的模样，奥克诺蒂示意他凑近一点，这小脑袋瓜里肯定又在憋什么坏主意了。谁能想到奥克诺蒂凑到守卫耳边，竟然问他卖不卖那种特殊东西。这一下直接把守卫给问住了，他盯着奥克诺蒂看了半天，显然这个要求超出了他的业务范围。就在奥克诺蒂以为没戏的时候，守卫竟然走到一旁，神神秘秘地打起了电话，看样子是在跟上头请示。等他再走回来的时候，整个人的气场都变了。他递过来一个耳机，说米涅瓦考官想直接对话。奥克诺蒂小心翼翼地戴上耳机，还没等他开口，对面那个声音就先发制人了。对方问他以前用过这种远程通话吗？还没等他回答，又自顾自地说，既然你是贵族，用过这玩意儿也没啥好奇怪的。这一句话直接把奥克诺蒂给整不会了。本来想低调参加考试，结果身份一下子就被点破了。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大人物，奥克诺蒂整个人都不自在了。这电话那头坐着的到底是什么级别的狠角色？他正跟耳机那头的米涅瓦讨价还价，对方先是夸他脑洞大，接着又泼了一盆冷水，说他想要的东西根本就是非卖品。就在奥克诺蒂以为这回彻底没戏的时候，对方的画风突然转了。米涅瓦说，在考场这种地方，这种没人能模仿的创意才是最强的武器。为了奖励这份聪明才智，米涅瓦决定网开一面，不仅允许他拿那些东西做生意，还直接定了个高价，一个就能卖10个积分。这下奥克诺蒂彻底燃起来了，原本只是想碰碰运气，结果竟然拿到了官方授权的垄断权。谁能想到奥克诺蒂竟然直接砸钱买下了黑帽教官的身份？吉塞尔整个人都看傻了，这操作简直太绝了，因为只要成了教官，就等于掌握了结束游戏的开关。奥克诺蒂这下可得意坏了，就差把我是天才4个字直接写在脸上了。阿比柱还没反应过来这到底厉害在哪，结果吉塞尔一解释，大家才发现这根本就是开挂，只要奥克诺蒂想，他随时都能让这场抓人游戏彻底停下来。刚被夸完聪明，奥克诺蒂就开始保持清醒，他提醒大家，这事还没完，万一抓人的人就在咱们中间，那还是得拼命跑。话还没说完，林子里突然钻出来一帮人，带头的男人直奔奥克诺蒂，一副很有交情的样子。男人自我介绍说他是马克西姆斯，也就是那个马克思的大哥。结果奥克诺蒂一脸懵，直接回了一句马克思是谁啊？这下场面一度非常尴尬，对方显然没料到奥克诺蒂竟然把人忘得干干净净。马克西姆斯提到了飞艇上的事，奥克诺蒂这才猛地想起，原来是那个抱着婴儿的男孩特意拜托他来帮忙的。不过马克西姆斯接下来的话让气氛瞬间变得有点沉重，他说这次挑战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圈套，大家以为在找教官，其实根本就是白忙活一场，因为谁也没法保证附近真的有黑帽教官出现，甚至连教官到底在哪现在都没人知道。这下考试的难度已经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马克西姆斯指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只要抓人游戏不结束，所有人就相当于被判了无期徒刑，全都被死死地困在这片森林里，这才是这场挑战真正的坑。大家原本以为是考生之间的竞争，结果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真正的对手其实是那个神出鬼没的黑帽教官，这已经变成了一场考生与考官之间的生死博弈。奥克诺蒂也反应过来了，想要破局，要么的像大海捞针一样找线索，要么就要想办法把教官给逼出来。阿比柱听得一愣一愣的，吉塞尔却无奈地笑了笑，现在的局面确实已经陷入了两难的境地。马克西姆斯还在那语重心长劝奥克诺蒂别瞎冒险，非要教他什么才是正确的方法，结果奥克诺蒂根本没听进去，转头就找守卫报了名，挑战申请直接秒通过。这下马克西姆斯尴尬了，话还没说完
就被晾在原地。旁边的伊莎贝尔赶紧出来打圆场，替这个不听劝的小祖宗道歉。奥克诺蒂心里却很清楚，对于他们这群随时能反杀教官的高手来说，这些所谓的稳健建议根本就是一堆废话。既然挑战已经开始了，那就看看谁才是这片森林里真正的猎人。吉塞尔还是有点不放心，反复确认奥克诺蒂是不是认真的，毕竟他现在可是0分，还主动揽下了鬼这个苦差事。奥克诺蒂倒是想得开，反正小组里只有他一个人是鬼，要是全员都得抓人，那这考试才真是没法玩了。可现在的麻烦是，周围连个鬼影子都看不见。阿比柱也直挠头，谁会傻到主动送上门来被抓呢？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奥克诺蒂却突然笑了笑，说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他一边说着想去摘点果子吃，一边大步流星地走向旁边的灌木丛。看这架势，草丛里躲着的倒霉蛋恐怕是要藏不住了。就在这一瞬间，草丛里突然窜出一个身影，对方本想打个措手不及，结果奥克诺蒂早就防着这一手。他不仅轻松躲开了攻击，甚至还有心思开玩笑，笑着说这招实在是太可惜了，偷袭的少女这下彻底懵了。他原本以为自己藏得天衣无缝，结果反倒成了被钓上钩的鱼，只能质问奥克诺蒂是不是故意的。奥克诺蒂无奈地摊了摊手，直言对方躲猫猫的本事确实不错，但在绝对的直觉面前，这些小手段根本没半点用处。对方显然被这一手给镇住了，毕竟在他的职业生涯里，还是头一次有人能这么轻而易举地看穿他引以为傲的前行术。多罗西突然摆出一副求和的姿态，主动伸出手想跟奥克诺蒂握手，谁知道这手刚握上，他就立刻翻脸大笑起来。原来握手也算有效触碰，多罗西觉得自己这招简直绝了，成功把鬼的身份甩给了奥克诺蒂，还嘲笑对方是个好骗的笨蛋。可奥克诺蒂不仅没慌，反而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反问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笨蛋。就在多罗西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奥克诺蒂揭开了一个谁都不知道的隐藏规则，那就是鬼抓鬼竟然可以直接抢走对方的积分。这下局面彻底反转了，奥克诺蒂的分数瞬间回正，而多罗西不仅没甩掉麻烦，反而把最后一点家底都赔了个精光，整个人直接瘫在地上怀疑人生。多罗西气得直跳脚，指着奥克诺蒂大喊这是耍赖。他怎么也想不通，明明奥克诺蒂一直在算计别人，为什么他的队友还能这么淡定？奥克诺蒂头也不回地反问了一句，那又怎么样呢？毕竟大家可是同生共死的队友啊。这句话一出，多罗西整个人都愣住了，看着奥克诺蒂身后那群可靠的伙伴，他只能低头承认自己输了，而且输得心服口服。他抓紧衣领，自言自语，要是自己的队友也能这样就好了。可惜在这场残酷的考试里，信任简直就是个奢侈品。临走前他还不忘提醒奥克诺蒂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因为在这个鬼地方，连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都会为了利益毫不犹豫地背叛你。原来多罗西也是个可怜人，他自嘲说自己早就被队友给卖了，那帮人为了能顺利脱身，把所有的烂摊子全甩给了他一个人。奥克诺蒂听完也没废话，直接问那几个叛徒往哪跑了。多罗西倒是干脆，抬手就指出了对方逃跑的方向。他还特意叮嘱奥克诺蒂，如果非要抓一个，就去抓那个带头的男的。至于那个商会会长的女儿，多半是被那个所谓的青梅竹马给带坏了。听到商会这2个字，奥克诺蒂突然停顿了一下，这让他瞬间想起了自己那几个同样不怎么省心的伙伴。既然多罗西这么配合，奥克诺蒂也不打算藏着掖着，他决定礼尚往来，也给对方分享一些有用的情报。奥克诺蒂神神秘秘地凑了过去，在多罗西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谁也没想到，刚才还一脸不服气的多罗西，听完这几句话，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彻底傻眼。多罗西怎么也想不通，这个初次见面的女孩为什么要帮自己。奥克诺蒂笑着说，没别的，我就是喜欢努力的人，尤其是那种即便被青梅竹马背叛也绝不低头的勇气。这下轮到多罗西沉默了，原来自己的那点秘密早就被人看穿了。既然决定要帮他，奥克诺蒂可不是说说而已，他直接开启了追踪模式，顺着地上的脚印一路摸了过去。不过这地方人多手杂，想在这么多痕迹里精准找到目标，确实比想象中要难得多。就在这时，前面的人突然有了新发现，大家在林子里撞见了一个关键的岔路口。有人分析，考官们肯定选了平坦的那条路，那剩下的那条绝对没那么简单。看来接下来的麻烦就是传说中的沼泽地了。阿比柱本想带头出发，结果奥克诺蒂当场拒绝，他觉得光是赋分重置还不够，既然来了就要把分数拿够才行。不过比起分数，他接下来的话才是真正的杀手锏。他说沼泽地里全是蚊子窝，这话一出，全场瞬间安静了，毕竟谁也不想在泥潭里被蚊子叮成猪头。奥克诺蒂嘴角微微一勾，露出了一个神秘的坏笑，是抵抗训练演习吗？这下可把队友们吓得不轻。阿比柱和吉塞尔态度大变，一个抢着干重活，一个争着要带路，甚至还要背着他走。奥克诺蒂自己都懵了，怎么刚才还各怀心思，现在团队合作突然就变得这么默契了？米涅瓦终于松口了，宣布原地休息2个小时，任务做不做随你们便。这话一出，原本被大家看好的第一梯队瞬间全员破防，一个个瘫在地上，跟霜打的茄子没区别。奥克诺蒂倒是开心的很，抱着吉塞尔大喊谢谢。这轻松的镜头跟周围的惨状完全不在一个频道。阿比柱在旁边看得直摇头，这哪是什么精英部队，简直就是一群没断奶的小屁孩，连这点强度都扛不住。看着这群神神叨叨已经开始怀疑人生的考生，吉塞尔冷冷地补了一刀，什么第一梯队，其实
就是一群胆小鬼罢了。看来这场选拔的含金量比大家预想的要水分不少啊！在一片狼藉的考生堆里，奥克诺蒂一眼就锁定了3个真正难对付的狠角色。这几个人状态跟其他人完全不一样。第一个是北境大公的女儿艾琳，背景硬得吓人；第二个是来自东方的剑客申，那股杀气根本藏不住。最麻烦的还是这个叫地狱的海盗，这家伙性格出了名的恶劣，最喜欢的就是趁火打劫。看他随手开枪打鸟的风劲，就知道绝对是个刺头。奥克诺蒂心里很清楚，这种人离得越远越好，要是真撞在他手里，恐怕连命都要丢掉。旁边的吉塞尔也被吓得够呛，这哪里是来考试的，简直就是一群怪物聚会。奥克诺蒂盯着远处的考生，突然想起了一件往事，当时在森林实战演练，有一对高年级组合特别出名，就是眼前的这2个人。按理说这种级别的考试，他们闭着眼都能过，但奥克诺蒂可不打算让他们如愿。既然他要插手，那剧本就要改一改了。他露出一副胜券在握的坏笑，直接开启了演技模式。阿比柱在后面看得一头雾水，刚想开口问个究竟，就被吉塞尔给拦住了，示意他先别出声，看看这小鬼到底要干嘛。只见奥克诺蒂一路小跑，装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冲着那对学长学姐大喊救命。这演技简直天衣无缝，对方果然上钩了，一脸惊讶的停下了动作。奥克诺蒂盯着眼前的局面，脑子里却在复盘洛克菲尔那副丧家犬的样子。难道他真的是为了抛弃青梅竹马在后悔吗？要是真觉得愧疚，当初根本就不会放手。这2个人，一个在那装深情，一个在那演可怜，说白了全都是彻头彻尾的叛徒。奥克诺蒂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个让人发毛的笑容。到底该用什么手段来好好招待这几个叛徒呢？就在对方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分数瞬间清零，这下局面彻底反转。看着对方崩溃的样子，奥克诺蒂露出了最灿烂的笑容。但这仅仅是个开始，真正的绝望还在后面等着他们。这个叫尤伊的女人一直把男人当成上位的工具，却没想到这次踢到了硬板。奥克诺蒂拍拍屁股走人，顺便还撕开了尤伊伪善的面具，让洛克菲尔看清了他的真面目。洛克菲尔终于醒悟了，既然你说过朋友也是累赘，那就请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吧。看着唯一的靠山头也不回的走掉，尤伊彻底破防了，只能搬出家事做最后的挣扎。他对着奥克诺蒂的背影大喊：“我父亲可是商会会长，你真的敢动我吗？”尤伊还想拿100金币来收买人心，甚至在那炫耀自己多有钱，却不知道这招对奥克诺蒂根本没用。奥克诺蒂调皮的吐了吐舌头，论家底他还没怕过谁，更何况他手里还握着一张王牌。随着黑色的教官帽戴在头上，这场游戏的规则彻底变了，他现在拥有直接淘汰选手的权利。阿比柱觉得现在亮底牌有点早，但奥克诺蒂心里却有别的打算。他盯上了那个被抛弃的洛克菲尔，既然这个男人被队友背叛了，那不如反向操作一下，把他变成自己最可靠的盟友。奥克诺蒂伸出了手，问了洛克菲尔最后一个问题：是继续执迷不悟，还是重新开始？随着奥克诺蒂轻轻一拍，原本的队友接二连三的消失，这场捉迷藏游戏已经提前结束了。尤伊跪在地上歇斯底里的大喊，甚至想用更多的钱来买命，求洛克菲尔千万别丢下他。但洛克菲尔只是沉默的站着，他已经看透了这个女人的真面目，最后头也不回的选择了退出。这下尤伊彻底成了光杆司令，在这片荒郊野外等待他的将是真正的审判。尤伊还在后面拼命追赶，但奥克诺蒂已经没耐心陪他玩了，直接一个拒绝，潇洒退出游戏。随着黑帽子被摘下，教官的特权也跟着消失了，但这正是奥克诺蒂想要的结果。尤伊瘫坐在地上想不通，为什么事情会闹到这一步，明明刚才还胜券在握。奥克诺蒂冷冷地回过头，直言这就是为了替多罗西复仇。像尤伊这种自私自利的人，根本没资格进入学院大门，与其说是考试，不如说是奥克诺蒂在清理门户。随着叛徒事件彻底解决，系统居然给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奖励，说是因为奥克诺蒂没被收买，洛克菲尔的好感度直接拉满了。奥克诺蒂看着面板一脸嫌弃，这种奖励简直比鸡肋还难受，被这种男人喜欢上，只会让他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洛克菲尔倒是挺真诚，走过来低声下气地道谢，还问以后该怎么报答这份救命之恩。结果奥克诺蒂直接开启毒蛇模式，说他不需要一个会抛弃同伴的人帮忙，更何况洛克菲尔还是全场最菜的一个。虽然被损得体无完肤，洛克菲尔还是深深鞠了一躬，看来这笔人情债他是打算记一辈子了。看着洛克菲尔离开的背影，阿比柱忍不住嘟囔了一句，觉得奥克诺蒂这次实在是太心软了。奥克诺蒂倒是看得很开，他说到底要不要原谅那个男人，那是多罗西该操心的事，自己只是顺手帮个忙而已。好在这次考试的结果还不错，吉塞尔、阿比柱还有伊莎贝尔全员都拿到了72分的高分，只要再加把劲就能赶上大部队了。就在大家准备继续出发的时候，米涅瓦突然出现在树林深处，他压低了帽檐，嘴里念叨着奥克诺蒂的名字。这野外的环境确实够呛，艾琳坐在冰冷的地上，满脸都写着嫌弃，周围的考生早就饿得没精打采，甚至有人已经打算破罐子破摔了。看着这群娇生惯养的贵族子弟，艾琳心里却在想另一件事，如果买这些入场券的钱能换成物资送到北方前线，那些守边疆的战士也就不用受苦了。旁边的小哥看他一直没动静，赶紧凑过来献殷勤，非要把自己的应急口粮送给他，生怕这位大小姐受一点委屈。结果易林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直接冷冰冰的拒绝了。这种廉价的关心对他来说根本毫无意义，他现在脑子里
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赶紧结束这场无聊的考试，去做真正该做的事。艾琳对野外的食物一直有心理阴影。当年在雪地开拓村，那些看似好心送饭的村民，其实全都是想要他命的邪教徒。所以他早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觉得这种考试大家肯定都在啃干粮，只要能填饱肚子，味道再差他也能忍受。可就在他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时候，一阵诱人的香味突然钻进了鼻孔，这味道简直香得不讲道理。他顺着香味转头一看，整个人直接愣在原地。奥克诺蒂这几个人竟然围起火堆，正悠哉地搞黄油炒蘑菇。看着人家那热气腾腾的大餐，再看看自己手里的冷干粮，艾琳的心态彻底崩了。这哪里是来考试的，这分明是来度假的吧？明明闻着香味都快流口水了，艾琳还是在那死要面子活受罪，非说自己只是过来看看，根本不是为了什么炒蘑菇。旁边的随从也是个实诚人，直接给他找了个台阶下，说人家奥克诺蒂其实是在卖蘑菇，因为怕直接送给贵族吃，会让人家觉得是在施舍面子上挂不住。不得不说，奥克诺蒂这招确实聪明，既赚了钱还给这帮傲娇贵族留了脸面，现在只要花点小钱就能吃上大餐了。可意林这疑心病又犯了，看着奥克诺蒂那副热情的笑脸，他总觉得这背后肯定有诈，说不定这就是个专门针对他的陷阱。他在那纠结了半天，最后还是没忍住迈着沉重的步子，一点点朝着香味飘来的方向挪了过去。本以为这尴尬的气氛要僵住了，谁能想到奥克诺蒂突然变脸，笑得那叫一个灿烂。他随手掏出一颗发紫光的玩意，问人家要不要尝尝。这哪是送糖果，这分明是想要人命啊！这下好了，阿比朱拎起人转头就跑，只留下艾琳在风中凌乱。明明是艾琳自己被吓得够呛，结果还要在那嘴硬，说就算给了也不会吃。奥克诺蒂现在正生闷气呢，本想去套个近乎，结果热脸贴了冷屁股，这计划全乱套了。吉塞尔这时候还跑来凑热闹，拿着驱虫喷雾一顿狂喷，还纳闷他为什么要躲着走。奥克诺蒂却突然露出一副坏笑，说你马上就会明白了。这笑容一看就没憋好屁。就在这时，米涅瓦带着大部队赶到了，所有人都在议论纷纷。这教官也是个狠人，话都没说两句，直接烧掉10个积分，当着所有人的面开溜了。这下考生们全傻眼了，说好的带队去终点，结果领头的自己先顺意跑了。奥克诺蒂在旁边笑得可开心了，他心里清楚得很，这帮人马上就要知道没带驱虫药的后果有多严重。看看这路牌写的，想走没蚊子的近路就要掏钱，不想花钱的就等着被蚊子抬走吧。这哪是考试啊，这分明是明着抢钱呢！这女教官简直是个奸商，看大家被蚊子愁得不行，居然跑出来推销止痒膏。有人问他有没有驱虫喷雾，他倒好理直气壮地骂人家是笨蛋，说有驱虫药谁还卖止痒膏啊？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男人一脸自信地站了出来，说讨厌蚊子直接开船送阵不就行了？结果帅不过3秒，传送阵刚亮起来就变红了，系统提示检测到蚊子毒素，空间传送直接被锁死。这下彻底完蛋，连最后的逃生通道都没了。红发女这下丢人丢大发了，连阿比猪都跑出来嘲笑她，气得她当场就要跟这猴子单挑。就在这俩人准备动手的时候，吉塞尔还在纠结传送阵的事，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这蚊子毒素居然能锁死传送。奥克诺蒂这时候站出来科普了，原来这设定是为了救命，如果身体在中毒状态下传送，毒素会跟着空间波动瞬间扩散，到时候别说考试了，恐怕连命都要交代在这。看来这考场的每一个坑都是给这帮考生量身定做的，这下谁还敢说这只是一场简单的考试？就在大家被毒素困住的时候，奥克诺蒂却一脸轻松地招呼大家出发，旁边的人还在好心提醒，说中了蚊子毒是没法传送的。结果奥克诺蒂反手就是一个降维打击，他笑着说完全不用担心，因为他们从头到尾连一个蚊子包都没落着。随着10个积分扣除，传送阵的光芒瞬间炸裂，4个人直接消失在原地，只留下一群看呆了的考生。等他们再次现身时，已经在森林的另一头了。连见多识广的米涅瓦都愣住了，在这鬼地方想不被蚊子咬，简直比登天还难。米涅瓦本来还怀疑他们买了止痒膏，但作为专业的游侠，他一鼻子就能闻出来，这帮人身上干干净净，是真的靠实力走过来的。这下有意思了，这支小队的深浅谁也看不透了。米涅瓦还在那嘀咕，觉得这帮人肯定是偷用了驱虫喷雾。奥克诺蒂在旁边听得一脸无奈，这考官的身份简直是写在脸上了。不过米涅瓦倒也干脆，直接张开双臂宣布，恭喜各位，你们正式通过了这一关。话音刚落，吉塞尔就发现手环亮了，积分居然莫名其妙涨了一大截，原来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到达，每人都能拿到50积分的巨额奖励。这下大家可乐坏了，吉塞尔忍不住问了一句，折腾这一大圈，这考试到底是在考什么？米涅瓦收起笑脸解释道，第一场测试其实是为了看你们收集物资的能力，说白了考的就是资源管理，看来接下来的路只会比现在更难走。米涅瓦还在那儿滔滔不绝，讲什么远征要管理资源，还要防范各种传染病。米涅瓦转头问奥克诺蒂，是不是早就看穿了这一切？奥克诺蒂脸不红心不跳的吹牛，说自己早就准备好了特制的毒糖果，不管什么毒都能防得住。这话听得阿比柱都傻眼了，甚至还想把这招学回去。结果奥克诺蒂转头就找了个借口，说要急着去上厕所，一溜烟就跑没影了。等他跑到没人的角落，才终于露出了真面目。他从怀里掏出一个沉甸甸的布袋，里面装的可不是什么糖果，而是满当当的发光宝石。
闹了半天，这小姑娘费这么大劲过关，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考试，这些宝贝才是她真正的目标。奥克诺蒂正美滋滋地盘算着这些强化石该怎么用才最划算，他打算先用低级的电手把这块极品留到最后再吃。就在他做白日梦的时候，背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问他是不是在收集石头。奥克诺蒂整个人都僵住了，回头一看，那个戴黑帽子的教官正悠闲地站在树干上。教官一副看穿一切的样子，调侃他小年纪，心思倒是挺成熟。奥克诺蒂心里很清楚，这个秘密要是传出去，自己可就彻底麻烦了。但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甚至还露出一丝冷笑，因为他早就看穿了对方的底细。这个所谓的黑帽教官根本就不是人类，而是米涅瓦的召唤兽，能躲过他的探测，一路跟到这只召唤兽确实有点本事。奥克诺蒂这下全明白了，站在面前的这个男人是米涅瓦在背后远程代打，通过共享视觉和传音魔法。被识破身份的教官不仅没慌，反而露出了一个诡异的笑容。他低声说了一句：“像你这么聪明的考生，我以前也不是没见过。”奥克诺蒂还以为是遇到了竞争对手，结果对方根本不是在聊考试，而是在查他的底细。原来有一种专门培养特工的组织，会伪装成普通学生潜入学校，而那个组织的名字竟然和他家管事的姓氏一模一样。这下误会可闹大了，奥克诺蒂直接被当成了危险分子。这场考试已经演变成了身份危机，考官开启了审讯模式，非要逼他说出基金会的阴谋，甚至还说那个组织专门盯着没爹没妈的孩子下手。这话一出，奥克诺蒂彻底炸毛了，他大声反驳说自己有父亲，绝不允许别人诋毁他的家人。看着他反应这么大，考官这下也心虚了，意识到自己可能真的认错了人，赶紧低头道歉，毕竟孩子是无辜的。吉塞尔和阿比柱看着他这副委屈的样子，两人都懵了，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你刚才哭了吗？阿比柱当场就火了，撸起袖子要找那个混蛋算账，敢欺负他们家的小姑娘，这事儿绝对没完。吉塞尔还没来得及解释，就被旁边的伊莎贝尔狠狠收拾了一顿，怪他没保护好孩子。这下两个大男人都被训得没脾气了，虽然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但大家全都坚定地站在他这边。伊莎贝尔温柔地帮他擦脸，尴尬归尴尬，但这紧绷的神经总算松了下来。趁着下一波考生还没到，几个人决定原地休整。考试的第一梯队已经到场，那些真正的高手全都是靠着传送阵直接通关，轻轻松松就把其他人甩在了后头。转眼间一天时间就过去了，奥克诺蒂困得直揉眼睛，而那些没背景没实力的考生这会儿才陆陆续续露面，有人是硬闯过来的，有人是绕远路死撑到现在的，一个个全都累得瘫倒在地，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米涅瓦站在大门口一言不发，冷眼看着这群狼狈的幸存者。随着他指尖轻轻一响，这一关的倒计时彻底归零了。考官的一声令下，直接给这场考试画上了句号。200多个考生，最后竟然只有23个人合格，剩下的这100多号人，要么是中途弃权，要么是超时没赶上。现场的气氛简直压抑到了极点，所以他们时间不够了。从他们的状况判断，他们一定遇到了黑帽教官。早些时候，奥克诺蒂倒是挺大方，直接给多罗西指了一条明路，让他赶紧原路返回，去入口处找那个戴黑帽子的考官。他说只要运气够好，说不定还有机会能过关。这话一出，多罗西整个人都定住了。阿比柱这会儿也看傻了，明明考试都结束了，怎么那些超时的人也被带过来了？奥克诺蒂只是耸了耸肩，显然他已经猜到了什么。果然，台下的考生们先坐不住了，大声质问米涅瓦：超时的人难道不该直接卷铺盖走人吗？结果米涅瓦一句话直接把全场给问住了。他说自己从来没说过超时就要滚蛋。这下所有人都懵了，原来这场考试看的是总分，准时到达的能加50分，而那些超时的仅仅是拿不到这笔加分而已。只要你之前的底子够厚，照样能过关。随着合格名单公布，奥克诺蒂和伊莎贝尔顺利晋级，阿比柱和吉塞尔也榜上有名。最后算下来，200多人里竟然只剩下了6个。米涅瓦最后这句不接受反驳，霸气到了极点。米涅瓦这番话直接给那些自以为是的家伙泼了盆冷水。他说光有蛮力和技术，在真正的冒险里根本活不下去，剩下的这30个人必须在第3场考试里拼尽全力。奥克诺蒂这会儿正郁闷呢，他能感觉到周围那些不怀好意的目光，毕竟连续2次拿了第1名，在别人眼里他现在就是个必须除掉的眼中钉。阿比柱他们也看出来了，表现得太优秀，有时候反而会让自己没朋友。奥克诺蒂只能在心里暗暗叫苦，感觉自己的社交名声算是彻底臭了。就在大家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时，一位叫妙高的老者出现了。他看起来地位不低，一开口就夸奥克诺蒂表现出色，甚至说早就料到他能提前晋级。老人家发话了，让所有合格的考生先去休息室待命。虽然暂时脱离了考场，但奥克诺蒂心里清楚，真正的较量恐怕才刚刚拉开序幕。奥克诺蒂正走者路呢，突然被一个戴面具的神秘人给拦住了。对方一开口就老气横秋的，直接把他给整不会了。奥克诺蒂心里直犯嘀咕，这人到底想干什么？结果对方凑上来，压低声音问了一句：“你也是个刺客吧？”这话听得奥克诺蒂一头雾水，但他还不知道眼前这个自称祖安的家伙背景可是一点都不简单，他就是传说中的束缚刺客，更是第2场考试里那个撞见概率只有1/1000的终极地雷角色。被这种危险人物盯上，奥克诺蒂这回怕是真要倒大霉了。面对祖安的质问，奥克诺蒂
还在那儿拼命摇头，死活不承认自己是刺客。可祖安根本不信，他认定奥克诺蒂刚才看穿了自己的身法，绝对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奥克诺蒂这下没词了，总不能说是因为自己有玩家外挂吧，只能随口胡编，说是跟家里的执事和女仆随便练的。谁知道祖安听完不但没生气，反而一脸羡慕的凑了上来。这画风转的也太快了，刚才还杀气腾腾的顶级刺客，现在居然像个普通小女生一样，拉着奥克诺蒂聊起了家教话题，还感叹自己只有师傅教，没这种好福气。奥克诺蒂整个人都麻了，在他的印象里，祖安可是个见面就要动刀子的狠角色，怎么现在突然变得这么好说话？看着祖安那父自来熟的样子，奥克诺蒂心里直犯嘀咕，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社交牛逼症吗？这种莫名其妙的友情，简直比打一架还要让人头大。阿比柱还在那儿没心没肺的大笑，奥克诺蒂被他吵得头疼，正搁那儿郁闷呢。谁知道祖安突然凑了过来，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温柔的让人脊背发凉。他问奥克诺蒂要不要替他出手教训一下这个蠢货。这一瞬间，祖安周身的杀气彻底爆发，那眼神就像在看一个死人。只要奥克诺蒂点个头，阿比柱恐怕当场就要伸手一触。奥克诺蒂整个人都僵住了，他终于意识到，眼前这个自来熟的好姐妹，本质上还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顶级刺客。祖安在刺客中排名第155，通常这会是赢得他好感的时候，以免惹恼他。可奥克诺蒂却拒绝了，因为眼前这群人早就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 NPC， 而是他真正的队友。谁能想到，原本只想利用剧情走向的他，现在竟然真的舍不得了。他头也不回地奔向同伴，现在他们已经成为我珍贵的人。本以为只是普通的学院选拔，前2关考的是脑子和反应，可到了这第3关，画风瞬间就变了。这哪里是考试，分明是要在这荒郊野岭跟这群怪物玩命。看着满地的狼藉，艾琳忍不住开始怀疑，这种玩命的测试难道每年都要来一次？这场跟魔族的仗打得没完没了，除了满地的坟头，什么都没剩下。他本想去王都找个答案，结果一出手就是清场级别的魔法，这实力放哪都是顶尖的。可让他想不通的是，自己拼死拼活打怪，评分竟然还不如那个捡石头的奥克诺蒂。难道这不起眼的破石头才是通过考试的关键？这下入学名单一出，全场都要炸锅了。这学院的竞争压力不是一般的大，葛路牛鬼蛇神都聚齐了。阿比柱还以为他是闲人多，可奥克诺蒂真正在意的是接下来的分组名单。他对学院的规则简直门儿清，连哪个区是边境，哪个区是核心都一清二楚，甚至断定自己会被分到最偏远的 A 组。这下连吉塞尔都看呆了，一个普通小姑娘怎么会对学院内部消息这么灵通？奥克诺蒂只能尴尬的打马虎眼，说这些都是在家里随便听的。可这副心虚的模样，谁看了都觉得不对劲啊。阿卡迪亚开始怀疑了，这种级别的内部消息，没点皇室背景根本打听不到，气氛正紧张呢。奥克诺蒂心里却在疯狂吐槽，这位排名第2的大佬怎么满脑子都是八卦和流行趋势。他随口提了一句加件皮草更好看，结果阿卡迪亚像找到了知音，当场夸他有品味，甚至连冬装都提前订好了。奥克诺蒂这下彻底无语了，本以为是个难对付的高手，结果1-2句穿搭建议就把这好感度给刷爆了。看来这大佬的脑回路比想象中要简单的多啊。阿卡迪亚这招真是绝了，刚才还聊穿搭呢，转头就拿炸鱿鱼当诱饵，这谁顶得住啊？奥克诺蒂这下是彻底没定力了，嘴里塞得满满当当，形象什么的早就丢到九霄云外了。可正吃得欢呢，一个戴斗笠的传令兵突然杀了出来，点名道信要找奥克诺蒂。原来是米涅瓦要单独见他。这下奥克诺蒂整个人都僵住了，嘴里的鱿鱼瞬间就不香了。好端端的怎么会被考官盯上？难道是刚才考试的时候表现得太扎眼了？米涅瓦单独召见，奥克诺蒂心里直打鼓，不知道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米涅瓦倒是挺淡定，先是让他放轻松，接着随手甩出一份分组名单。奥克诺蒂本以为自己肯定会被分到边境 A 组，可米涅瓦接下来的话让他整个人都僵住了。原来在官方的记录里，奥克诺蒂根本就是个黑户，不管是身份登记还是魔法记录，全都查无此人。这下麻烦大了，辛辛苦苦隐藏的身份，竟然在入学第1天就彻底穿帮了。米涅瓦直接下了最后通牒，因为查不到身份记录，奥克诺蒂被分到了来路不明的 C 组。这还不算完，米涅瓦恐吓说他以后不仅没自由，还得被教官24小时盯着。这下奥克诺蒂彻底崩溃了，他心里想的居然不是安全，而是担心没法去刷强化石，更没法参加那些现实活动了。这玩家思维也是没谁了。就在他苦苦哀求的时候，米涅瓦却突然话锋一转，说刚才那些只是吓唬他的。这大喘气差点没把人送走。米涅瓦到底想提什么条件？真正的转机恐怕才要出现。就在身份要穿帮的节骨眼上，米涅瓦突然说有人专门赶来给奥克诺蒂撑腰了。还没等奥克诺蒂反应过来，大门猛地被推开，走出来的竟然是管家马克思。这下奥克诺蒂可算见着亲人了，二话不说直接飞扑过去。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马克思可是他唯一能100%信任的人，只要被召唤，这位管家的忠诚就是绝对的，这辈子都不可能背叛。不过马克思还是老样子，一边稳稳地挡住扑过来的小姐，一边提醒她要注意场合，毕竟考官还在旁边看着呢。马克思非常有礼貌地提出想跟自家小姐单独说点悄悄话，米涅瓦道也识趣，二话不说就起身离开了房间。随着大门砰的一声关上，屋里的气氛一下子就变了。马克思脸上的温和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严肃。他死死按住奥克诺蒂的肩膀，
压低声音叮嘱道：“接下来的每一句话，你都必须给我听仔细了。”看着马克思这副表情，奥克诺蒂心里咯噔一下。马克思心里很清楚，无论这位大小姐表现得多么优秀，那个危险组织的标签始终像影子一样甩不掉。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正站在风口浪尖上，毕竟在世人眼里，他背后的那个组织可是以毁灭世界为目标地。这下麻烦真的大了。马克思突然按住他的肩膀，语气变得前所未有的严肃：“大小姐，接下来的话你一定要听好。原来他曾经也是那个组织的一员。”他郑重地警告奥克诺蒂，现在他正站在决定命运的十字路口，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因为那个组织之所以支持他，绝不是因为什么好心。奥克诺蒂彻底懵了，如果不是为了帮他，那又是为了什么？马克思把话挑明了，一旦那个组织觉得你没利用价值，就会立刻把你锁死，让你一辈子当他们的工具人。奥克诺蒂听得半信半疑，他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甚至还反问为什么要拒绝他们的资助。马克思叹了口气，直接递过去一份秘密协议，只要签了字，学院就会替他还清所有债务。这不仅仅是一张纸，更是他摆脱控制的唯一机会。只要签下去，他就能获得全新的身份，彻底重获自由。马克思告诉他，只要签了字，他就能彻底自由。可奥克诺蒂却停下了笔，他问：“那你呢？”听到马克思说两人会永远分开，奥克诺蒂一下子急了，他大声拒绝，说自己绝不会抛弃相依为命的管家。看着扑进怀里的大小姐，马克思心里竟然有一丝自私的满足。虽然他很清楚，为了留下他选了一条最危险的路，这条路一旦踏上，就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了。奥克诺蒂眼神坚定，他决定不再逃避，而是要爬到最高处。马克思最后确认了一遍：“你真的觉得自己能做到吗？”奥克诺蒂只回答了一个字：“是。”谁能想到，奥克诺蒂竟然说自己是个玩家。他说那个组织本来就是他父亲的，作为女儿帮父母拿回东西理所当然。他不仅不害怕，反而觉得这很有趣。马克思看着眼前的大小姐，心里五味杂陈。这就像是一只鸟，明明笼子门已经开了，它却拒绝飞走，反而要留下来把笼子据为己有。既然劝不动，马克思索性不再劝了。他握紧拳头站起身，眼神里透出一股前所未有的狠劲。他决定换一种方式守护她。他当场庄严宣誓，从现在起他将代表组织，正式成为奥克诺蒂的监护人。他问：“你愿意接受这份契约吗？”奥克诺蒂笑着握紧胸前的哨子，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他说：“你会一直站在我这边的，对吧？”无聊的公事总算聊完了。奥克诺蒂兴奋地拉着马克思，想把入学考试的趣事全分享给他。就在刚才，组织内部已经传出了风声，高层正在讨论怎么处置这位大小姐。马克思心里很清楚，如果这次再出差错，组织会毫不留情地把他们全部除掉。看着眼前这个全心全意信任自己的女孩，马克思后背发凉。如果刚才奥克诺蒂选择了离开组织，那现在的他就已经变成大小姐的死对头了。这种沉重的真相，马克思只能一个人死压在心底。他沉默着没说话，只是静静听着女孩叽叽喳喳的分享。临走前，奥克诺蒂有些舍不得地拉住他，小声问：“我们下次什么时候能再见面？”马克思愣了一下，他不知道这种走钢丝的日子还能撑多久。马克思耐心地解释着规矩，按照组织的安排，他每个月只能在指定日期来学校看他一次。奥克诺蒂听得直撇嘴，觉得这规定在奇怪的地方还挺讲究。看着大小姐这副样子，马克思忍不住像老父亲一样唠叨起来。他叮嘱奥克诺蒂在同学面前收敛点，别总说些奇奇怪怪的话，万一被大家排挤欺负了怎么办？奥克诺蒂倒是挺胸抬头，一脸自信地说：“完全不用担心，他现在可是交到了不少好朋友。”看着他哼着小曲走在前面的背影，马克思心里总算踏实了点。他默默看着这个自己发誓要守护的人，觉得他能这么快适应，确实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可就在这时，马克思突然停下了脚步。奥克诺蒂疑惑地回过头，却看到马克思低下了头。他说：“时间到了，我该走了。这一走，下次见面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离别的时候到了。”马克思深深地鞠了一躬，叮嘱大小姐在下次见面前一定要保重。奥克诺蒂用力地挥着手，大声回应，让他也照顾好自己。看着马克思远去的背影，奥克诺蒂知道接下来的路只能靠自己走了。而他所在的这所学院背景可一点都不简单，整个学院坐落在一座孤岛上，官方宣称是为了保护学生的安全，所以这里戒备极其森严，进出只能通过专门的空间传送阵，普通人根本连门都摸不着。可听着这些高大上的介绍，奥克诺蒂忍不住翻了个白眼。既然说的这么安全，那为什么3天2头就有入侵者闯进来？这官方说辞听者就像是在瞎扯。说白了，学院搞这么多名堂，就是为了给这帮新生一个下马威，让他们明白在这里以前的身份和特权全都不好使。为了所谓的专注提升实力，学院要求所有人必须上交行李，彻底切断和外界的联系。就在这时，工作人员扯着嗓子大喊：“所有人排好队，准备接受检查。”规矩定得很死，第一条就是严禁携带任何魔法装备。这下现场可乱了套，不少人正打算浑水摸鱼，结果全被当场抓了个现行。阿比柱扛着棍子从旁边走过，满脸不屑地啐了一口：“则真没出息，别总想着靠这些破烂玩意儿保命。”阿比柱扛着那根显眼的长棍，本以为会被拦下，没想到工作人员竟然放行了。只不过有个前提，除了平时自己训练，想在外面动武必须得先申请。轮到奥克诺蒂的时候，场面一下子变得尴尬起来。工作人员从他包里翻出一堆宝贝，指南针、发光石，甚至还有匕首。这哪像是来上学的，简直像是刚从哪个地牢里刷完副本回来。
奥克诺蒂还挺得意，拍着胸脯说自己可是正经冒险者。结果下一秒，工作人员面无表情地宣布这些东西通通没收。奥克诺蒂当场就崩溃了，看着他抱头惨叫的样子，工作人员不紧不慢地解释，这是学院的死规矩，除非是生活必需品，否则想用这些玩意儿就要拿点数来换。奥克诺蒂愣住了，点数又是个什么东西？原来在入学考试里表现出色的人手里都攒着一笔巨款，没点数的人在学院里怕是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奥克诺蒂赶紧低头查了查自己魔法手表里的余额，这一看不要紧，他差点被那一串零给晃花了眼。提前到达，考试优等，再加上第1名的奖励，总分竟然高达20多万。这下他可神气坏了，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超级大富豪。他挺起胸膛，大摇大摆地走到工作人员面前，我要用点数换取携带许可。可还没等他高兴过3秒，新生阶段禁止申请任何携带许可。奥克诺蒂当场就僵在了原地，这不就是有钱也没地方花吗？工作人员尴尬地咳嗽了2声，表示规矩就是规矩，哪怕他点数再多，这些宝贝东西照样得全部没收。奥克诺蒂这下彻底破防了，凄厉的惨叫声响彻了整个检查站，他在旁边哭天喊地，直呼这规矩太不公平。就在这时，吉塞尔突然拉住了工作人员，两人躲到一边神秘的嘀咕，也不知道在打什么算盘。紧接着他们2个同时转过头来，盯着还在委屈的奥克诺蒂，看这架事情好像还有转机。谁能想到吉塞尔居然真的把东西要回来了？他把袋子往奥克诺蒂手里一塞，告诉他这种时候只要说谢谢就够了。奥克诺蒂这下可乐坏了，刚才的委屈瞬间忘得精光，甜甜的喊了一声叔叔。就在大家松了一口气的时候，人群中突然传来一个名字，妙高大师。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家竟然也亲自露面了。妙高大师亲自过来询问情况，本以为只是例行公事，没想到守卫却报告了一个意外消息，这事儿还跟奥克诺蒂有关。原来那些被没收的糖果根本不是什么零食，而是他用来做抗毒训练的必需品，一旦被强行收走，他的身体平衡就会彻底崩溃。听到这里，妙高大师的表情瞬间变了，他意识到这个看似胡闹的小姑娘身上竟然背负着这么危险的秘密。妙高大师周身的气息突然暴涨，吓得旁边的守卫连大气都不敢喘，这种恐怖的压迫感让空气都快要凝固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失态了，收起气息，连声道歉，说是因为听到了奥克诺蒂的遭遇，一时间没控制住情绪。守卫接着透露了一个更离谱的消息，这孩子竟然还有吃石头的怪癖，大家都在猜，这可能是因为训练强度太大，导致他精神上出了问题。妙高大师听完长叹了一口气，这哪里是训练，这简直就是一场悲剧。一个本该天真烂漫的孩子，竟然要靠着毒药和矿石才能活下去。看着奥克诺蒂孤独的样子，妙高大师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突然转过头，低声请求守卫能不能把这件事压下来，千万别让高层知道。守卫这下犯了难，毕竟按规矩，任何异常情况都得如实上报。可看着大师那副认真的样子，他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妙高大师感慨道，如果法律和规则连一点人情味都没有，那他们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他决定亲自照看这个孩子，绝不让他再受委屈。守卫被这份慈悲心打动了，他默默行了个礼，祈祷大师一切顺利。妙高大师也何时回礼，只希望这片喧嚣的营地里能多一点真正的平静。深夜里，马克思收到了第一份秘密报告，那是奥克诺蒂从学院寄回来的。信上说他已经领到了校服，还顺利住进了宿舍。看着那熟悉的字迹，马克思心里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报告里特意提到不需要任何支援，这说明奥克诺蒂已经准备好要独自面对接下来的麻烦了。他在心里默默盘算，这次又会有哪个倒霉的教授会被这个天才少女给迷住？毕竟面对这种级别的天赋，没人能忍住不去关注他。马克思无奈地叹了口气，他比谁都清楚，这根本不是什么求学之路，而是基金会设下的一个局，他们要把学生当成人质，去换取那些教授的绝对服从。马克思看着手中的报告，想起了自己当年的导师，但他很快回过神来，因为这份报告里藏着一些让他非常在意的信息。奥克诺蒂在申请支援那一栏清清楚楚地写着不需要任何帮助，这种倔强让马克思感到一阵心酸。这孩子好像总觉得，如果自己不快点把所有事搞定，随时都会被这个世界抛弃。他坐在灯下暗自琢磨，总得找点什么由头，能名正言顺地帮他才行。可就在翻到最后一页时，马克思突然愣住了。报告末尾歪歪扭扭地写着一句话：千万别进111-1。这没头没脑的警告让马克思一头雾水，难不成这孩子写报告的时候困得都开始说胡话了？此时的他已经搬进了宿舍，正一边整理东西一边等着开学典礼。可他并不知道，这栋看似普通的宿舍楼里其实藏着一个谁都不知道的秘密。就在奥克诺蒂发呆的时候，空荡荡的房间里突然传来了清脆的敲门声，这可不是普通的动静，而是传说中那扇会回应的门正在向他打招呼。奥克诺蒂整个人都僵住了，明明屋里只有他一个人，这敲门声到底是从哪来的？这敲门声可千万不能回，因为这扇门最邪门的地方就在于，只要你敢搭理他，他就一定会给你回应。住在隔壁的赫斯提亚，就是因为没能忍住好奇心，才成了学院里第一个失控的大 boss。他整整1个学期都在隔着墙跟所谓的邻居聊天，直到有一天，赫斯提亚推开了隔壁的房门，才发现那里根本就没人住。这种被脏东西盯上的恐惧，瞬间击垮了他的精神。
作为一名狂战士，赫斯提亚在极度崩溃中彻底疯了。他拎起斧头冲向人群，不仅重伤了10几名同学，还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惨剧。谁能想到，仅仅是因为一次错误的敲门，一个天才少女就这样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普通新生遇到这种怪事，肯定第一时间找教授求救。但奥克诺蒂可不是一般人，在他眼里，这扇会回应的门简直就是个宝贝。他直接对着门问起了期中考试题，没想到对方还真答应了。这哪是闹鬼啊，这分明是随叫随到的私人导师。奥克诺蒂甚至还想好了，只要自己平时多陪赫斯提亚聊聊天，就能阻止他走向崩溃的结局。画面一转，阿卡迪亚正对着奥克诺蒂撒娇。这位佛罗伦萨王国的公主对奥克诺蒂的喜爱完全藏不住，虽然这称呼听起来怪怪的，但只要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这点小事也就不算什么了。经过这几天的茶会，阿卡迪亚对奥克诺蒂的好感度简直是蹭蹭往上涨，甚至还拿出了大姐姐的架势，开始教导起贵族礼仪了。奥克诺蒂虽然觉得社交很累，但只要能解锁稀有菜谱，这点辛苦他还是能忍的。毕竟在吃货眼里，新菜谱的诱惑力才是最大的。就在气氛正融洽的时候，伊莎贝尔放下茶杯，表情看起来相当严肃。阿卡迪亚小姐，我今天过来是有件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谈谈。阿卡迪亚倒是很淡定，笑着问到底是什么事能让他亲自跑一趟。伊莎贝尔先是客套了一番，感谢对方对奥克诺蒂的照顾，但他希望对方能把精力多放在西部贵族联盟的活动上。阿卡迪亚听完脸色瞬间就变了，他反问道，你指的是中央贵族那些学生吗？这气氛一下子就降到了冰点。现在的局面非常僵，边境学生和帝国学生之间已经快要打起来了。阿卡迪亚提议，咱们高年级的贵族应该带头去对抗帝国。但奥克诺蒂心里很清楚，这场谈话根本不会有结果，因为帝国手里握着一种杀伤力极强的武器，这种武器不是刀剑，甚至连使用许可都不需要，但它比任何利刃都要危险，压得边境学生根本抬不起头。伊莎贝尔试探着问，难道是传闻中的魔力精炼和修炼方法？没错，帝国学生从一开始就掌握了高纯度的魔力技术，这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奥克诺蒂心里很清楚，一旦双方真的打起来，帝国那边通常都是碾压局，除非那个怪物觉醒，也就是作为章节大魔王的赫斯提亚。想到那个满身血迹的疯子，奥克诺蒂就觉得头大。可阿卡迪亚倒好，还反过来安慰他。他一边捏着奥克诺蒂的脸，一边笑着说，别担心，我会小心的。看着他这副不靠谱的样子，奥克诺蒂彻底无语了，这人真的能应付得来吗？就在这时，一颗神秘的蓝色晶石出现在了视野里。奥克诺蒂今天运气不错，刚捡到宝贝，正哼着小曲准备去干饭，结果一推门，整个人都傻眼了。走廊里两拨人马对峙，气氛简直要爆炸。贵族学生这边先发难，嫌弃对方穿运动服太寒酸，觉得这种打扮进食堂简直是丢了学院的脸。对方可不惯着他们，直接回对说，教官只说建议穿校服，又没说必须穿。这句话一出，两边彻底炸毛了，一个要求道歉，一个嘲讽对方审美有问题。奥克诺蒂在旁边看得头大，这矛盾哪是解决了，分明是火上浇油啊！就在这时，系统突然弹出了提示，触发了阵营对抗事件，这还用选吗？奥克诺蒂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啪嗒响，那可是帝国的高级贵族，等级高，背景硬，只要能跟他们搞好关系，以后在学院里还不横着走。他正幻想着飞黄腾达，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了，结果一个声音直接把他拉回了现实。伊莎贝尔一脸惊喜地跑过来，大声问他，奥克诺蒂，你是来帮我们的吗？这下彻底翻车了，奥克诺蒂整个人僵在原地，谁能想到伊莎贝尔居然也在这一组？伊莎贝尔这眼神简直比雷达还准，一眼就看穿了奥克诺蒂在想什么。他冷不丁地问了一句，你该不会是看上帝国贵族那些高级零食了吧？奥克诺蒂吓得赶紧摆手，大声嚷嚷着说，我才没想什么名酒和灵药呢。这下好了，简直是不打自招。伊莎贝尔听完微微一笑，语气温柔的让人发毛。他说，你想去支持他们也行，但从今往后你这辈子都别想吃我做的饭了，而且我还会把这事告诉阿卡迪亚。听到断粮还要被告状，奥克诺蒂当场就崩了。虽然错过大腿很可惜，但还是保住饭碗更重要啊。奥克诺蒂虽然嘴上嫌弃，但想起和队友相处的点滴，这一刻他终于不再纠结，大步流星的冲了出去。他直接挡在伊莎贝尔身前，对着那帮贵族大喊，不许欺负我的朋友。奥克诺蒂火力全开，质问对方训练完穿运动服怎么了？大家都洗过澡了，一点都不臭。这帮帝国贵族也是真嚣张，不仅骂奥克诺蒂没教养，还嘲笑平民学生的衣服太野蛮。伊莎贝尔他们气得火冒三丈，眼看场面就要失控，奥克诺蒂竟然又补了一刀。他指着对方的鼻子大喊，你们身上那股香水味才真是臭得让人受不了。系统提示音紧跟着响起， A 组的平民学生们对他的好感度瞬间刷满，可另一边 B 组的贵族们好感度直接暴跌。领头的女生骂了一句下等人，带着人头也不回的走了。看着远去的贵族大腿，奥克诺蒂彻底傻眼了，这下人脉没捞着，反而把路给走窄了。奥克诺蒂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伊莎贝尔和同学们围住了，大家亲热的喊着他的名字。刚才那场仗打完，大家不仅没怪他，反而都在真心实意的向他道谢，还争着要请他去吃大餐。看着这一张张笑脸，奥克诺蒂彻底愣住了，这种被大家需要的感觉，难道就是所谓的幸福吗？
他就这样被簇拥着往前走。第一次觉得，原来不当那个高高在上的大小姐，感觉也挺不赖的。远处的妙高看着这一幕，欣慰地摸了摸胡子，感叹这场闹剧总算圆满收场了。正所谓真诚才是必杀技，只要心意到了，再大的麻烦也会烟消云散。看来奥克诺蒂这回是真的选对路了。看着奥克诺蒂和大家打成一片，妙高总算松了一口气。原本还担心他年纪小太出众，会招来别人的嫉妒，他甚至开始祈祷，希望这份难得的平静能一直维持到入学典礼那天。夕阳西下，小组竞赛总算告一段落。奥克诺蒂独自走在走廊里，心想这下总能清静几天了。可就在这时，他突然停住了脚步，感觉到一股莫名的寒意。阴影里站着一个红发少女，眼神冰冷的让人害怕。奥克诺蒂脱口而出：“赫斯提亚。”他为什么看起来那么低落？他下意识地伸手去握门把手，可就在指尖触碰的一瞬间，整个人突然僵住了。一个极其糟糕的念头猛地窜上了心头，该不会是那个吧？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系统那冰冷的提示音直接在脑海里炸开了：恭喜玩家触发了概率只有1/1000的噩梦级隐藏事件。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女人，竟然是这一章最恐怖的大 boss。按理说，赫斯提亚要在期中考试才会觉醒，那是所有玩家的噩梦。可现在全乱套了，剧情竟然提前上演，这下麻烦真的大了。就因为这几个自以为是的优等生，非要在入学前找他的麻烦，这简直是在玩火。看着吧，这头沉睡的野兽马上就要彻底失控了。赫斯提亚低声嘟囔着，那些优等生又在骂他丑，这种话对他来说简直是刀子。奥克诺蒂急疯了，他知道这可不是小女生闹别扭，这是大魔王爆发的前兆。如果不赶紧拦住他，接下来这栋楼都要被拆了，绝对要出人命。奥克诺蒂一咬牙，现在顾不上那么多了，必须在悲剧发生前冲进去。这一步踏出去，整个剧情都要被改写了。奥克诺蒂已经想好了，既然要阻止赫斯提亚黑化，那就要拿出老玩家的手段。他打算先偷听一下，看看这位大 boss 到底在烦什么，好直接过去对症下药。他甚至都开始佩服自己了，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天才，这波操作绝对稳了。可谁能想到，还没等他开始行动，耳边就传来冷冰冰的一声拒绝。奥克诺蒂这下彻底傻眼了，谁能想到这个破地方连开个门居然都要刷好感度，这逻辑简直离谱到了极点。谁跟门说话多谁才能拿到通关钥匙。可看看赫斯提亚在干什么，他那个社恐性格，平时只敢对着试题集自言自语，对着一本书在那诉苦求安慰，这好感度全刷到纸上去了，门根本就不理他。奥克诺蒂现在想死的心都有了，这句情崩的亲妈都不认识，接下来的路到底该怎么走？伊莎贝尔在林子里捡到了宝，这发光的蘑菇可是稀罕货。他兴冲冲地计划着晚上的大餐，本以为奥克诺蒂会流口水，结果对方半天没吭声，整个人就像丢了魂一样。这下伊莎贝尔心里犯嘀咕了，平时提到吃的比谁都积极，今天怎么连眼皮都不抬一下？看来这丫头心里揣着事呢，而且这事儿绝对不小，连顶级美食都勾不回她的魂。伊莎贝尔试探着问了一句，奥克诺蒂这才如梦初醒，可他那副支支吾吾的样子，显然是藏着什么不能说的秘密。奥克诺蒂突然憋出一句，问怎么才能跟人搞好关系？这可把伊莎贝尔吓得不轻，他第一反应就是这丫头思春了，赶紧凑过去打听到底是哪家的小伙子。结果奥克诺蒂死活不肯说，只说是女孩子之间的秘密。这下轮到伊莎贝尔心里打鼓了，我整个周末都在为他收集材料，这会不会太多了？这是秘密，所以别告诉别人好吗？奥克诺蒂现在愁得不行，他说那个人身边已经有死党了，自己根本插不进话去。伊莎贝尔倒是挺大方，直接传授了一套社交秘籍，说只要聊对方的朋友就能破冰，甚至还建议带人家去钓鱼远足。这可把奥克诺蒂听懵了，毕竟他要攻略的对象是一扇门，门哪会钓鱼啊？不过他还是抓住了重点，那就是得聊对方感兴趣的话题。这顿悟来的虽然有点歪，但好歹是有了个方向。他谢过姐姐，就赶紧跑去实践了。吉塞尔开启了分析模式，既然身边没有特别亲近的朋友，那目标范围就缩小了很多。他笃定地报出了一个名字：多罗西小姐。这下伊莎贝尔彻底听懵了。吉塞尔想起以前在森林里确实顺手帮过这个女孩，后来他还顺利进了进阶班，可为什么偏偏是她？在他眼里，这姑娘除了性格有点倔，其实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吉塞尔坐在对面，满脸问号。伊莎贝尔现在备受打击，他觉得自己当了这么久冒险者，看人的眼光竟然还不如吉塞尔。明明跟奥克诺蒂住在一个宿舍，却完全没发现对方过得这么惨，这让他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吉塞尔倒是看得很开，他说自己毕竟是搞黑市买卖的，收集情报不过是职业习惯。可他接下来的话，直接让伊莎贝尔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他居然连多罗西几天没洗衣服都知道，这情报搜集的也太细了，甚至细的让人觉得有点变态。但这确实是个重要的疑点。既然有了多罗西这个线索，伊莎贝尔决定不再纠结，先去周围打听打听再说。伊莎贝尔顺着线索找到了阿卡迪亚，一提到那个背着弓箭的女孩，阿卡迪亚立刻就想起来了。原来阿卡迪亚之前想拉他入伙，打算一起对付 B 组的人，结果却被对方冷冰冰的拒绝了。那个女孩说，她再也不想跟任何人扯上关系，因为她曾经被最信任的同乡背叛过。阿卡迪亚一边摇着折扇，一边把这些陈年旧事讲了出来，最后还主动问伊莎贝尔需不需要帮忙，这让伊莎贝尔感到非常意外。
原本以为阿卡迪亚是个狠角色，没想到私下里竟然这么好说话，看来传闻果然不可信。伊莎贝尔顺利拿到了房间号120号房，看来接下来的行动有目标了。他礼貌地跟阿卡迪亚告别，本以为今天的事情到这里就该告一段落了，可就在他回去的路上，一个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在前方。那个人鬼鬼祟祟地站在门口，看起来非常不自然。仔细一看，那不是洛克菲尔吗？这家伙怎么会出现在这儿？伊莎贝尔一眼就认出了他。你在女生宿舍门口干什么？洛克菲尔低着头说自己是来等一个道歉的机会。这副死板的样子让伊莎贝尔都看无语了。既然现在知道后悔，当初干嘛要下狠手呢？洛克菲尔沉默了半天才憋出一句。那时候他已经彻底乱了阵脚，只想带大家回家。洛克菲尔还在那儿找借口，觉得当初牺牲别人是为了保全大局。伊莎贝尔听完冷笑一声，直接回了他2个字：愚蠢。不过伊莎贝尔也没打算见死不救，他说自己刚好要去见正主，可以顺便帮他带个话，就说有个怪人在宿舍门口蹲了好几天。洛克菲尔这下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赶紧弯腰恳求，甚至还真诚地道了声谢。伊莎贝尔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在他看来，只要能帮到奥克诺蒂，这点小忙根本不算什么。他转身回到宿舍大楼，径直走到了多罗西的门前，轻轻敲了几下。屋里的人显然有些警惕，隔着门问是谁。伊莎贝尔也没绕弯子，直接报上了名号。他说自己是奥克诺蒂的队友，也是之前在森林里帮过忙的人。话音刚落，紧闭的房门终于打开了。多罗西把伊莎贝尔带进屋里。伊莎贝尔还是挺佩服他的，毕竟在那样的绝境下，多罗西居然真的拿到了学分。原来他当时豁出去了，直接去标记了那个黑帽教官。虽然最后分数被规则缩减，还因为迟到被扣了不少分，但好在最后还是硬扛了过来。伊莎贝尔听着这些细节，心里却泛起了嘀咕：难道奥克诺蒂那家伙从一开始就看穿了考试的漏洞吗？伊莎贝尔这才反应过来，凭奥克诺蒂的本事，完全可以撇下所有人独自通关，可他没有这么做。原来从头到尾他都在替大家操心。屋里的气氛稍微缓和了些，多罗西试探着问：是不是奥克诺蒂交代了什么任务？伊莎贝尔顺势提起了门口那个洛克菲尔，想帮他求个情。结果多罗西一听就炸了，直接把那人定性成了白痴。他坐在床边，语气里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说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背叛者。他甚至有些担心地问伊莎贝尔，这样拒绝会不会显得自己太心狠？伊莎贝尔赶紧安慰他说，这种人根本不值得信任，既然他能背叛第一次，就绝对会有第二次。多罗西还是有点怀疑，追问伊莎贝尔到底想干什么，结果对方一开口就把他给整不会了。伊莎贝尔说，奥克诺蒂其实一直想跟他交朋友。这话一出，屋里的空气都安静了。多罗西整个人愣在原地，心想这怎么可能？自己考试后连面都没跟他见过，肯定是伊莎贝尔认错人了。伊莎贝尔看他这反应，也觉得自己可能搞了个大乌龙，道了个歉，转身就要走。谁知道多罗西反倒急了一把叫住了他，非要让他把整件事从头到尾说个清楚。伊莎贝尔接着爆料说，奥克诺蒂最近确实有个目标，正打算跟人家套套近乎。多罗西听完头都没抬，就接了一句，那人是不是就住在他隔壁？伊莎贝尔这下彻底懵了，心想这事儿连他都不知道，多罗西是怎么连人家住在111还是112都摸清了？看着伊莎贝尔那副见鬼的表情，多罗西才有点不好意思的承认，因为自己平时最怕麻烦，所以习惯了躲在暗处，偷偷观察周围的一举一动。伊莎贝尔坐在对面，心里忍不住吐槽，看来之前真是冤枉吉塞尔了，跟眼前这位情报头子比起来，吉塞尔那点小动作根本不算什么。既然多罗西提到了隔壁，伊莎贝尔决定不再瞎猜，直接去110号房间敲了门。可门一打开，眼前的景象让他吃了一惊，住在里面的竟然是一个长着猫耳朵的兽人少女。对方显然也没想到大半夜的会有人来串门，一脸懵地看着伊莎贝尔。伊莎贝尔赶紧自报家门，把刚才那番关于多罗西的推测原本地跟人家说了一遍。他有些尴尬的解释，因为直接去问本人实在太奇怪，所以才想来邻居这儿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打听到什么有用的线索。兽人少女压低声音说，有件事她一直觉得很邪门，那2个人的对话从头到尾就没对上过。伊莎贝尔听得一头雾水，结果对方接下来的话让他脊背发凉。兽人少女说，他们说话的那个架势就像旁边还蹲着第3个人一样，可那地方明明只有他们2个。伊莎贝尔越听越不对劲，联想到奥克诺蒂平时就没什么朋友，一个大胆且荒唐的想法突然冒了出来。难道说奥克诺蒂心心念念想见的那个人根本就不存在，只是他因为太孤独才幻想出来的隐形好友？伊莎贝尔越想越觉得离谱，忍不住追问兽人少女到底是怎么发现那2人其实是在自言自语的。结果对方一脸自豪地表示，作为一名合格的兽人，随时侦查周围的一举一动，那可是保命的基本功。看着对方那负求表扬的表情，伊莎贝尔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觉得这整件事从头到尾都透着一股诡异。兽人少女倒是没想那么多，打了个招呼就先回屋了，只留下伊莎贝尔一个人在走廊里凌乱。就在这时，一直躲在房间里的奥克诺蒂也听到了门外的动静，本以为是个好对付的小角色，结果对方比想象中还要难搞。他费了半天劲在这儿刷好感，结果人家根本不吃这一套，连想要什么礼物都不肯说。奥克诺蒂简直要当场崩溃。就在他打算彻底放弃的时候，对方却突然松了口，说自己确实有一件想要的东西。
奥克诺蒂赶紧追问是什么，只要能长好感度，上刀山下火海他都认了。可万万没想到，对方竟然直接甩出一句：“来我家坐坐吧。”这一下轮到奥克诺蒂彻底傻眼了，这剧情的发展怎么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奥克诺蒂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这哪里是请客吃饭，分明是想找个替死鬼，把自己关进墙里换他出来。要不是有老玩家的经验，换个新人可能真以为是在刷好感度，傻乎乎的就送命去了。谁能想到这个战斗力爆表的女人，竟然对着一堵墙在求交友？另一边，伊莎贝尔突然找上奥克诺蒂，没头没脑的来了一句：“不管发生什么都会挺他。”这突如其来的关心反而让人心里发毛，毕竟在这种地方，无缘无故的是好准没好事。奥克诺蒂也纳闷，今天大家是不是都吃错药了？一个对着墙刷好感度，一个莫名其妙表忠心，这接二连三的反常举动，恐怕又是大麻烦的前兆。远处突然传来一阵骚动，爱凑热闹的奥克诺蒂一听有架打，整个人立马就兴奋起来了。伊莎贝尔嘴上说着无奈，身体却很诚实的跟了上去，结果前面围得水泄不通，个子矮小的奥克诺蒂啥也看不见。关键时刻还是伊莎贝尔靠谱，直接一把将他举过头顶，这视野瞬间就无敌了。可等他看清前面的状况，整个人都愣住了。这群人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对着赫斯提亚一顿冷嘲热讽，甚至还骂人家是大猩猩。被举在高处的奥克诺蒂一眼就看出了不对劲，这哪是普通的霸凌，这分明是触发了隐藏的 BOSS 事件。系统面板直接弹了出来，警告说赫斯提亚一旦被激怒，后果就是当场把人撕碎。这下局面彻底要失控了，眼看这颗定时炸弹就要爆炸，系统居然还问要不要帮忙。奥克诺蒂根本没打算袖手旁观，这还用问吗？他直接从伊莎贝尔肩膀上跳了下去，奥克诺蒂直接挡在前面，一边吐槽自己为什么要管闲事，一边对着那群人火力全开，直言以貌取人的家伙根本没水平。这番话可把对方气得够呛，这群 B 组的学生开始疯狂叫嚣，甚至嘲讽 A 组的第一名竟然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鬼。就在双方吵得不可开交时，一直沉默的赫斯提亚终于动了，他周身散发出令人胆寒的气息，压迫感瞬间拉满。他冷冷地盯着这群人，只说了一句话：想打架找我就行，现在立刻给我滚！这群人还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嘲笑赫斯提亚是个只会动拳头的野蛮人。眼看赫斯提亚就要彻底暴走，奥克诺蒂突然站了出来，他这一开口直接就是满级嘲讽，直指对方表现得毫无家教，简直是在给家里人丢脸。这一招问候家长杀伤力太强，全场瞬间鸦雀无声。谁也没想到这个小萝莉骂起人来竟然这么狠，对方被骂得当场破防，气急败坏的开始搬救兵，大喊着让罗托出来撑腰。看来真正的硬茬子马上就要登场了。在众人的欢呼声中，罗托不紧不慢地走了出来，这一身专业的格斗装扮确实让围观的人看直了眼。他二话不说，当场展示了一记凌厉的横踢，带起的劲风让旁边的赫斯提亚都愣住了。罗托收起架势，语气里满是高高在上的自信。他说自己受过专业训练，要是真动起手来，对方恐怕根本吃不消。这番赤裸裸的威胁让现场的气氛降到了冰点。赫斯提亚一句话也没说，但那副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赫斯提亚正要替人出头，奥克诺蒂却一脸淡定地拦住了他，还笑着提醒大家自己可是实打实的 A 组第一名。这副胜券在握的样子彻底激怒了对面的罗托，他直接指着训练场的方向，当众发起了约战。奥克诺蒂根本没打算退缩，眼神瞬间变得犀利起来，当场接下了这封战书。罗托露出了狰狞的冷笑，觉得这小鬼简直是不知死活。可奥克诺蒂的气场也完全变了，两股恐怖的力量正面撞在一起，这下训练场要变天了，谁后悔还不一定呢。看着奥克诺蒂远去的背影，赫斯提亚心里满是不安，这场决斗的走向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瞬间传遍了整个校园。A 组第一名要硬刚 B 组格斗家，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大场面。学生们全都炸开了锅，拼了命地往3号竞技场赶，生怕错过这场火星撞地球的对决。竞技场内早就座无虚席，但台下的议论声却是一边倒，不少人都在替奥克诺蒂打抱不平。明明是站出来制止霸凌，结果却被这群人合伙围攻，甚至还要被逼着上台决斗，这哪里是公平竞争，简直就是明目张胆的欺负人。竞技场里的气氛简直像个大型追星现场，一边喊着正义必胜，一边给奥克诺蒂疯狂助威。奥克诺蒂整个人都懵了，这剧情走向跟他记忆里的游戏剧本完全对不上，怎么感觉自己成了全场焦点？就在这时，阿比柱和吉塞尔也赶到了现场。伊莎贝尔虽然嘴上说着奥克诺蒂不让叫他们过来，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种热闹怎么可能错过？阿比柱甚至还开起了玩笑，觉得奥克诺蒂是怕别人看到他是怎么暴揍那些帝国贵族的。看着他们两个一副稳坐钓鱼台的样子，伊莎贝尔心里更没底了，他忍不住问大家担不担心。结果吉塞尔只是笑了笑，看来伊莎贝尔还是太天真，奥克诺蒂的实力早就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旁边的阿比柱也跟着点头，在他看来，大家根本是担心错了对象。看看台上的奥克诺蒂，周身散发着紫黑色的恐怖气息，简直就像个降临人间的大魔王。谁能想到奥克诺蒂手里的那张票，竟然是靠击败高级考官拿到的，而且还是极其罕见的2位数。吉塞尔语气严肃，这种编号在全校只有9999个，除非原持有者死掉，否则绝对不会重新发放。这意味着奥克诺蒂的实力在学院历史上都能排进前100。伊莎贝尔听得整个人都愣住了，
更可怕的是，他从小就被当成贵族的暗杀武器培养，恐怕早就见过血了。阿比柱却一脸不屑，这种小角色根本没法跟咱们的人相提并论。伊莎贝尔突然意识到，奥克诺蒂的家族之所以放任不管，恐怕背后藏着更阴暗的目的。吉塞尔赶紧示意他闭嘴，这地方到处都是眼线，有些话绝对不能乱说。谁能想到那个家族的势力竟然已经渗透到了这种地步？伊莎贝尔死死攥住拳头，虽然对方的背景让人脊背发凉，但他们显然低估了这边的决心。看到场上的局势，伊莎贝尔兴奋地大喊：“让奥克诺蒂干得漂亮点！”就在这时，赛场的安全防御机制突然启动，裁判当场宣布比赛暂停，胜负将由评委直接判定。奥克诺蒂却像个没事人一样，一边伸着懒腰，一边漫不经心地回应着。罗托看着奥克诺蒂冷笑：“算你运气好，防御系统救了你一身骨头。但是这事儿可还没完。”罗托脸上的笑容突然变了，他说要让奥克诺蒂好好体会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痛苦。本来还想手下留情，但现在看来完全没那个必要了。奥克诺蒂还没意识到危险，甚至觉得罗托是在故意拖延时间，在那冷嘲热讽。奥克诺蒂缓缓拔出腰间的木剑，语气变得冰冷刺骨。他提到了搬进宿舍后的第6天，那天训练大楼突然停电，在一片漆黑里发生了一些没人知道的事情。奥克诺蒂压低声音说了一句：“现在的安全保护装置已经彻底失效了。”罗托整个人都僵住了，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可是会出人命的。罗托还在冷嘲热讽，觉得这不过是吓唬人的小把戏，堂堂精英组怎么可能被这种话唬住？奥克诺蒂无奈地摊了摊手，这种突发状况确实没人能预料到。裁判可不管这么多，随着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全场瞬间沸腾。但没人意识到，在失去保护的赛场上，接下来的每一招都可能是致命的。谁也没想到，原本气势汹汹的进攻，竟然被奥克诺蒂一剑死死挡住。罗托整个人都被震飞了出去，他怎么也想不通，这股恐怖的力量到底是从哪来的。奥克诺蒂看着狼狈的罗托，语气轻松地问：“这一击是不是比想象中要疼？”他冷笑着提醒对方：“魔力精炼这种高级技巧，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会。所谓的魔力精炼，就是通过压缩肌肉来爆发力量，而魔力修炼则是为了加快聚气速度。”台下的赫斯提亚看出了端倪，他低声念着奥克诺蒂的名字，显然察觉到了这场战斗并不简单。罗托这下彻底慌了，他不敢相信奥克诺蒂竟然同时掌握了这2项顶尖技术。奥克诺蒂表现得非常淡定，他说自己进出学院上千次，这些东西早就烂熟于心。之前是因为有管家盯着才束手束脚，现在既然没人管了，那就干脆玩场大的。罗托还在那嘴硬，大喊着自己还有的是力气，但这副样子明摆着是在虚张声势。奥克诺蒂听完直接乐了，随口反问了一句：“是吗？你确定？”这句话彻底把对方激怒了。罗托像疯了一样扑过来，发动了最后一波拼命的猛攻。可这种毫无章法的攻击，在奥克诺蒂眼里全是破绽，他连脚步都没怎么挪动。就在罗托准备拼死一搏的时候，整个赛场突然陷入一片死寂，所有的灯光瞬间熄灭。裁判在黑暗中大声呼喊，让2位同学先原地待命。谁也没想到会在这时候停电，但这绝对不是普通的意外。罗托整个人都愣住了，他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难道那个预测竟然是真的？黑暗中，奥克诺蒂的声音听起来冷冰冰的。他说：“既然安全装置已经失效，那现在就是他说了算了。”罗托吓得连连后退。可奥克诺蒂接下来的话才真正让人脊背发凉。他笑着说要砍掉对方一条腿，还安慰说学院的治疗师肯定能帮他再接回去。罗托拼命求饶，可奥克诺蒂根本没打算停手，他已经举起了手中的剑，反正现在谁也看不见，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将成为永远的秘密。奥克诺蒂这下是动真格的了，他完全没打算收手，这一剑直冲着对方的要害而去。罗托已经彻底绝望，眼看这致命的一击就要落下，根本避无可避。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黑暗中有人硬生生接住了这记重击。奥克诺蒂整个人都懵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这种地方竟然还有人能挡住他。奥克诺蒂这下彻底慌了，他发现自己的攻势被完全压制，心里甚至冒出一个恐怖的念头：自己竟然真的要输了。就在这关键时刻，赛场的灯光突然恢复，强光晃的所有人都睁不开眼，台下的观众都在打听比赛结果。可等光芒散去，奥克诺蒂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他看着眼前的景象，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站在他面前的竟然是赫斯提亚，对方正冷冷地盯着他，一句话也没说。赫斯提亚语气冰冷地吐出2个字：够了。既然这孩子是为了帮自己才站出来的，那就绝对不能让他在这里犯下无法挽回的错误。看着眼前的残局，奥克诺蒂无奈地叹了口气，这下真是彻底没脾气了。奥克诺蒂笑着说，他会装作没看见。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裁判突然冲进场内，扯着嗓子大喊比赛终止，理由竟然是停电导致设备故障。看着到地不起的罗托和周围目瞪口呆的观众，奥克诺蒂尴尬地挠了挠头，问大家是不是都看到了。周围的人都被吓得不轻，纷纷指责奥克诺蒂太乱来了。阿比柱甚至在一旁开玩笑说，他差点在开学前就成了通缉犯，要不是刚才有人及时拦着，现在局面根本没法收场。奥克诺蒂还觉得委屈，小声嘟囔着这只是个意外，甚至还想找伊莎贝尔帮自己说话。结果伊莎贝尔根本不吃这一套，当场就把他训了一顿，直言这就是他一个人的错。看着平时温柔的姐姐发了火，奥克诺蒂只能乖乖低头认错，这下是真的知道怕了。虽然系统提示任务达成，还给了整整5万积分，但奥克诺蒂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这场架打完，他算是把那帮贵族彻底的醉光了。原本想安稳毕业的计划，现在看是一点戏都没有了。就在他发愁的时候，赫斯提亚直接转身走人了。奥克诺蒂还想叫住对方，结果人家头也不回的越走越远，根本没打算理他。看着那个潇洒离开的背影，奥克诺蒂彻底懵了，这人难道是没听见吗？奥克诺蒂还没缓过神来，就被热情的同学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家都在打听刚才那一招的来历，甚至还想约他一起训练。这种大型社交现场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公开处刑。就在他快要被人群淹没的时候，伊莎贝尔及时挡在了前面，他冷着脸让大家都退后，提醒这帮人别围着刚比赛完的孩子。伊莎贝尔的气场瞬间镇住了全场，大家只能乖乖道歉散开。好不容易逃离了包围圈，奥克诺蒂总算能松一口气，按照吩咐先回宿舍休息。可就在他以为今天总算结束时，眼前的一幕却让他再次愣住了。奥克诺蒂一路小跑追了上去，就在赫斯提亚准备开门进屋时，他赶紧停下来，郑重地道谢，感谢对方今天帮了大忙。赫斯提亚显然没料到他会跟来，语气里透着一丝无奈，问他难道跟了一路就为了说这个？奥克诺蒂赶紧摆手解释，指了指旁边的房门说，其实自己的宿舍就在隔壁。这下轮到赫斯提亚尴尬了，他这才反应过来两人居然是邻居。看着眼前的111号房，他心里突然明白了什么，原来这段时间以来，奥克诺蒂每天都在默默帮他。眼看奥克诺蒂追问起来，赫斯提亚赶紧打个哈哈糊弄过去。原来赫斯提亚产生了一个大误会，把之前对着房门自言自语的内容全都当成了是跟奥克诺蒂在聊天。虽然计划通了，但这感觉总觉得怪怪的。夜幕降临，整座学院都安静了下来，但在空旷的训练场里，却有一个人完全停不下来。罗托正对着训练木桩疯狂发泄，每一次重击都带着十足的狠劲。看这架势，他显然是被白天的比赛给刺激到了。罗托还在拼命解释，说自己看到的绝对是事实，可根本没人愿意相信他。派系里的姐妹们围了上来，表面上是在关心他的身体，实际上话里话外全是刺，直接告诉他以后的会议都不用参加了。这哪里是关心，分明是变着法子要把他踢出局。满腔的怒火无处发泄，他只能对着训练器材疯狂拳打脚踢，直到精疲力竭地瘫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就在他最落魄的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问他刚才说的那些到底是不是真的。罗托猛地回过头，身后的阴影里竟然站着一个人，他吓得连连后退，大声质问对方到底是谁。祖安发出一阵轻笑，问他刚才跟同伴说的那些话到底是不是真的。罗托整个人都僵住了，对方明明就站在眼前，他却完全感觉不到任何气息，这绝对是个深不可测的高手。祖安显然是有备而来，指名道姓要打听奥克诺蒂的事，尤其是关于那场诡异的停电，他想确认奥克诺蒂是不是早就知情。罗托虽然心里没底，但还是硬着头皮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他说自己虽然输了比赛，但绝对不会在事实上面撒谎。没想到祖安竟然点了点头，说他愿意相信罗托，因为在那场混乱的比赛中，他也亲眼看到了同样的一幕。祖安开始一字一句的复盘，说就在停电的那一瞬间，奥克诺蒂身上爆发出了惊人的魔力，那一记剑气精准的可怕，完全就是冲着废掉罗托的腿去的。在他师傅眼里，普通的学生根本不值一提，但奥克诺蒂这个孩子显然是个极其危险的例外。说完这些，祖安语气一冷，警告罗托最好把嘴闭严实了，别到处去宣扬这件事。罗托心里一阵不服气，反问对方是不是在威胁自己。结果祖安听完直接笑出了声，他说威胁这种事太麻烦了，如果真的想让一个人闭嘴，他更习惯直接动手把人解决掉。说完这话，祖安头也不回的转身离开，只留下罗托一个人站在原地，半天都说不出话来。祖安最后留下了一句忠告，他说能随手操控学院设施，甚至精准制造停电的组织，绝对不是罗托能惹得起的。还没等罗托反应过来，对方就化作一道紫光，消失得无影无踪。罗托无力地跪倒在地上，这一刻，他维持已久的自尊心彻底崩塌了。什么家族钦点的天才，什么名震校园的武术家，全都是家里花钱买来的虚假名声。在真正的力量面前，这些赞美简直就像个笑话。他死死攥住拳头，心里全是那个耀眼的奥克诺蒂，跟那种怪物般的天赋比起来，自己这些年的努力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他跪在冰冷的地面上，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这辈子到底还有没有机会去超越这些怪物？沉默了很久，他终于慢慢站了起来。算了，还是老老实实过日子吧。盼了这么久，开学典礼总算开始了。新生训练一结束，这学校立马变得人山人海。奥克诺蒂现在可是全校的焦点，走到哪都有人盯着看，大家都觉得这姑娘长得可爱，还是个正儿八经的学霸。阿比柱在旁边调侃，当红人的感觉一定很不错吧？奥克诺蒂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这种出风头的事他恨不得马上消失。伊莎贝尔温柔地安慰他，没办法，谁让你现在是 A 组的主心骨呢？虽然表面上风平浪静，但 A 组和 B 组的火药味还没散，大家都在找能带头的领袖。看来短时间内这安稳日子是过不成了。本以为开学典礼就是走个过场，结果现场的气氛突然变得有点诡异。人群里钻出来好几个戴帽子的家伙，一句话也不说，就盯着学生们疯狂记笔记。这下大家都坐不住了，纷纷猜测是不是考核已经开始了。这种被人当成小白鼠观察的感觉，换谁都得发毛。现场正乱成一锅粥，谁也没注意到角落里的记录员突然停下了笔。
就在这一秒，整个大厅被强光吞没，紧接着一只巨大的黑龙凭空出现。原本还在嚼舌根的学生，这下全被镇住了。谁能想到开学典礼居然会演变成这种场面？黑龙的声音像雷一样在头顶炸开，他说：“这届学生太让人失望，全是些只会偷懒的废物。”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惩罚就直接砸了下来。所有乱说话的人积分瞬间被扣掉10万。在这所学院里，规矩就是天，谁敢不服，这就是下场。看着周围的人被扣分扣到破产，奥克诺蒂总算松了一口气。他小声跟伊莎贝尔嘀咕：“幸好刚才咱们把嘴闭严了。”伊莎贝尔现在后怕的不行，直说奥克诺蒂救了他的命。就在这时，台上的黑龙校长突然开口了。他知道大家都在纳闷，凭什么一条龙能当这儿的老大，连混迹黑市的商人都摸不着头脑？这背后到底有什么惊天秘密？结果黑龙大嘴一张，直接给出了一个最俗的答案：因为他有钱。全场瞬间没动静了。阿比柱在底下听得直翻白眼，这种离谱的理由，真是听多少遍都觉得荒唐。黑龙校长接着宣布了学院的生存法则，在这里积分就是一切，不管是想用校外的东西，还是想享受特殊待遇，没钱没积分，那就想都别想。更离谱的是，他居然说家里的黄金也能拿来换积分，这吃相简直不要太难看。伊莎贝尔实在听不下去了，当众质问：这难道不是在索贿吗？结果黑龙校长连装都不装了，张开大嘴，理直气壮地吼道：这学院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榨干你们这些凡人的金银财宝。奥克诺蒂在旁边听得心都凉了，开始怀疑来这儿上学是不是个错误。但这头龙可不管学生怎么想，他最后警告所有人，在这里他的规矩就是天。随着一声令下，开学典礼就这么草草收场。但这群新生的苦日子恐怕才刚刚开始。按照原本的游戏剧情，开学典礼后，校长会单独召见24个重要角色。奥克诺蒂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个路人，这种麻烦是肯定轮不到他。可谁能想到，就在那24个人被点完之后，校长竟然又开口了，说还有第25个人。奥克诺蒂还没反应过来，黑龙校长那阴森森的声音就直接在大厅里响了起来。他说：“有个手脚不干净的小鬼正躲在人群里发呆。”这一句话让奥克诺蒂心凉了半截，他下意识抓紧了衣角，脑子里全是自己偷走属性石的画面。这下彻底玩砸了，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明明做的那么隐蔽，这头老龙到底是怎么发现的？画面一转，时间回到了几天前，就在黑龙校长的办公室里，妙高正拿着监控报告在那儿挨个告状，说财团家的那个小鬼最近实在太闹腾了。黑龙校长听得一愣一愣的，他也没想到这丫头胆子能大到这种地步。在妙高的描述里，奥克诺蒂这几天可没闲着，一会儿溜进警卫室，一会儿又去翻管理员的房间。最离谱的是，他居然还钻进狗洞里躲着。妙高一边说一边叹气，他本来只是想看看这孩子能不能适应，结果倒好，直接看了一场特工潜入的大戏。这下真相大白了，奥克诺蒂自以为是的秘密行动，在这些大佬眼里简直跟透明人没区别。黑龙校长冷笑了一声，说他其实也一直在盯着这丫头。他不仅能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魔法结界，甚至还能一眼认出那些珍贵的属性石。看着画面里奥克诺蒂抱着宝石的样子，黑龙校长甚至有点欣赏他，觉得这孩子要是好好培养，以后绝对是世界第一神偷。这话一出，旁边的妙高直接听不下去了，他一脸严肃地反驳说：“这种行为必须得管，不能因为他有天赋就纵容他犯罪。”妙高觉得偷窃就是背叛了信任，这是原则问题，哪怕只是击块破石头也不行。黑龙校长却觉得妙高太死板，反问他：“难道就因为这点小事，这孩子就彻底没救了吗？”妙高沉默了一下，语气变得非常沉重。他说：“如果不现在纠正，这孩子以后偷走的可能就不仅仅是石头，而是他自己的人生。”两个大佬就这么在大厅里僵住了，谁也说服不了谁，气氛一时间变得非常压抑。黑龙校长直接把球踢给了妙高，既然你这么担心，那就由你亲自去盯着他，好好教教他怎么做人。在他眼里，奥克诺蒂这块金子实在太亮了，绝对不能让那个什么基金会把他给藏起来。提起基金会，黑龙校长的语气突然变得很差，他骂那边的人全是阴险的毒蛇，如果不是没办法，他根本不想让那丫头踏进自己的地盘。他死死盯着妙高，发出了最后的警告，说这种天才要是被别人抢走了，你就算后悔100年都没用。紧接着，黑龙校长的眼神里闪过一丝杀气，他冷冷地说：“如果这丫头最后还是回了基金会，那他会亲手了结了她。”妙高被这股气势压得说不出话，他明白这不是在开玩笑，只能低头答应下来。这下妙高压力山大，他不仅要教好这个调皮的小鬼，还得保住他的命，不然这头老龙真的会发疯。报应来得太快了，系统直接弹出警告，奥克诺蒂因为擅闯禁区被整整扣掉了1万分。这下他彻底没脾气了，看来自己还是太天真，本以为躲过了警卫和咒语就万无一失，结果还是被更高层的大佬给盯上了。不过他心态倒是挺好，觉得才扣1万分，估计是因为自己触犯学校网开一面了。就在他还在那儿瞎琢磨的时候，伊莎贝尔走了过来，提醒他第1节课马上就要开始了。奥克诺蒂赶紧收起心思，跟着伊莎贝尔往教室走。虽然开局就丢了1万分，但他的学院生活现在才算真正拉开序幕。伊莎贝尔和奥克诺蒂刚进门，就听见有人在大声嚷嚷。阿比柱一边招手一边喊：“2位小姐，我给你们站好坐了。”看他这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奥克诺蒂忍不住吐槽：“专门挑最后一排坐，这不就是典型的差生行为吗？”阿卡迪亚一把抱住奥克诺蒂，笑嘻嘻的逗他说：“他害羞的样子简直太可爱了。”
还没等两人闹完，一个冷冰冰的声音突然插了进来。安德森坐在位子上，眼神里全是怀疑。他觉得这个新生知道的秘密实在太多了。他甚至当众放话，以后会一直盯着奥克诺蒂的一举一动。这下麻烦大了，还没正式上课，他就已经被这个危险人物彻底盯上。就在这时，又有一个神秘人主动找上了门。红发女人突然凑了过来，管奥克诺蒂叫小不点，还非要让人家喊他姐姐。奥克诺蒂道是一点不认生，直接回了一句海盗小姐。就在这时，祖安也凑了过来，看来我们以后每天都会见面。奥克诺蒂心里10000个不情愿，这帮人怎么一个比一个管？奥克诺蒂笑着和赫斯提亚打了招呼。谁能想到，刚才还大大咧咧的赫斯提亚被奥克诺蒂打个招呼就紧张成这样？看他在那兴奋的自言自语，奥克诺蒂也是一头雾水。这大姐头的性格还真是捉摸不透。但此时的阶梯教室内，气氛却变得越来越压抑，不同派系的学生之间火药味十足。女人盯着奥克诺蒂看了半天，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这个孩子身上竟然完全没有12神的祝福痕迹，在神灵眷顾的世界里，这简直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奥克诺蒂的身份恐怕比所有人想象的都要复杂。谁能想到，坐在教室前排的那2个女生，竟然就是传说中的英雄和圣女？粉发女生有些纳闷，觉得奥克诺蒂既然没收到神之祝福，是不是说明他根本就没天赋？但圣女却摇了摇头，她说自己能感觉到奥克诺蒂身上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神圣力量，这种力量不属于已知的12神，甚至可能和英雄来自同一个源头。如果真是这样，一旦奥克诺蒂体内的力量被彻底唤醒，他的成长速度将会让所有人感到恐惧。教室里突然炸开一声巨响，那动静简直要把房顶掀翻。胆小的伊莎贝尔直接僵在原地，所有人都以为是那个恐怖的巨龙校长来了。教室里瞬间乱成一团，可等烟雾散去，讲台上站着的竟然是摩诃婆罗多。他推了推眼镜，笑得前仰后合，问大家刚才模仿的像不像？这下全班同学都无语了。谁能想到这位知性的老师私底下居然是个爱搞恶作剧的变身怪？只有奥克诺蒂一脸淡定，看来这个学院里真的没几个正常人。摩诃婆罗多收起笑脸，正式介绍了自己的身份。他不仅是1年级的主任，还是那位巨龙校长的贴身保镖。可摩诃婆罗多接下来的话让所有人都傻眼了。他说这里的选课规则只有一个，那就是手慢无，你必须亲自跑到教授的教室去抢名额。摩诃婆罗多在台上讲得口干舌燥，把必修和选修的规则说了一大堆，还特意警告大家千万别动歪脑筋，想靠选修课刷分。伊莎贝尔根本没听进去，他偷偷给奥克诺蒂传纸条，觉得选修课简直就是白给的积分。奥克诺蒂看了一眼纸条，心里却很清楚，这学校的积分可没那么好拿，万一挂了科，扣掉的分数能让你直接破产。他随手回了一句，别怪我没提醒你，以后有你受的。就在2人传纸条的时候，学院的5大系别也正式揭晓了，排在最前面的就是最热门的骑士系和魔法系，除了骑士和魔法，剩下的行政、冒险和生产系也全都摆在了大家面前。摩诃婆罗多推了推眼镜说，想拿高分毕业，就要去抢那些顶级教授的名额，继承他们的真传。他只给1个小时考虑，让大家赶紧看表选课。这下教室里彻底炸锅了。伊莎贝尔凑过来问奥克诺蒂，你打算选哪个系？奥克诺蒂还在纠结，反倒是旁边的伊莎贝尔一脸自信地拍着胸脯说，那还用问，我肯定选冒险系啊。伊莎贝尔为了拉人入伙，那是连哄带骗，只夸奥克诺蒂有冒险天赋，还吹嘘自己是知道世界秘密的老江湖。奥克诺蒂却没那么好忽悠，他拖着下巴说，其实骑士系也挺适合我。一听这话，伊莎贝尔可坐不住了，当场就开始演戏，问奥克诺蒂是不是要抛弃他。还没等对方解释，他直接使出了杀手锏，用各种好吃的甜点当诱饵，说只要选一样的课，这些零食管够。刚才还在纠结的奥克诺蒂一看到吃的，立马就把骑士系抛到了脑后。看来在这所学院里，再厉害的剑术也敌不过一颗糖葫芦的诱惑。奥克诺蒂正吃得开心，完全没意识到危险的气息已经逼近了。红发女人突然反应过来，既然名额有限，那这选课不就是手慢无吗？她二话不说，直接掏出左轮，对着天花板就是几枪，把全班人都给镇住了。伊莎贝尔心里一惊，没想到这疯丫头动作这么快，第一个看穿了规则。女人一边往外冲一边喊，谁敢挡我的路，我就送谁去见上帝。随着一阵狂笑，她直接暴力破门冲了出去。枪声一响，教室里瞬间乱成了一锅粥，尖叫声和桌椅碰撞声响成一片。奥克诺蒂看着这副场面，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选个课而已，真没必要搞得这么夸张吧。可话音刚落，阿比柱就彻底爆发了，他全身冒起火光，一边狂笑一边大喊，挡路的都给我滚开。这下是真的彻底乱套了，所有人都在拼命往外挤，谁也不肯落后半步。谁能想到选课竟然选成了大逃杀，红发女人彻底玩嗨了，拿着枪就开始无差别清场。面对同学们的崩溃惨叫，她反而一脸兴奋，甚至嫌前面挡路的人不够多，这简直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就在她杀得兴起时，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阿比柱一脸不屑的嘲讽，怎么到处都是这种小杂鱼？这下轮到红发女人愣住了。红发女人在那边打得火热，子弹跟不要钱似的往外甩，结果对阿比柱来说，这简直就是在挠痒痒。比起这边的死斗，伊莎贝尔更担心学校的规矩，在走廊闹事可是要扣大分的。这群人怕是还没选上课，就要被教官给盯上了。奥克诺蒂道是很淡定，对那些抢破头的热门课没兴趣，反而更在意那个所谓的冒险课。不过最让人纳闷的是，吉塞尔为什么非要来凑这个热闹？
吉塞尔这算盘珠子都快崩到别人脸上了，他选这门课竟然是为了研究怎么宰客。连奥克诺蒂都忍不住吐槽，这简直就是个恶魔。好不容易来到冒险系，本以为能学点厉害的本事，结果一看告示牌，奥克诺蒂当场就被劝退了，全是些基础体能和装备鉴定，听着就让人打瞌睡。真正有意思的地下城探索，居然要等到2年级才能选。就在大家垂头丧气的时候，旁边突然冒出一个声音，想要提前体验高级课。其实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法子，毕竟这世界早就变了，没有战争，也没有什么就是英雄，比起打打杀杀，大家现在更钻研文化和神学。在学校里，只要学分够，其实是可以申请跳级的。但奥克诺蒂觉得现在这太平盛世，根本没必要那么拼命，尤其是那门不用信仰就能使用神力的课，简直成了全校的香饽饽。谁要是能掌握这种技术，那可真是要逆天了。就在大家犹豫不决时，人群里突然传出一个大新闻，连那位安德森大公竟然也选了这门课。这下全场都炸锅了，大佬都亲自下场，这门课背后肯定不简单。奥克诺蒂在旁边直摇头，这群人真是一点眼光都没有。他们根本不知道，那门课可是出了名的地狱难度，纯粹是给那些肉体流疯子准备的。只要身体练得够硬，不用神力也能从20米高跳下来。这哪是上课，这简直是在玩命。伊莎贝尔倒是很清醒，她打算选一门实用的装备鉴定课。没想到奥克诺蒂也是这么想的，毕竟作为重生的老油条，这些基础课他早就烂熟于心了。吉塞尔一看这情况，也赶紧凑过来要选一样的。进到教室之后，伊莎贝尔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2年级的学长怎么才这么几个人？吉塞尔礼貌地打了个招呼，这声学长一叫，那几个男生瞬间就飘了，一个个美得不行。可当吉塞尔问起为什么高年级都不选这门课时，刚才还乐呵呵的几个人脸色唰的一下就变了，他们像是想起了什么恐怖的事，一个个低着头不敢搭腔。奥克诺蒂试探着问了一句，是不是这门课名声不太好？结果这几个学长瞬间炸毛了，那反应简直比见了鬼还大。他们一边疯狂摆手，一边语无伦次的解释，说什么绝对不是因为给分低，更不是因为教授太危险，甚至还说绝对不是想找新生来当垫背的。好家伙，奥克诺蒂还没怎么问呢，这帮人就开始疯狂自爆，连教授以前是帝国义贼，可能会把学生当肉票这种事，全都一股脑抖了出来。埃斯特拉达教授似笑非笑的看着他，调侃他这想法还挺不纯洁。比格斯通这下彻底傻眼了，恨不得当场找个地缝钻进去。好在另一名学生赶紧出来打圆场，说他是做实验吸错了药剂蒸汽，现在正处于强制真化的副作用里。这理由找的虽然蹩脚，但好歹给了个台阶下。教授也没打算深究，只是冷冷的丢下一句，想走的现在就滚，课马上就要开始了。看着教授那股压迫感，教室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既然尖子生都没走，那他们也要留下来看看这门课到底藏着什么猫腻。坐在后面的男人脸色一沉，冷冰冰的警告大家，别把他们和中央帝国混为一谈。这下可把两人吓坏了，俩人当场表演了一个极限滑跪，赶紧改口说骂的是那些中央帝国的混蛋。伊莎贝尔忍不住问奥克诺蒂，这门课真的没问题吗？结果奥克诺蒂道，是心大，一边竖起大拇指，一边满脸灿烂的开始数落这课的缺点，什么难度逆天，给分级低，名声更是烂到了地心。但他最后居然笑着说，反正肯定很有趣。看着这个脑回路清奇的队友，伊莎贝尔彻底没话说了。上课铃声突然炸响，那动静简直要把房顶掀翻。伊莎贝尔和吉塞尔被震得脑仁疼，可台上的埃斯特拉达教授却像没事人一样，淡定自若地在黑板上写下名字，还一脸自信地告诉大家，他这个曾经的义贼绝对有资格教好这门冒险课。学生通实在是受不了了，大声提醒教授铃声还没停，结果教授不仅没去关掉，反而露出了一个诡异的微笑。看这架势，这没完没了的噪音，恐怕就是教授送给新生的第一份见面礼。埃斯特拉达教授直接放话，想要离开这间教室，唯一的出路就是靠自己的本事。既然是教大家当义贼，那实战演练现在就开始。教授指了指周围，谁能在这间教室里找出那个隐藏的铃铛并关掉它，只要能关掉声音，就能立刻下课回家。可还没等大家高兴太久，整间教室瞬间炸开了锅，各种刺耳的噪音排山倒海搬袭来，哔哔声、撞击声，还有尖锐的摩擦音，全都一股脑的往耳朵里钻。埃斯特拉达笑眯眯地宣布，没本事找到铃铛的人，就只能留下来陪他继续耗着。要是能合作，把铃铛全关了，全班都能立刻解脱。这哪是上课呀，这简直是公开处刑，底下的学生们都要崩溃了。这种噪音干扰多待1秒都是折磨。其他学生实在受不了了，想找旁边的学长学姐求助，看看人家是怎么熬过来的。结果回头一看，这帮老油条居然全员戴着耳塞，正一脸淡定的看戏呢。几人抄起手边的家伙，命令所有物体立刻变回原形。随着一阵耀眼的白光，那些奇形怪状的玩意儿全都现出了原形，居然是一个个闹钟。男人总算松了口气，这该死的闹钟上面竟然还附带了变形魔法，难怪刚才怎么找都找不到。底下的新生们都要崩溃了，这种高阶魔法根本还没学过。埃斯特拉达却一脸淡定，看着这帮老油条学长，轻轻松松就关掉了闹钟。重修这门课果然没白费，他们已经拿到了通往自由的门票，准备先走一步了。新生们简直不敢相信，这帮人居然打算见死不救，直接把后辈丢在火坑里。结果学长头也不回的竖起大拇指，说去年他们也是这么被抛弃的，这就是这门课的传统。这哪是上课呀，
简直是代代相传的坑人传统。全班同学都被这噪音折磨疯了，尖叫声和求救声响成一片。伊莎贝尔看着一脸淡定的奥克诺蒂，心里全是问号。难道他家里有人提前透题了？奥克诺蒂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露出一副懂得都懂的表情。他之所以知道这些，纯粹是因为他是个老玩家。原来台上的埃斯特拉达在玩家圈子里可是大名鼎鼎，外号就叫混蛋埃斯特拉达。这下麻烦大了，摊上这么个名声臭大街的老师，这帮新生的好日子怕是彻底到头了。奥克诺蒂现在是一个头两个大，这该怎么跟这帮同学解释呢？埃斯特拉达最喜欢在实操课上玩这种物体捉迷藏的游戏，专门考验大家的观察力。大家听完赶紧分头行动，毕竟谁也不想留下来补考。可就在这时，吉塞尔突然停下了脚步，他指着女孩手里的长杆，一脸怀疑地问：“那玩意儿怎么看都不对劲吧？跟学习根本没关系，那不就是一个闹钟吗？”女孩这下彻底僵住了，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话。女孩现在是彻底豁出去了，她死死抱着那个发光的闹钟，大喊着这是姐姐给她的秘密武器，说是只要带上这玩意儿，在哪个学院都能成为人气王。结果这番话不仅没能解围，反而让全班同学都围了上来，大家七手八脚的开始哄抢。奥克诺蒂在远处看着这帮人闹腾，无奈的叹了口气。可就在这一片混乱中，有人已经察觉到了不对劲。随着闹钟的响声越来越急促，隐藏在暗处的秘密终于要藏不住了。就在全班乱成一锅粥的时候，男人突然眼神一变，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瞬间使出了家传的拔刀术。这一招开剑快到让人看不清，只听见唰的一声，原本躲在暗处的那只害虫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切成了两半，动作干净利落，没有半点多余的力气。男人顺势收刀入鞘，弯腰捡起了地上的战利品。埃斯特拉达看着他手里的东西，露出了赞许的目光，直言这活儿对一年级新生来说确实是有点超纲了。随着埃斯特拉达指尖轻轻一点，原本那只挣扎的害虫瞬间炸成了一块破碎的怀表。男人抱着剑冷哼一声，脸上写满了不屑，仿佛这种程度的考验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这一幕可把旁边的奥克诺蒂看傻了，他现在心态彻底崩了。大家明明都是刚入学的新生，凭什么这差距能大到这种地步？谁能想到帅不过3秒？埃斯特拉达看着地上碎掉的怀表，直接宣布男人弄坏了公物，不仅没奖励，还得倒扣10分。这下全班同学都看傻了，原来这考试是真的会扣分啊！奥克诺蒂在一旁无奈的摊手，这结果他早就预料到了。一直没说话的奥克诺蒂此时眼神终于认真了起来，他知道不能再这么耗下去，必须得赶紧收场了。大家先冷静，别慌，专注听声音的来源。奥克诺蒂赶紧给大家科普，说那个闹钟现在已经变了样，就藏在这些乱七八糟的杂物里。吉塞尔问找到之后该怎么办，奥克诺蒂解释说不管它变成了什么，身上肯定还留着那个闹钟开关。奥克诺蒂道是一脸乐观，觉得这事儿简单的很，只要对着那玩意儿乱按一通，总有一个地方能让他停下来。看着这群天真的学生，埃斯特拉达在旁边笑而不语。就在这时，已经有人盯上了角落里那架钢琴。伊莎贝尔在钢琴上摸索了半天，终于锁定了一根不起眼的笔。随着一阵光芒闪过，笔竟然真的变回了闹钟。埃斯特拉达在一旁带头鼓掌，夸他这耳朵确实挺灵，还说这种听声辨位的本事是当小偷不对，是当冒险者的基本功。这话听得伊莎贝尔当场愣住，心里忍不住吐槽：你刚才绝对是想说小偷吧？这职业偏见也太明显了。就在大家都在庆祝的时候，吉塞尔却一个人走到白板前，盯着上面的痕迹，陷入了沉思。吉塞尔盯着墙角那块白板，越看越觉得不对劲。他说这玩意儿在别的教室根本没有，总不能是谁随身带进来的私人物品吧？他转头看向埃斯特拉达，直接大胆推测，这块白板就是那个闹钟变的吧？埃斯特拉达微微一笑，吐出2个字：正确。话音刚落，白板就在一阵烟雾中现了原形，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老式挂钟。这观察力确实让人没话说。埃斯特拉达忍不住夸他功课做得够足，连其他教室有什么设备都提前摸清了。吉塞尔倒是挺谦虚，说对于商人来说，随时观察周围环境只是老本行而已。吉塞尔还在那儿讲他的生意经，说如果不把环境摸透，这买卖就没法往下做。可话还没说完，教室另一头突然传来一声惨叫，紧接着一个女生就倒在地上，身上还冒着诡异的电光。女孩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大喊着有人晕倒了，场面一下子变得乱七八糟。埃斯特拉达在旁边发出一阵坏笑，慢悠悠地说：看来有人根本没把警告当回事啊。大家伙儿赶紧凑到黑板前，这才发现上面密密麻麻写着关于隔音处理的注意事项。原来这闹钟不光会响，乱碰可是会出人命的。黑板上的警告写得清清楚楚，谁要是敢在这时候溜出教室，下场就是直接晕倒。埃斯特拉达这会儿也快崩溃了，趴在讲台上直喊脑壳疼，催着大家赶紧把闹钟找出来，再吵下去他真的要发飙了。奥克诺蒂却表现得不紧不慢，在教室里晃来晃去。伊莎贝尔看他半天没动静，还以为他打算直接放弃了，他赶紧打了个哈哈，说自己这就准备动手。看来他刚才一直在观察，现在火候已经差不多了。吉塞尔还在纳闷，这姑娘是不是为了拿加分？结果他压根没看上那点奖励，他想要的是更重要的东西。话音刚落，他整个人就像离弦的箭，这速度简直离谱。藏在墙里地下的闹钟全被他瞬间揪了出来，所有人直接看傻了，这哪里是在找东西，简直是在扫货呀！
谁都没想到，奥克诺蒂这么拼命找闹钟，全是为了帮大家脱身。只要找齐所有闹钟，所有人都能离开这个教室。吉塞尔忍不住感叹，这确实就是他的作风，总是默默把最难的事给扛了。结果帅不过3秒，这姑娘突然整了个大活，非要给大家表演什么灯光秀，说是要用音乐感谢大家。本以为她只是想自己玩，谁知道这灯光一闪，竟然真的全员加了属性。这下连奥克诺蒂都看傻了。闹钟已经全部找齐，埃斯特拉达一边鼓掌，一边慢悠悠地开了口，说奥克诺蒂确实有点本事，一个人就找齐了10个闹钟。但紧接着他话锋一转，说可惜还差最后一个，要是找不出来，谁也别想从这间教室出去。全班同学都屏住了呼吸，结果奥克诺蒂不但没慌，反而露出了那种看穿一切的笑容。他猛地抬起手，直接指向了台上的教授。吉塞尔在旁边吓得够呛，赶紧提醒他注意礼貌，哪有学生敢拿手指着教授的。可奥克诺蒂根本没打算收手，他盯着教授的帽子，语气非常肯定，说教授的脑瓜子现在正嗡嗡响呢。原来这最后一个闹钟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藏在教授的那顶大帽子里。这下轮到教授没话说了。埃斯特拉达摘下帽子，最后一个闹钟果然藏在里面，他忍不住大声叫好，说奥克诺蒂这波操作简直绝了！要知道这最后一个闹钟不仅位置隐蔽，上面还加了高难度的干扰魔法，普通人根本连边都摸不着。可奥克诺蒂却一脸淡定，随口回了一句，这不过是基本操作而已。埃斯特拉达这下彻底成了他的粉丝，当众一顿疯狂吹捧，说他技术好，心肠热，简直就是模范英雄，搞得奥克诺蒂都有点不好意思了。紧接着就是最实在的奖励，埃斯特拉达宣布，奥克诺蒂这一下直接拿了2000分。全班同学都听傻了，这分数简直是天文数字，大家伙儿瞬间炸开了锅，围着奥克诺蒂疯狂庆祝，说他简直是全组的骄傲。虽然奥克诺蒂立了大功，但大家心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这姑娘该不会是故意装傻，先演一出戏，然后再把闹钟全找出来吧？就在学校里议论纷纷的时候，办公室里的妙高正对着一份报告发愁，他感叹这真是一场命中注定的相遇。一个是名震天下的英雄大盗，一个是初出茅庐的小贼，这2个人撞在一起准没好事。妙高越想越坐不住，要是换成别人，恐怕早就把这烂摊子给掀了。他决定亲自去见见埃斯特拉达。谁都知道埃斯特拉达对学生向来没什么感情，但妙高觉得只要自己亲自出面，这事儿应该还有商量的余地。他缓缓走向那扇紧闭的大门，妙高站在门外，语气里透着几分无奈。他说知道埃斯特拉达就在里面，希望能见上一面。门总算开了，埃斯特拉达一脸的不耐烦，直截了当的说，要不是看在妙高不是帝国的人，这扇门根本就不会打开。就在2人说话的时候，埃斯特拉达随手按下了机关，屋里突然传出一阵巨响，把妙高吓得不轻。妙高还以为是防贼的陷阱，结果埃斯特拉达冷笑一声，说这玩意儿确实是防贼的，但防的是那些自命不凡的帝国教授，只要那帮人敢踏进这里一步，这个拦截装置绝对会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妙高无奈地摇了摇头，说这已经不是关系好不好的问题了，简直就是水火不容。他这次特意找上门，是为了咨询一个学生的情况。埃斯特拉达坐了下来，一脸玩味地问，到底是谁能让您这位高尚的僧侣这么坐立难安？妙高缓缓吐出一个名字，奥克诺蒂。埃斯特拉达当然记得他，那个表现完美的模范生，但妙高接下来的话却让气氛变得有些诡异。他说奥克诺蒂是财团送来的奖学金生，以前这帮人总是躲在暗处，把这些学生的信息藏得死死的，可这一次财团竟然一反常态，大张旗鼓地公开了对他的支持，这简直就像是故意亮出了底牌。埃斯特拉达也觉得事情不对劲，那帮老狐狸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改变策略。妙高坦言，他现在正盯着奥克诺蒂的一举一动，就怕财团背后还有更大的阴谋。埃斯特拉达听完，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所以呢，您到底想让我做什么？妙高终于摊牌了，他说校长和他已经商量好了，打算亲自引导奥克诺蒂，好让他彻底脱离财团的掌控。埃斯特拉达听得一头雾水，这事儿跟他一个教书的能扯上什么关系？结果妙高接下来的话简直让人大跌眼镜，他竟然要求埃斯特拉达直接取消奥克诺蒂的选课登记。空气一下子凝固了，埃斯特拉达沉默了半晌，突然冷笑出声，反问妙高是不是觉得他的课不合适。妙高低着头不敢接话，但这沉默反而火上浇油。埃斯特拉达彻底被激怒了，他死死盯着眼前的老头，语气冰冷到了极点，说妙高这番话实在是太伤人了。妙高一脸愁容，在他眼里，那个叫奥克诺蒂的孩子简直就是个极度危险分子，还没入学就到处偷东西，连守卫和射监都拿他没办法。这种天生的贼胚子跟埃斯特拉达教授根本合不来。可埃斯特拉达却笑了，他根本没打算听劝，反而觉得这种天赋才是最难得的宝贝。他直接拒绝了妙高的要求，因为他和校长之间早就达成了一个秘密约定，如果这世上真的出现了能从帝国手中偷走东西的人，那这颗苗子他一定要亲手带出来。埃斯特拉达语出惊人，他决定要亲自培养奥克诺蒂，把这孩子收为首席弟子。妙高听完直接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2人之间竟然签了契约。要知道，对于这种级别的巨龙来说，契约就是唯一的枷锁，一旦违背就会立刻跌落神坛。埃斯特拉达却看得很开，既然这孩子注定要当贼，那不如教他怎么当个英雄大盗，毕竟想干这一行，最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仁义。妙高还没来得及感动，这女人就露出了真面目。她说之所以这么卖力，纯粹是因为学校给的年薪实在是太香了。
埃斯特拉达看着妙高，一脸淡定地说：“这世上绝大多数麻烦，归根结底都是因为缺钱。”妙高沉默了，他知道这女人的决定谁也更改不了。如果那孩子手里有钱，也就不用寄人篱下了。所以这件事他管定了，他要把奥克诺蒂培养成大陆最强的英雄大盗。镜头一转，这所学院里的怪咖教授可不止埃斯特拉达一个。看着台下这群蒙圈的学生，他的魔法课才刚刚开始。比如魔法系的维尔德教授，他是个真正的妖精，每天的目标就是到处宣扬树林的伟大。学生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支支吾吾地提醒教授，是不是该多穿点衣服。维尔德教授却一脸无所谓，他说妖精本来就来自大自然，穿成这样才叫专业。这下底下的男学生全疯了，有人当场决定要改行当德鲁伊，有人甚至觉得这辈子来这所学院值了。多罗西听得两眼放光，拉着旁边的奥克诺蒂疯狂安利，说这课简直是森林守护者的必修。奥克诺蒂却只想叹气，因为个头太矮，只能坐第一排，连想偷偷摸鱼都不行。更让他郁闷的是，教授讲的这些魔力理论，他竟然早就全学会了。就在大家听得入迷时，红塔的学徒罗西尼站了起来，他当众质疑教授，说这不过是元素魔力的通病，火系法师也一样能做到。这话一出，课堂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奥克诺蒂在一旁小声嘀咕，这下算是踩到教授的雷区了。果然维尔德教授整个人都不对劲了，他最听不得别人把自然魔力和那些普通属性混为一谈。他猛地站起身，对着这群学生开始疯狂输出。他说，你们能活到现在，全靠大自然的恩赐，脚下的土地和嘴里的粮食，哪一样不是自然的功劳？多罗西被这股气势吓得够呛，小声问，是不是只要感恩就行了？维尔德教授冷笑一声，他说，自然确实能孕育生命，但只要他愿意，也能在瞬间吞噬掉这世上的一切。多罗西这下彻底服气了，虽然教授性格古怪，但讲起课来确实专业，而且出手极其大方。维尔德教授越说越兴奋，他说，自然魔法最强的地方就在于随时随地都能用。为了证明这一点，他竟然给全班每人都发了一副昂贵的单片眼镜。奥克诺蒂戴上眼镜，准备开始寻找教室里的魔力碎片，大家都在暗暗较劲，因为教授说第一个找齐10种碎片的人会有特殊奖励。学生他们眼睛都亮了，心里盘算着不是加分就是给奖学金吧。结果维尔德教授微微一笑，他说，表现最好的那个人可以留下来当他的助教。这话一出，全班瞬间死一般的寂静。奥克诺蒂在一旁冷笑，他说，谁爱当谁当，反正他是一点兴趣都没有。多罗西还在那儿热血沸腾，觉得必须拼命表现才能抢到那个助教的名额。多罗西有点纳闷，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要放弃？奥克诺蒂直接给他算了一笔账，说每周的必修加选修，满打满算也就28个小时。多罗西听完还挺高兴，觉得这学校真不错，学得少还能变聪明。奥克诺蒂无奈地推了推眼镜，他说，你以为教授们是吃素的吗？一周一共168小时，扣掉上课的时间，剩下的全是教授眼里的空档。只要他们愿意，随时能给你布置一个需要连续干上20个小时的魔鬼作业。多罗西这下彻底笑不出来了，他突然意识到，这哪是来上学的，这分明是进了高级劳务市场。要是作业这么多，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睡觉？奥克诺蒂在旁边一脸淡定，他觉得这种程度的挑战对于真正的高手来说根本就不算个事儿。他推了推眼镜，直接开启了探测辅助模式。在别人眼里普通的教室，在他眼里全是发光的魔力拼图，地板上、木台上到处都是藏不住的线索。奥克诺蒂一边找一边吐槽，维尔德教授确实是个疯子，竟然连大门都用魔力给物理封锁了，这是打算不让任何人出去。就在这时，多罗西兴奋地跑过来炫耀，说自己运气爆棚，已经一口气找到了7个。奥克诺蒂看着自己手里那50多个魔力碎片，一时间陷入了沉默。他甚至开始怀疑，难道这任务真的有那么难吗？学生推了推眼镜，一脸轻松地看着周围，他觉得这些魔力碎片这么显眼，大家肯定都在演戏，装看不见。别看这家伙平时不出众，他可是黄塔的学徒，天生就自带大地魔法天赋。在原本的故事线里，他就是维尔德教授最得意的门生。看他这副游刃有余的样子，旁边的同学眼睛都红了，一个个咬牙切齿的想揍他，觉得这家伙绝对是在作弊。学生可不管这些，他直接举起手大喊，教授，我已经找齐10个了。维尔德教授非常满意，正准备当众宣布让他以后就跟着自己当助教。就在这节骨眼上，多罗西突然猛地站了起来，大喊一声，等一下，我也全部找齐了。维尔德教授感叹，今年有天赋的学生还真不少，但这助教的名额原本可只有1个。旁边的男同学一听就急了，结果教授反手就给他派了苦差事，让他下课把100个单片镜全都搬回办公室去。这哥们儿眼看要累死，赶紧改口说要跟朋友分享荣誉，想拉着多罗西一起干活。维尔德教授居然还真答应了，决定破例招2个助教。这下多罗西彻底傻眼了，这哪是荣誉，这分明是掉进坑里了。谁能想到学生们带的单片镜其实是一个自动记录仪，只要盯着魔力碎片看，天赋数据就会被后台抓取，这根本就是一个筛选天才的陷阱。维尔德看着手里的报告，整个人都愣住了，普通人半小时才能发现10个碎片，但这名学生竟然在短短7秒钟内无意时间抓住了122个，这已经不是优秀了，这简直就是个怪物，他到底是什么来头？翻开档案的那一刻，奥克诺蒂的名字终于浮出了水面。谁能想到堂堂 A 组的第1名，档案里的备注竟然是喜欢吃石头。维尔德都看傻了，难道现在的孩子流行靠吃石头来增加自然亲和力？另一边，阿卡迪亚
正拉着奥克诺蒂吐槽，这周一的课表简直是特种兵排班。结果阿卡迪亚一句话真相了，把周一课排满是为了腾出时间去参加社团活动，这下压力全给到了第一课。高级班的早自习马上就要开始了，学院的课程排得满满当当，从理论到魔力运用，每一节课都不简单。直到这节远程武器课，新教授伊夫宁正式露面，这气场直接把氛围拉满了。不过大家最关心的还是阿卡迪亚这次的身份，毕竟他每次出现的技能全看运气，一会儿是名媛，一会儿又是诗人，谁也猜不透他这次抽到了什么卡。奥克诺蒂凑过去打听，结果得到的答案更离谱，这次他居然是个会玩枪的武术家。这下麻烦了，阿卡迪亚的加点方式简直是教科书级的反面教材。毕竟 NPC 的技能点总量固定，样样都学的结果就是样样都不精。就在这时，新伊夫您正式登场，这位红发猎人可不是来叙旧的。他随手拉开长弓，这一剑的威力直接让全场彻底晋升。谁能想到奥克诺蒂刚露面，就莫名其妙把仇恨值拉满了。这下奥克诺蒂心里彻底没底了，要是15个人同时瞄准开火，那场面简直不敢想。伊夫宁倒是淡定得很，他告诉这群学生，只要掌握了远程武器的精髓，就能让敌人陷入真正的恐慌。不管是弓箭还是火枪，只要能达成目的，那就是好东西。考试规则也很简单，谁能完成目标，谁就及格，剩下的时间全看你们自己怎么练了。话音刚落，这帮学生就跟疯了一样去抢武器。有人觉得枪才是王道，但奥克诺蒂却默默拿起了长弓，却被祖安嘲笑像个刺客，还非要拉着他去玩飞刀。奥克诺蒂根本没心思理会，他环顾四周，这里竟然没有一把趁手的弓，这可让他犯了难。就在这时，伊夫宁冷着脸出现了，他可没时间听学生抱怨，直接下令让所有人集合，基础差的去练打靶，有实力的直接戴上魔力眼镜，挑战高难度的幻影目标。这下可把围观的学生逗乐了，学生指着训练场中间，让大家看那个小不点。奥克诺蒂手里那把弓看着比他整个人都要重，大家都在打赌，这姑娘怕是连弦都拉不开，连助教都看不下去了，赶紧过来劝他别逞强，这弓可不是闹着玩的。谁知道奥克诺蒂一点不虚，反而笑得特别自信，这种重量对他来说才刚刚好。谁也没想到奥克诺蒂这一剑威力竟然这么恐怖，这动静直接惊动了伊夫宁，他看着被轰碎的现场，整个人都坐不住了。伊夫宁指着旁边的助教大骂，这种杀招要是打在人身上，上半身直接就没了，你是不是疯了？助教吓得连连摆手，说这根本不是他干的。伊夫宁这下彻底懵了，如果不是助教，那刚才出手的到底是谁？谁能想到奥克诺蒂这一手直接把教官看嗨了，伊夫宁不仅没打算让他休息，反而决定下节课直接上强度。这下旁边的助教都看傻了，摊上这么个天才学生，以后的日子怕是没法过了。奥克诺蒂和阿卡迪亚一边走一边商业吹捧，一个夸对方剑法准，一个夸对方枪法稳。阿卡迪亚甚至已经开始幻想以后怎么把海盗抓去喂鱼。为什么大家都做那种表情？吉塞尔一脸愁容，你到午饭时间就会知道了。不过奥克诺蒂现在最关心的还是食堂那点事，从今天开始使用食堂就要获得积分，积分低的学生开始恐慌了。学院这回是动真格了，低分的人已经开始慌了。原来之前的免费伙食只是给新人的福利，现在想要吃饭，要么拿分数来换，要么就只能自己动手。阿卡迪亚简直不敢相信，一顿饭竟然要10个积分，这价格也太离谱了。大家都在犹豫要不要省着点，谁知道奥克诺蒂根本不心疼，直接带头冲进食堂。毕竟今晚可是有炸鸡，这种顶级享受谁能拒绝？伊莎贝尔和阿比柱都看傻了，本以为他会是个守财奴，结果在美食面前，这姑娘是一点后路都不留啊！这日子没法过了，连吃顿饭都要扣积分。几个新生穷得响叮当，肚子叫得比说话声都大。有人提议去偷果园，结果同伴赶紧拦住，那地方可是学长们在管，敢动歪心思纯属找死。就在几个人快饿晕的时候，空气里突然飘来一阵肉香，这味道简直是要了命了。抬头一看，竟然有人在光天化日之下烤肉，还挂着招新横幅，只要加入狩猎社就能吃饱。学长笑着问了一句：“饿了吗？”这下几个新生彻底破防了，什么校规什么面子，现在眼里只有那块滋滋冒油的肉。这社团招新简直就是画大饼，口号喊得震天响，结果全是坑人的霸王条款。可怜的新生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卖了，还帮着数钱。伊莎贝尔无奈地摇头，又有一群倒霉蛋上当了。他转头问奥克诺蒂，打算什么时候选社团？谁知道这位姐更狠，直接打算把课全部排在周一，连第5节课都不放过。这种魔鬼课表简直要把同伴给看傻了。奥克诺蒂倒是很淡定，只要周一拼命卷完，剩下的时间就全是自己的了。作为通关的老玩家，奥克诺蒂现在看谁都像在看新手，毕竟剧本都在脑子里，根本不需要浪费时间去学习。现在唯一的难题就是该选哪个系，是去阿比柱所在的骑士系，还是美女如云的魔法系。其实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近战远程全能，甚至还能自己回血的超标职业魔剑士。本来一切都计划好了，可谁能想到现实的发展跟游戏里完全不是一回事。奥克诺蒂终于下定决心，他告诉伊莎贝尔自己已经选好了要去哪个系。为了能和朋友们待在一起，他果断选择了冒险系，毕竟变强可以靠自己，但友情可不能掉队。结果刚看到课程表，他整个人都傻了，居然有一门课叫随地睡觉，听起来简直就是白给学分。旁边的男生还在羡慕，觉得这课躺着就能过，简直是天上掉馅饼。
可奥克诺蒂心里清楚，这哪里是简单的睡觉，这分明是要在怪物堆里合眼。这下真的踩到大坑了。看看这离谱的宿舍，居然全吊在半空中睡觉，这哪是休息，简直是在玩命。连奥克诺蒂这种老手看了都直摇头，觉得这地方确实有点过头了。不过等他进到教室，整个人立马精神了，看来这地方没找错，真正的学院生活现在才要正式开始。周一晚上的选修课，奥克诺蒂选了最特别的一门冒险者的夜间活动，本以为会很有趣，结果这地方黑灯瞎火，连个带路的老师都没有。几个学生打起了退堂鼓，这课也太冷门了，满打满算就这么几个人。奥克诺蒂正纳闷呢，黑暗里突然闪过一个影子，气氛一下子就不对了，赶紧把灯打开。谁能想到灯光下站着的竟然是他，这下全乱套了，大家被吓得四处逃窜，嘴里喊着撞鬼了。女孩本来就胆小，手里还死死拽着那盏灯，结果脚下一滑，整个人直接摔了个大跟头。奥克诺蒂在后面看得直摇头，这场面简直乱成了一锅粥。更离谱的还在后面，眼看那黑影越走越近，女孩居然开始语无伦次，大喊着我爸是市长。她甚至想跟鬼讲道理，威胁说要找老爸告状，这操作真是让人看傻了。女孩还在那自我安慰，结果下一秒整个人直接当场断电，躺在地上彻底不动弹了。奥克诺蒂在旁边都看傻了，这心理素质确实是教科书级别的离谱。闹了半天全是虚惊一场，这位阴森森的大姐居然就是这门课的教授佐田子。佐田子教授冷冷地丢下一句冒失的小鬼，接着转头看向旁边的树丛，躲在暗处的祖安被抓了个正着。他戴着面具，本来想偷袭，结果发现对方是老师，吓得赶紧收手。看来这第一堂课注定要让所有人终生难忘。奥克诺蒂看着戴面具的祖安，调侃他这选课风格简直就是刺客本人。祖安倒是挺乐呵，觉得能在这碰见熟人，这课选的值了。其实这位佐田子教授因为长得太吓人，一直以来都是全校避之不及的对象。他原本还挺纳闷，怎么一个学生都没见着，结果转念一想，这不就是带薪摸鱼吗？不用教课还能白拿福利。佐田子教授甚至开心的跳起了舞，觉得这日子简直太美了。可还没高兴2秒，他突然感觉到不对劲，这荒凉的教室里居然真的有人找上门了。这学期确实来了2个狠角色，祖安戴着面具，开口就要把老师给解决掉，主打一个目中无人。奥克诺蒂更是不按常理出牌，不仅一点没被吓着，还笑眯眯的夸佐田子教授，说他的声音特别好听。这一记甜言蜜语直接把佐田子整不会了，他活了这么久还没见过胆子这么肥的学生。为了找回当老师的威严，佐田子瞬间移动到奥克诺蒂身前，死死按住他的肩膀，坦白了自己是不死族的身份。本以为这下能把人吓哭，结果奥克诺蒂头都没回，直接甩出一句硬核回应：只要课教得好，你是人是鬼我根本不在乎。奥克诺蒂这一通逻辑输出，直接把佐田子教授给整沉默了。他说龙校长眼光极高，绝不会请一个没本事的老师。活了这么久的佐田子还是头一次被学生这么肯定，他心里那道防线竟然被一个小鬼给击穿了。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佐田子教授也收起了那副吓人的架势，语气变得异常严肃。他说既然你非要学，那就要做好觉悟，如果只是来这寻开心，后果你承担不起。奥克诺蒂表面上一脸正经的保证绝对会坚持到底，可心里的小算盘早就打得啪嗒响。其实他选这门课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学术研究，纯粹是因为好奇，想看看佐田子那头发后面到底长啥样。毕竟传闻里都说这位阴森森的教授其实是个绝世大美女，既然现在游戏变成了现实，这波福利他必须亲眼见证。奥克诺蒂盯着旁边的托索加，心里已经乐开了花。这姑娘的名字翻译过来竟然就是又被骗了的意思，看来这新同学是个铁憨憨，以后要是想找个背锅的，托索加绝对是最佳人选。就在奥克诺蒂盘算着怎么利用朋友时，佐田子教授突然开口了，他说下节课要带大家实战演练，直接去体验最恐怖的夜晚，而且他还特别叮嘱上课前千万别吃晚饭。祖安还傻乎乎地问为什么，佐田子教授阴森森地解释说，以前上这门课的学生总是会因为过度恐惧导致身体流失大量的液体，尿裤子什么的他倒是不介意，但要是吐在教室里，那清理起来可就太麻烦了。这话一出，刚才还各怀鬼胎的几个人瞬间感觉脊背发凉，这课还没开始上，心理阴影就已经拉满了。托索加这下是真被吓破胆了，他手里死死攥着灯，小声提议说，要不咱们干脆集体退课吧。话还没说完，奥克诺蒂就一口回绝了，那态度简直比石头还硬，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托索加这下彻底懵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这2个同学非要在这门恐怖课上硬刚到底，尤其是那个戴着面具的祖安，平时看着冷冰冰的，现在竟然表现得比谁都积极。奥克诺蒂也察觉到了不对劲，这家伙到底在执着什么？难道他身上还藏着什么不能说的秘密？祖安没好气地说，要是只剩我一个，我早就放弃了，但要我承认自己胆子比你小，那绝对不可能。奥克诺蒂听完都傻了，合着折腾半天就为了这点离谱的自尊心。托索加突然一把抱住他，大喊着要大家一起放手，谁知奥克诺蒂却笑着说，其实我觉得挺好玩的。这句话一出，祖安彻底破防了。奥克诺蒂二话不说转身就走，托索加急得不行，连忙跟上奥克诺蒂。伊莎贝尔看到他都吓了一跳，这都几点了，怎么还有人刚下课？这就是虐待儿童。奥克诺蒂却有自己的打算，与其5天都慢悠悠的磨蹭，不如把课全堆在前面4天，只要熬过这几天，剩下的时间
就全是自己的了。虽然计划听起来很完美，但看他现在这副样子，能不能撑到周五还真不好说。谁能想到在这么个异世界里，居然还有这么现代化的淋浴间？虽然画风有点违和，但比起用木桶拎水，这姑娘已经谢天谢地了。不过洗澡容易吹头难，看着这一头长发，奥克诺蒂累得直叹气。当女生真的太麻烦了。他瘫在床上，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自言自语，说自己好无聊，想找人陪他玩。就在这时，墙壁后面竟然传来了回应。原来在这栋宿舍楼里，藏着一个只有在特定时间才能进入的秘密房间。奥克诺蒂笑了笑，看来这个秘密他早就已经知道了。奥克诺蒂随口抛出一个秘密，说凌晨2点22分去中央楼梯的2楼，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说完这话，这姑娘倒头就睡。可隔壁的赫斯提亚彻底失眠了，脑子里全是那个神秘的房间，他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把奥克诺蒂骂了800遍。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告诉他这种让人抓狂的消息？眼看时间1分1秒过去，好奇心已经把他折磨疯了。如果不亲眼去看看，今晚注定是没法合眼了。他猛地坐起身，看着墙上的时钟，既然睡不着，那就看看那里到底藏着什么。赫斯提亚刚想出门，就被巡逻员的手电筒晃瞎了眼，这下尴尬了。宵禁时间乱跑，轻则扣分，重则关禁闭。好在对方看他是初犯，只是口头警告了几句，还特意叮嘱他，学院的夜晚对新生来说非常危险，让他赶紧回屋睡觉。他嘴上答应的好好的，可一回到房间，心里就开始犯嘀咕，既然晚上这么危险，那奥克诺蒂一个人在外面岂不是完了？万一那姑娘正等着他去救命呢？想到这儿，他哪里还坐得住？这下什么规矩都顾不上了，他直接推开窗户翻了出去。既然走正门行不通，那就只能不走寻常路了。本以为翻窗能神不知鬼不觉，结果赫斯提亚刚落地就被守卫堵了个正着，这下没得选了，只能乖乖交分保平安。相比之下，奥克诺蒂的周二就轻松多了。虽然学院规定不能偷懒，否则不仅属性会掉，还会莫名其妙走霉运。但这姑娘心态极好，换上运动服准备出门，毕竟基础课和社团活动才是提升实力的关键。不过安稳日子没几天了，系统已经发出了预警，从下周开始针对所有人的特殊事件就要正式开启了。到时候不管是玩家还是原住民，谁都别想置身事外。为了应对接下来的突发状况，这群人一大早就开始了魔鬼训练。不过比起训练，更让他们崩溃的是学院的伙食，食堂的早餐竟然连块肉都没有，逼得大家只能在外面生火开小灶。阿比柱看着这简陋的饭菜，忍不住感叹，没点生存技能，在学院真活不下去。奥克诺蒂倒是吃得一脸幸福，心里暗自庆幸，还好自己聪明，早早抱住了伊莎贝尔的大腿。不过好日子也就这一顿饭的功夫，接下来的课程安排才是真正的噩梦。上午是高强度的体能训练，下午竟然还有校长的亲自授课。一提到这位校长，吉塞尔整个人都不好了，那可是一头货真价实的巨龙，光是想想那个画面就让人脊背发凉。看着吉塞尔已经累得跪在地上，奥克诺蒂心里也开始打鼓。虽然大部分课程对他来说都跟玩儿一样简单，但唯独接下来的这一刻让他彻底没了底气，甚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负责这门课的教官简直就是个怪物，光是站在那里散发出的气场就让人喘不过气。这就是传说中的高级班体能训练。周二的第一节必修课，教室竟然搬到了大山里。伊莎贝尔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吉塞尔还想着能呼吸新鲜空气，奥克诺蒂却一脸无奈，这课恐怕没那么简单。安德森冷着脸警告大家，没信仰就别乱碰神圣魔法。这语气听得周围人都没敢接话。奥克诺蒂现在后悔也晚了，谁让自己非要跟着大家选这门课，这下真是掉进坑里了。就在这时，玛莎佳琪大小姐登场了，开口就直接戳中了安德森的痛处。背地里议论安德森，这帮学生胆子也是够大的，结果直接被本人抓了个正着。玛莎佳琪刚想摆谱，却被吐槽个头太矮。他指着奥克诺蒂，嘲讽他比自己矮多了。这下轮到奥克诺蒂不乐意了，两个小个子当场互掐起来。玛莎佳琪一脸得意，非要拿身高差显摆，谁知道官方资料直接补了一刀。原来他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关键时刻，安德森直接站了出来，让这位帝国公主先学会道歉。局面瞬间变得火药味十足。玛莎佳琪还想靠身份压人，结果路过的同学直接补刀，说他跟10岁小孩吵架太丢人。这下这位公主殿下彻底没词了。安德森和奥克诺蒂感同身受，觉得这帮帝国人实在是欺人太甚。两人当场达成共识，准备找机会联手把面子找回来。刚才那种压抑的气氛一下子就烟消云散了。可还没等他高兴太久，身后突然冒出赫斯提亚。赫斯提亚这黑眼圈重得吓人，活像几天几夜没合眼。奥克诺蒂心里直发毛，他到底跟墙说话多久了？为了不让对方彻底黑化，奥克诺蒂只能强撑着笑脸，硬着头皮开始社交。这高级班的同学果然一个比一个怪。奥克诺蒂这波卖萌，直接把旁边的赫斯提亚给看呆了，这杀伤力确实有点顶。阿卡迪亚更是按捺不住，冲上来就是一个熊抱。姐妹俩正贴贴的开心，完全没意识到危险就在身边。就在这时，旁边那个一直没动的雕像竟然开口说话了，全班同学当场炸了锅。谁能想到这尊肌肉猛男居然是个大活人？柏拉图教授正式亮相，这体格看着就不像来教书的。他直接放下狠话，今天谁也别想站着离开这。阿卡迪亚被吓得不轻，哪有教授躲在雕像里吓人的？看来这节体能训练课是真的要变天了。柏拉图教授这副身体已经完全超出了人类范畴，
他甚至以此为乐，最喜欢看学生们累到爬回家。奥克诺蒂在旁边听得直翻白眼，这哪是老师，这分明就是个披着人皮的恶魔。柏拉图开始展示他的金属肉体，号称连校长的重拳都能瞬间恢复，这种级别的身体造价，普通人想都别想。就在大家以为要倒霉时，柏拉图突然话锋一转，说要给新生们提供丰盛的餐食，帮大家打造强健的体魄。一听说学院竟然管饭，刚才还吓得半死的学生们瞬间集体倒戈，这反转速度简直让人猝不及防。大家开始疯狂欢呼，把柏拉图当成了学院的救星。柏拉图教授收起笑脸，宣布学院史上最难的一课现在正式开始。他先是抛出一个大诱饵，问大家想不想吃顿好的，接着手往远处的山头一指，命令所有人全速冲刺。这老狐狸还定了个变态规则，下课前10分钟，每个人的体力必须消耗到10%以下，这哪是热身，这分明是要大家的命。随着他一个响指，所有人头顶都冒出了体力条，这下想偷懒都不可能了，身体状态被监控的死死的。阿比柱第一个带头冲了出去，看着阿比柱在那带头猛冲，吉塞尔还在淡定吐槽，觉得这帮人全是体力怪，提议大家还是保存体力慢慢来。结果话音刚落，旁边的奥克诺蒂就坐不住了，喊着要先走一步，嗖的一声就没了影子。这下轮到吉塞尔傻眼了，没想到平时看着文静的奥克诺蒂，竟然也是个深藏不露的冲锋狂人。随着大部队开始登山，每个人的体力条都在飞速下降，吉塞尔已经掉到了75%，伊莎贝尔也只剩下84%。但这还不是最麻烦的，伊莎贝尔提醒大家，不仅要把体力耗到10%以下，还得精准卡在下课前10分钟。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体能测试了，这简直是在玩精准控分，只要节奏错一点，今天这顿大餐估计就悬了。伊莎贝尔突然意识到一个大问题，这门课简直就是精英的噩梦，越是平时训练刻苦的人，在这里反而越吃亏。吉塞尔低头一看，自己的体力条正跟漏了一样，刷刷的往下掉，转眼就只剩下74%了。看着这惊人的消耗速度，伊莎贝尔心里更没底了。她最担心的就是前面那几个没脑子的体力怪，尤其是奥克诺蒂，这姑娘现在跑得正嗨，眼看身边的同学一个个倒下，多罗西的体力也快到极限了，系统提示只剩下15%，但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体能比赛，现在拼的是意志力。作为见习森林守护者，这片树林就像他家一样亲切，真正的反击现在才开始。就在体力只剩下8%的时候，多罗西像离弦的箭一样冲过终点，直接瘫倒在柏拉图面前。柏拉图一边鼓掌一边夸奖，说他没被休息的念头打败，拿到了这次比赛的第1名。多罗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确认自己真的是冠军后，他兴奋地跳起来大喊，我做到了。谁能想到多罗西刚拿完第1名，柏拉图就突然翻脸，召唤出一群肌肉怪物开始清场。原来规则里还有个隐藏坑，只有体力降到10%以下的人才算安全过关，那些想偷懒保存体力的学生，这下全被怪物追得满地找牙。柏拉图管这叫强制消耗。吉塞尔已经累得快要散架了，伊莎贝尔还在旁边不停地打气，说再走2步马上就到了。多罗西正纳闷怎么没在路上看见人，伊莎贝尔和吉塞尔就给出了标准答案。原来他们刚才在旁边山头刷了几百圈，就为了赶紧把体力消耗掉。多罗西听完直接愣在原地，没想到为了过关还能这么晚。可玛莎佳琪这边却出了大问题，她发现自己稍微跑慢一点，体力竟然就开始回升了。还没等他想出对策，阿比柱已经彻底疯了。他举起巨大的岩石到处乱砸，谁敢跑在他前面就砸谁。祖安在森林里彻底玩嗨了，叫嚣着要把除了他以外的人全解决掉，吓得周围的学生四处逃命。就在局面快要失控的时候，艾琳冷着脸让所有人滚开，不然就等着被冻成冰块。随着一股恐怖的寒气爆发，整片森林瞬间变成了冰封世界。这一招直接把所有障碍清了个干净。吉塞尔在旁边看得直摇头，说艾琳这种北边的野蛮人就是疯，为了过关竟然打算一次性耗尽所有体力。就在大家庆幸自己跑得快的时候，有人突然发现艾琳肩膀上不对劲，怎么教授的克隆体一直挂在那？艾琳猛地回头才发现，奥克诺蒂竟然偷偷挂在他身上，整整1分钟都没被察觉。他不仅白嫖了一路，前行经验值还直接刷爆了，简直是把艾琳当成了免费顺风车。随着他大喊一声到达终点，系统显示他的体力刚好卡在10%，这波极限操作直接把艾琳给整懵了。艾琳这一身本事可都是在战场上练出来的，只要有人踏入他的寒霜领域，哪怕动作再轻也绝对藏不住身形，更别说他还有那种近乎本能的战场直觉。可他怎么也想不通，奥克诺蒂到底是怎么神不知鬼不觉摸到他身后的，这得经历过多残酷的训练才能练出这种前行术。艾琳忍不住开口质问奥克诺蒂，结果发现这姑娘根本没在听他说话，反而盯着手里的成绩单在那傻乐。原来奥克诺蒂这次登山成绩直接冲进了前5，还额外拿到了500积分奖励。霍纳和塔塔亚这2个名门子弟直接在路上设了卡，叫嚣着谁敢超车就打谁。周围的学生都被这2人的显赫背景给吓住了，一个号称枪术大师传人，另一个则是3代剑术名家的后代。可就在2人得意洋洋的时候，一个猫耳少女根本没打算跟他们废话，直接一个加速冲刺，在半空中划出一道华丽的弧线，当着2人的面强行完成了超车。这下可把霍纳给气坏了，话还没说完就直接亮出武器下了死手，骂这姑娘是个没脑子的野蛮人。猫耳少女一边躲闪一边大声警告，说教授
可就在后面看着呢，要是敢在这儿乱来，绝对没他们好果子吃。霍纳这下彻底不装了，他说自己早就跟教授打听清楚，只要是为了争排名，就算在课上见点穴也没人管。奥克诺蒂在一旁听得直摇头，这高级班的学生一个比一个疯，连那个满身肌肉的柏拉图教授也不是省油的灯，竟然默许这种危险的私斗。可霍纳还没得意多久，红发女人就带着一身黑气杀了出来。既然教授都说见血没关系，那他可就不打算留活口了。只见他随手一挥，恐怖的暗影能量瞬间炸裂，刚才还嚣张跋扈的霍纳几个人直接被这股力量轰飞到了天上。看着眼前这乱成一团的局面，柏拉图教授不仅没打算阻止，反而露出一副看戏的表情。场上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几个学生被死死围在中间，谁也没想到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红发女人冷笑着说：“哟，挺能躲的吗？看来我必须再玩点大的了。”话音刚落，这家伙彻底撕开了伪装，密集的火力直接封锁了所有退路。这下谁也别想轻易脱身了。这两个家伙还在那看笑话，觉得人家是彻底疯了。结果下一秒报应直接从天而降，谁能想到这姑娘真敢下死手？这哪是比赛，这分明是要他们的命啊！刚才还在冷嘲热讽，现在只能抱头鼠窜了。这下看谁还笑得出来？女人不屑地反问：“这还用问吗？”看着到地不起的对手，她冷笑着嘲讽：“你们口中的流血冲突，难道就只有这种程度？”话音刚落，一道强光瞬间贯穿天地，所有人还没反应过来，真正的杀招已经降临。多罗西整个人都快崩溃了，这种强度的训练真的没问题吗？看着这群学生拼命的样子，柏拉图教授笑得合不拢嘴，他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特训，只要练不死身体，就会变得越来越强。结果柏拉图大手一挥，直接给完成任务的人发了奖励。看着屏幕上跳出的积分，伊莎贝尔这下总算反应过来了，原来所谓的免费大餐全靠这些积分来换。这波辛苦虽然遭罪，但想到能去食堂扫荡，好像也没那么亏了。手里攒够了50个积分，这下总算能换点像样的口粮了。结果还没等高兴太久，教授又抛出了一个更有诱惑力的选择。就在大伙儿商量怎么花这笔钱时，奥克诺蒂竟然打算在林子里自己找吃的。吉塞尔赶紧拦住他，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哪能乱吃？艾琳原本还在旁边听着他们吵闹，可低头看了一眼计数器，整个人瞬间定住了。艾琳凑过来低声打听，是不是偷偷拿了额外奖励。奥克诺蒂赶紧示意他闭嘴，这种闷声发大财的事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结果伊琳反手甩出一个重磅消息，他竟然拿了1500分的巨额奖励。奥克诺蒂这下彻底破防了，原来艾琳才是那个隐藏的坑人王，靠着阻碍别人拿到了最高分。这波操作简直让人看傻了，说好的并肩作战，结果你背着我偷偷成了大反派。奥克诺蒂正憋着一肚子火，谁知道还没等他发作，艾琳就直接抓住了他的手，这一下把所有人都整懵了。艾琳看着那双通红的手说：“冰系法师可不是好惹的，离得太近随时都会被冻伤，这根本不是在开玩笑。要不是因为现在体力不支，刚才那一阵魔法风刮过去，后果简直不敢想象。”奥克诺蒂听完直接愣住了，原来刚才那一瞬间他已经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艾琳突然冒出一句，他可不想再无意间伤到谁，让奥克诺蒂当场愣住。这不对劲，在原本的游戏设定里，这种高级技能明明要明年才会出现，看来现实的情况早就超出了剧本的控制。看到奥克诺蒂半天没说话，艾琳还以为是自己刚才太凶了，赶紧拿出一份礼物想要补偿。艾琳问奥克诺蒂是不是喜欢收集石头，奥克诺蒂只能尴尬的收下礼物。谁能想到平时冷冰冰的艾琳竟然会主动送东西，更奇怪的还在后面。艾琳欲言又止的说，要是家里压力太大撑不住了，可以找他帮忙。话还没说完他就后悔了，赶紧让对方把刚才的话全忘掉，留下奥克诺蒂一个人在原地发懵。这可不像平时的艾琳，她这种性格什么时候开始学会关心别人了？明明什么都没做，对方的好感度怎么就莫名其妙涨了？奥克诺蒂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伊莎贝尔提议先去食堂吃饭，毕竟阿比柱那边正练得起劲，看这架势一时半会是停不下来了。结果奥克诺蒂更离谱，刚练完居然还要去听课，这体力简直不是正常人。难道这就是顶级天才的自我修养？坐着不动就能回血吗？这差距真让人没法接话了。奥克诺蒂打个招呼就跑了，留下伊莎贝尔和吉塞尔在原地发愣，这反差也太大了，他们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跟他在同一个班。镜头一转，来到了冒险系，这里听着名头挺响，其实就是个混日子的避风港，专门收留那些没信心去竞争骑士或魔法系的差生。教授心里只有嫌弃，让他教这群无名小卒，他可真是100个不乐意。教授这算盘打得真响，故意把课排在魔鬼训练后面，就为了把那些吃不了苦的全部刷掉。他本以为今年肯定又是空无一人，结果推开门一看，奥克诺蒂竟然早就端端正正坐好了。教授整个人都傻了，还以为这小姑娘是走错了教室，毕竟这可是专门给高年级开的课。奥克诺蒂却一脸淡定地说，自己可是 A 组的第1名，就是专门来听英雄冒险故事的。这下轮到教授下不来台了。在这个世界，英雄就是被神选中的宠儿，不仅能像打游戏一样看属性，升级速度还快得惊人。阿尔法和奈亚、拉托提普这些人虽然也被称为英雄，但本质上只是随从，一旦真正的英雄倒下，他们就会彻底迷失方向，
可德斯特罗耶心里清楚，自己和这些人完全不同，他身上藏着的秘密才是改变局势的关键。刚被那个疯狂的石像折磨完，奥克诺蒂居然一点都不累，甚至还觉得刚才只是热身。德斯特罗耶看走眼了，这姑娘不仅体力深不可测，恢复力更是离谱，这种乐在其中的镜头，简直和当年的那个英雄一模一样。看来他是真的选对路了。既然你这么想听，那就从当年的英雄传说开始讲起，真正的试炼现在才要开始。德斯特罗耶的第一课要讲一个连英雄都会害怕的怪事，关于那群永远杀不完的羊。奥克诺蒂听得入神，谁能想到这一切要从15年前说起。那个偏僻的小村庄发来了一份奇怪的委托，重金悬赏，只为了找回失踪的羊群。年轻的德斯特罗耶还没意识到，这根本不是什么狼群作祟。奈亚拉托提普笑着提议：“这事听起来不是挺有趣的吗？”阿尔法立马拍板：“走，咱们过去瞧瞧。”就这样，勇者小队来到了山村。德斯特罗耶却觉得，这顶多就是几只野狼在闹事。老村长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拜托各位一定要帮帮我们。奈亚拉托提普满口答应，可他那眼神里分明藏着别的算计。既然计划赶不上变化，那就直接开干吧。阿尔法大笑着说：“咱们赶紧开始。”这群不长眼的野兽还没意识到危险已经靠近，德斯特罗耶和阿尔法根本没打算给他们留活路，这一战就是要速战速决。这群狼根本不堪一击，还没怎么发力就全倒下了。阿尔法大笑着收起武器，觉得这任务简直是白送。但奈亚拉托提普却停了下来，盯着地上的狼尸若有所思。德斯特罗耶也察觉到了不对劲，赶紧凑过来问个究竟。奈亚拉托提普指着狼群说：“这事儿透着古怪，如果他们真的吃了羊，怎么可能还瘦成这富贵样子？”阿尔法觉得不对劲，这附近明明没有其他魔物的痕迹，可这些羊到底是怎么回事？奈亚拉托提普也纳闷，这种躲避赋税的偏远小村子，怎么会有这么多肥美的羊群？这事儿处处透着诡异。可当时这支新手小队并没能挖出背后的真相，谁能想到一晃10年过去了，德斯特罗耶再次回到这里，丢羊的委托竟然还在，村长的愁容也一点没变。奥克诺蒂听得眼睛都直了，看来这背后的谁比想象中还要深。这故事听得奥克诺蒂整个人都燃起来了。德斯特罗耶教授讲的内容，每次听居然都不重样。他在村子里察觉到了不对劲，但村长那个老顽固居然只肯回答3个问题。这下轮到奥克诺蒂上场了，他要现场来一段角色扮演，直接带入村长的身份。这种沉浸式互动，到底能不能问出真相？奥克诺蒂笑着说：“教授，你从一开始就给提示了，关于那个永远不会减少的羊群，这故事听着就不对劲。既然10年前的委托现在还在，说明根源根本没解决。”他接着追问：“现在的牧羊人还是当初那批人吗？”德斯特罗耶赞许地点头：“老人都走了，现在全是新人。”这下真相呼之欲出了，新来的人什么都不知道，说明这件事一直都在秘密进行。奥克诺蒂这哪是在打听消息，简直是在查户口。2个问题直接把对方问住了。过去10年里有多少冒险者来接受请求？他们是如何完成请求的？存活率是多少？德斯特罗耶无奈的解释：“这地方报酬少得可怜，1年到头也没几个冒险者愿意来，有的帮着打猎，有的甚至在这修起了围栏。”奥克诺蒂可没打算就此罢休，他伸手要看最新的委托书，想看看这村子到底藏着什么猫腻。德斯特罗耶递过来一个卷轴，村里的羊正在莫名其妙的消失，而真正的真相就藏在这份委托背后。赏金居然又涨了，这穷乡僻壤的小村子怎么可能拿得出这么多钱？奥克诺蒂盯着眼前的德斯特罗耶，抛出了最后一个问题：那个收羊的商人到底是谁？我什么时候能见到他？